你前世本是一名特种兵王，在边境抓捕罪犯时不幸坠入悬崖，再次睁眼却发现眼前站着几个裹着兽皮的女人。然而脚上传来的疼痛感让你来不及多想，凭你多年来特种兵的野外生存经验，你很快就断定自己脚上的伤是被蛇咬所致。于是你拿起一旁的石刀将伤口划开，接着用烧红的树枝戳向了伤口。一声惨嚎过后，你虚脱地躺在了地上，只希望高温可以杀死蛇毒蛋白。经过一夜的生死煎熬，第二天你像个小强一样又活了过来，从一个女人手里接过一块干肉，狼吞虎咽的就吃了下去。吃完后你一阵胡乱比划继续要吃的，女人回答你的当然是不可能，毕竟在这个人口总共才50多人的小部落里，每天能够得到的食物都是有限的，再加上现在正是过冬前储存食物的季节，所以食物都会优先供给成年壮劳力。见状你只能自己去想办法填饱肚子，眼看这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必须尽快想办法储存过冬的食物。仔细想了想，现在最容易获取的肉食就是鱼，离这里不到1000米的地方就有一条小河，但这个部落的人不吃鱼，自然也没有捕鱼的工具。想至此，你只能自己去弄些藤蔓编一个筐，然后去捞鱼。不多时，你就带着一大捆藤蔓回到了山洞口，开始制作箩筐。几个小伙伴围在周围好奇地看着你，嘴里啊呜啊呜的也说不出个人话。旁边几个女人则在山洞附近晒着茅草。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惊恐的叫声，只见大胡子首领和2个男人各抱着一个巨大的鸟蛋，一边跑一边嗷嗷大叫，同时伴随着几声刺耳的尖叫声，一只足有3米多高的恐鸟紧追在首领身后。你顿时大喊一声，赶紧把蛋扔了，可惜没人能够听懂。首领没有放弃手中的鸟蛋，恐鸟也没有放弃首领。没过一会儿，首领就被恐鸟追上，狠狠的一啄，当场就领了盒饭。那一起跑回来的2个成年人见状，赶紧把手中的蛋给扔了，反身跑到丛林边缘，爬到了树上，这才逃过一劫。你身边的这群小伙伴哪见过这么可怕的场面，当即就吓得大叫了起来。恐鸟失去目标后，瞬间调转方向，朝着山洞这边哇哇大叫的孩子狂奔过来。见状，你赶紧带着几个小孩躲进了洞里。洞里的女人则是迅速的推动一块圆形石头，将洞口牢牢堵住。恐鸟见进不了洞，他转头走到首领的尸体旁，开始啄食他的身体。你一咬牙决定把恐鸟留下来，他现在已经品尝到人肉的味道，又知道你们部落的位置，将来恐怕部落里再也别想安宁。可是现在自己手上什么武器都没有，硬拼肯定不行。就在这时，你看到恐鸟那2条大长腿，顿时你眼前一亮，立马开始着手准备。首先找来2块拳头大小的石头，再解下缠在腰间的蛇皮，将石头分别系在2边。制作完后，你拎着简易投石索就从洞口缝隙中钻了出去。洞里的人都震惊了，想要追上来拉住你，又怕把恐鸟再引回来，只能焦急地看着外面当起了吃瓜群众。你悄悄地躲在灌木丛，猫着腰前进，一直到离恐鸟500-600米的地方就停了下来。此时的恐鸟还在忘情地享用着美食，殊不知你已经打起了他的主意。只见你悄悄地站了起来，抓住蛇皮绳的中间点，快速地旋转投石索，2块石头甩了起来，在离心力的作用下，瞬间把绳子拉直。恐鸟察觉到了这边的动静，抬起头，厉鸣一声就朝你狂奔过来。眼看着越来越近，山洞口的女人和孩子都吓得嗷嗷大叫，可你依旧站在原地稳如老狗。就在恐鸟冲到距离你30米的时候，你猛地将投石索朝它扔了出去，脱手的投石索打着旋，刚一接触到恐鸟的2条长腿就迅速收紧，已经冲到你10米近前的恐鸟直接失衡跌倒，2只小翅膀不停地扑腾着，就是站不起来。山洞口的女人和小伙伴一个个目瞪口呆，张大着嘴巴不敢相信刚才的那一幕。你立刻招呼2个小伙伴按住恐鸟的脖子，而你则搬起一块大石头狠狠地砸了下去。恐鸟的头上顿时鲜血四溅，身体也不再剧烈挣扎，随后彻底没有了气息。2个小伙伴看着你，眼睛里充满了敬畏。你解开恐鸟腿上的蛇皮，重新系在了腰上，接着示意2人和你一起将恐鸟运回山洞。2人现在十分听话，俨然就是一副小迷弟的模样。随后你们3人合力拉着恐鸟的腿向山洞走去。看到3个人把那么大的猎物抓了回来，山洞里的人也待不住了，嗷嗷叫的挪开巨石，从山洞里冲出来帮忙。远处躲在树上的那2个成年男人也下了树，他们亲眼目睹了你独自捕杀恐鸟的全过程，对你也是十分佩服。这还是他们部落有史以来第一次捕获那么大的猎物。回到山洞里，你告诉女人们把羽毛留下来给自己，剩下的让他们自己干。现在危险解除了，你也要继续编自己的筐。大概过了1个小时的时间，2个箩筐便已经完成，用筐装上些恐鸟的内脏就向河边走去。途中有个女人看到你要独自去河边，也跟了上来，在她心里认为你很厉害，所以自己一定要把你看好。而刚认你做老大的2个男孩看见你又做了个奇怪的东西要出去，马上也追了上来。一行4人很快就到了河边，你站在河岸上，先是仔细观察了一阵，可却是越看越心惊。短短几分钟时间，你就看到了几次大鱼吃小鱼的命案。这河里居然有食肉的鱼类，但是不得不承认这里的生态环境是真好，小河的水一眼就能看到水底，里面的鱼也很多。选好了位置，你握紧筐上的草绳，把筐放到河里，肉腥的味道迅速在水里散开，方圆20米的鱼都骚动了起来，迅速朝着你这边游过来，纷纷钻入筐中开始哄抢那些内脏。你猛地把筐拖出水面，除了逃跑的筐里还剩下4条大鱼，而河里的鱼不仅没有逃跑，还一窝蜂的聚集在下面争抢内脏，这让你瞬间有了一种在公园里喂锦鲤的感觉。2个小伙伴和那个成年女人都很惊讶，用那个奇怪的东西放在水里面往上一拉，就可以把水里那种没有腿的东西弄上来。但是弄上来干嘛，他们还是不明白。你把4条鱼倒在地上，仔细处理以后，切下一块生鱼片放进嘴里吃了起来。看着你大嚼生鱼片的样子，他们立马明白这是可以吃的东西，于是也学着你的样子切了一片放进嘴里吃。那个女人的眼睛瞬间就亮了，她立马意识到这是一项新的食物来源，一边咿咿呀呀的叫着，一边比划让你教她怎么抓鱼。不过你并没有让她干这个，而是让她和一个孩子负责宰鱼，另一个孩子用草将清理好的鱼挂在木棍上，待会抬着
着回部落，而你则继续捞鱼。现在所有的鱼全部聚在一起，你干脆蹲在岸边用筐舀，每一筐下去都有不小的收获。4个人就这么干了一下午，最后捞上来的鱼足有200多条，最大的得有10斤左右。3个人肯定拿不回去，只好派一个小孩回去，再叫上一些大一点的孩子过来帮忙。最后一行人担的担，抬的抬，浩浩荡荡地朝着山洞走去。此时外出采集果实和狩猎的队伍都已经回来了，因为没有工具，大人们打的猎物多是一些兔子、野鸡一类的小动物。就在这时，小孩子们抬着鱼回到了山洞，全都嗷嗷叫着向大人们炫耀他们今天的收获。本来那些大人因为首领的死还有些难受，不过当他们看到你今天的收获时，瞬间又开心起来。首领的惨剧顿时被抛到脑后。清理完今天的收获，所有的族人都到了山洞外面洞口前的空地上，堆起了一大堆木柴，首领的尸体就放在上面。一个头上顶着2根羊角的老头点燃了柴堆，熊熊燃烧的大火很快就吞噬了首领的尸体，火光映照在每一个人的脸上。小孩子闻着烧肉的味道都在咽口水，他们丝毫没有悲伤感。大人们也因为有了新的食物来源而面色平静。而你也正好借机观察了一下这个部落，这个部落目前共有52个人，成年男人有8个，成年女人15个，其余则全是大大小小的孩子。其中刚刚点火的是部落的长老，因为他长得最老的原因，被部落里公认为最聪明的人。不过现在可能要排老2了，因为你正在取代他在大家心里的位置。还有一个手上长了6指的男人，喜欢用的武器是木棒，估计是近亲繁殖的原因，他整个人看起来有点不太聪明的样子。6指旁边是一个脖子上挂着羽毛项链的家伙，这个人看起来倒是很机灵，和6指一样喜欢用木棒，羽毛后面是带着骨头项链的石头，他常用的武器就是石头。离他俩有点远的是一个15岁的少年，这个家伙只有一只右耳，左脸上还有4条疤痕，他的武器是一根笔直的大腿骨磨制的管叉。独耳旁边是17岁的兽牙，他父亲是上一代的首领，而他手里拿的武器是2根1尺多长的剑齿虎牙。还有一个全部落最高的大力，身强力壮，武器简单粗暴，就是一根大腿骨。最后一个是拄着木杖的瘸子，他现在天天跟着采集队，专门负责开路和警戒，而且喜欢打磨石器。据说他最大的理想就是有生之年能磨出一个石盆来。总的说来，所有人中独耳、兽牙和大力就算是部落里最顶尖的战力了。等到烧完首领，天也黑透了，在长老的带领下，所有人来到了洞里开始分配食物。因为大家没吃过鱼，所以今天破例让你来分。你拿了一条提前烤好的鱼给他们示范怎么吃，怎么挑刺。大家也像模像样的学着吃得津津有味。或许是第一次吃饱的原因，大家越吃越开心，竟边吃边跳起舞来。眼前的一幕让你突然有了一种家的感觉，你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带领部落过上更好的生活。等到所有人吃完以后，顶着羊角的长老拿着烧过的炭棒，在岩壁上记录下你在河边捞鱼的场景，而你则在一旁教女人们编筐，又在上面加了2条草绳改成背篓，这样他们以后就再也不需要用兽皮装果子，从而提高采摘的效率。几个女人一看就喜欢上了，轮流在身上试了又试，都舍不得放下，最后只好商量着明天再采些藤蔓回来，他们自己制作。为了表示感谢，他们从采集队里挑了2张鹿皮放到你的手上，自此你成为了部落里第一个穿上兽皮的小孩。但你也没有吝啬，自己留下1张，另1张则分给了几个2、3岁小孩的母亲，让他们给自己的孩子做衣服。要知道小孩子抵抗力差，在原始社会又根本没有医疗技术，一个小小的感冒发烧就能要了那些孩子的命，所以说这一块鹿皮说是一条命也不为过。你相信如果有一天你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他们肯定不会当白眼狼。第2天你很早就醒了过来，一套简单的军体拳后，你有些口干舌燥，但是看着那个石盆里大家一起喝的水，你还是有些下不了口。看来是时候烧一些装水的容器了。很快族人们也都叽叽喳喳地走出山洞，但是他们今天并没有急着出去打猎。长老将所有男人集结在了洞口的空地上，看意思是要重选新首领。你心想只有成为首领才能号令所有人，于是也加入了入选行列。首领的竞选方式简单粗暴，2人不拿武器决斗，最厉害的就是下一任首领。很快独耳和大力就相继胜出，你看着他们的比试无奈的摇头，就完全没有任何章法，只是一味的比拼蛮力。很快来到了独耳和大力的比试时间，大力1米9的身高站在那里，就如同一座铁塔一般。独耳瞬间有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但他并没有怂，反而大叫一声，率先发动了攻击。可不料刚到大力身边，就被大力那一双大手一下抓住了双肩，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被大力甩出好几米远，砰的一声砸在了地上，半天没能爬起来。大力兴奋地捶了捶胸，族人们也激动地大叫着，表示对这个新首领的认可。就在这时，你3两步走到他的身前，还有我呢。大力见你个小屁孩也敢出战，他捶着胸口，嘴里发出一声怒吼，可你也没有示弱，站在大力面前摆出一副战斗姿态。大力俯视着踩到自己胸口的你，眼中充满了自信和不屑。围观的小伙伴们则是嗷嗷叫的给你加油打气，你也没有犹豫，快速冲到大力身前，左脚踩着大力微曲的大腿猛地跃起，右腿一个顶膝狠狠地撞在大力的下巴上。大家还没反应过来，大力就直直地倒在了地上，左右滚动着在地上呻吟。在场的族人们瞬间目瞪口呆，要知道大力可是他们部落最强的战士，就算输也不至于被秒啊，而且对手还是个未成年的小孩子。长老突然变得很激动，一种没有依据但却很强烈的感觉在他心里出现，整个部落可能会因为眼前这个小孩变得越来越强大。还没等他做出指示，你已经被所有族人抬起来高高抛起，庆祝新首领的诞生。短短2天，你给部落带来的奇迹太多了。其实这样的结果也是众望所归。而此刻大力已经缓了过来，他明显还有些不服气，在众人的惊呼中快速地向你扑来。见状，你立马翻身下地，等到他冲到近前时，反手一把握住他的2根手指，用力向前一摆，接着一个侧身就绕到了大力的身后，猛地一脚踹在他的腿窝处，大力直接趴在了地上，越是挣扎就越是痛苦。没过2分钟，强如大力这样的猛男也不得不一把鼻涕一把
把泪的求饶。你这才拍拍手放开了这个涕泪横流的傻大个，然后转身进了山洞中。这一下人群又闹腾了起来，熊孩子们在欢呼，庆祝他们未成年人第一次打败大人。女人们讨论着在哪里见过藤蔓，晚上回来让首领再教他们编几个背篓。长老则是目光复杂地盯着山洞，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就在这个时候，你带着一身新造型再次出现在大家眼前，身上是一件简单的鹿皮衣，乌黑的长发用一条蛇皮束起，整个人看起来干净清爽又不失干练。这是你再三思考后的新造型。据说这种装扮从商周时期就开始了，早期的农民因为披散头发，种地不方便就开始束发，这也是以农耕为主的汉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族人冒着星星的目光中，你走到人群中开始安排今天的工作。首先将采集队重新做了人员调整，部落现在一共15个成年女人，其中6个都挺着大肚子，剩下9个加上瘸子就是10个人。不过今天你只派了8个女人去采集，现在她们有了背篓就不用瘸子来保护她们，一人拿根棍子自保还是没问题的。6个怀孕的女人留下来看家，顺便照顾那几个2、3岁的小屁孩，大一点的孩子都去拔草，剩下的那个女人则带着2个男孩去河里捞鱼。现在大家都有了活干，可瘸子却没领到任务，为此他显得有些沮丧。对于这个发誓要用一辈子磨出一个石盆的男人，你准备让他负责烧制陶器。但是烧陶器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还需要准备很多东西，所以只好先给他安排一些别的事情。昨天捕的鱼还没有风干，这样的天气没有盐很快就会腐烂，经过烟熏之后则可以放置几年都不会坏。于是你给瘸子示范了一下，就全部扔给他做，而你则在山洞前找了一块平地开始挖坑建窑。整个窑分为上下3层，最下面用来掏灰和进风，中间一层添柴烧火，最上面一层放置陶器。足足花了3、4个钟头的时间，总算将窑搭建完成。但是湿的窑是没法用的，于是叫了昨天抓鱼的那俩小伙伴，在每一层都放上木柴烧火，这样下午应该就能用了。安排所有工作以后，你便亲自来到河边挑选粘土，找了一个光滑平整的大鹅卵石当做工作台，将挖来的粘土经过摔打揉捻，很快第一个抵小口大的小水缸便完成了。随后按照同样的方法一连做了4个，把它们全部碾，很快第一个抵小口大的小水缸便完成了。随后按照同样的方法一连做了4个，把它们全都放在山洞旁晾晒。接着便是几个双耳砂锅和几10个陶碗，以及一些小型餐具。这些东西不求美观，只求实用。此时你还不敢确定这些东西烧出来究竟能有多少成品。等到下午差不多过了一半的时候，你便将所有半成品依次放进火窑里。2个小伙伴和瘸子都站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新首领一天居然弄了那么多土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你没有理他们，坐在火塘边往里面添足了柴火。就这样一直到了傍晚，外出的族人们相继回到了部落，女人们的收获颇丰，背篓里全都装满了野果，还有大捆的藤蔓，看来是准备编背篓的。男人们今天的收获也很多，2只看着和火鸡差不多的大鸟，还有一些鸟蛋和几只土拨鼠，再加上今天捞的100多条鱼，整个部落的收获十分可观。所有当天吃不完的食物全都可以储存起来。眼看着那几个怀孕的女人就快生了，到时候她们也能有充足的食物。待到陶碗开始发白时，你便停止了添柴火，让里面的火焰自然熄灭后凉上一夜，明天早上就能开窑了。经过一天的劳动，族人们都很累，但他们围在篝火边，每一个脸上都挂着幸福的笑容。现在再也不用饿肚子了。最主要的是，你将2只大鸟做成了叫花鸡，它们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美味的食物，可你却没有什么胃口，因为这些食物只撒了一点点粗盐，根本就尝不出咸味。现在的粗盐很是珍贵，据说这还是和别的部落交换来的。你在心里暗暗盘算着，能不能用陶器再交换一些回来。等到所有人吃完以后，女人们便回到山洞里开始编筐。他们发现背篓确实很好用，今天采集队的人数少了，收获反而更多了。而你则将所有的兽皮全都分发了下去。现在几个孩子挤一挤都可以盖上被子。第2天早上醒来，你立刻就去检查陶器烧制的成果。瘸子第一时间拉着长老围了过来，咿咿呀呀的跟长老说着什么，看着挺紧张的样子。你自己其实也非常紧张，毕竟你的焕颜大计，还有你心心念念的肉汤就全靠它了。怀着砸金蛋的心情，你掀开了窑顶的土盖子，把脑袋伸到上面一看，试着这个可以装水的漂亮容器，你笑了笑，继续将陶器往外拿。4个砂锅和4个小水缸烧制的很成功，光滑的表面没有一丝裂纹。8个勺子只有2个成品，其余的都烧化了，全部粘到了一起。20多个陶碗不影响使用的只有12个，一件一件的土红色陶器接连出窑，带给族人的除了震撼还有激动。兽牙和大力手最快，一人抱着一口缸就向河边跑去，没一会就抱回来2缸水。长老虽然激动，但是还能保持淡定，连比划带说的向你咨询这是怎么弄的。还没等你开口，昨天帮忙的2个小伙伴就抢着向他解释。但你最关心的还是能不能焕颜的事，比划着对长老表达了这个问题。没想到长老竟用一副看败家子的表情看着你，他一边指着大大小小的陶器，一边指着部落里的大人小孩，用土话告诉你这玩意到底有多珍贵。等明白过来以后，你彻底震惊了，哪怕是一个碗都可以换来一个即将成年的男孩或者2个女孩，更别提那些水缸和砂锅了。现在的各个部落里盛水的容器少之又少，一辈子磨一个石盆都是常事。为了获得更多的容器，一些部落就会不惜用人口来换，他们觉得人口多了没用，还会消耗更多食物。可你觉得更多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食物，而且还增加了部落的战斗力。新的成员加入也是为部落融入新鲜的血液。想到这里，你当即分配了交易任务，长老和狩猎队7人全部出动，用1个水缸、1个砂锅还有3只陶碗去交换人口和盐。用水缸换2个成年女人，砂锅换2个即将成年的男孩，3只陶碗全部换成盐。如果没有盐，就用陶碗换女孩。说完以后，几人便立即出发，而你则继续安排其他族人今天的工作。交易是和部落
落西边的一个部落进行的。翻过一座山，再跨过一条山谷，一行人很快就到了目的地。这个部落比你的汉部落稍大，人口大约80-90人。之前2个部落间就经常交换东西，眼见着长老一行人带来了交换的东西，对方的谢顶首领立马迎了出来。简单交谈以后，长老从背篓里拿出一个陶碗递给他，用这个换咸食。谢顶顿时眼前一亮，这个陶碗里外光滑，而且比自己部落的食盆轻很多，当即让2个族人去拿了一小包咸食递给长老。可长老接过袋子看一眼就摇了摇头，我们要多一些，而且这次我们还想换2个成年女人。说着就让大力把那个水缸拿出来。谢顶立马就傻眼了，这个食盆好大，以后可以储存更多水了。可下一刻他就犹豫了，2个女人换一个这种大食盆确实很划算，但是眼下正是秋季收集食物的时候，少一个人就会少一些收获。但最后他还是笑着答应了下来，少个人不就能减少消耗吗？这波血赚。没过一会，2个瘦弱女人被带了过来，这是一对成年的姐妹，姐姐怀里还抱着一个4岁大的光腚小男孩，小男孩闭着眼睛一动不动的，一看就是生病了。我们用这2个人换你的大食盆，那个小男孩送给你们。谢顶一脸嫌弃的挥挥手，似乎催促着这2个女人快点走。长老看着这2个虚弱的女人也没说什么，又让石头把背着的陶锅和剩下的陶碗拿出来。如果你想要可以用男孩换。谢顶首领刚换了大缸，现在看见这个稍小的，虽然喜欢但还是摆摆手表示不换了。见状，长老只好按照你早上教的方法，现场演示用陶锅煮一锅肉汤，很快浓烈的肉香就从锅里飘出来，对方族人立刻开始狂吞口水，原来肉还可以这么吃。谢顶首领迫不及待地从长老手里接过陶碗，里面盛着几块炖肉和肉汤。谢顶犹豫着尝了一口，顿时惊住了，我的天，实在是太香了！咸香的肉汤飘着一层漂亮的油花，那鲜美多汁的炖肉一口下去，整个人都舒坦了。不就几个小孩吗？换，必须换！此时的谢顶终于大方了，痛痛快快的给了人，又让小弟搬出一大包咸食出来，把大力的背篓都装满了。见状，长老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开始返程。来的时候是7个人的队伍，加上买来的9个人，回去时变成了16个，这收获可比打1天猎强多了。一行人匆匆的赶路，终于在临近傍晚时回到了汉部落。只是这几个买来的人刚走到洞口的空地上，就全都震惊住了。山洞口摆放着瘸子今天新烧出来的4个水缸、4个锅和一大摞碗，瘸子正在看着这些淘气傻笑，这是他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而另一边的空地上，几百条大鱼正挂在一起风干，旁边的女人们都笑呵呵的，这些可都是肉啊！现在他们也可以抓到肉食了。尤其是那几个刚换回来的大人小孩都傻眼了，要知道一个食盆就能换2个成年人，但这个部落居然还有这么多，还有那些挂着的肉应该都是可以吃的。看来到这个部落也不错。长老带着人向你汇报工作，赤条条的8个人加上一个赤条条的小孩，你眯着眼睛依次从他们身前走过，一个个瘦了吧唧的，一看就是次货。不过没关系，部落里有的是肉，一个冬天就能全都补回来。你最后走到那个抱孩子的女人跟前，那孩子一动不动的，脸色也很红，你摸了摸孩子的额头，都赶上小火炉了，赶紧扯着那个女人进了山洞，先找了一张兽皮把这娘俩包上，让他们坐在火塘边取暖，而你则在一边急得团团转。现在什么药品都没有，要怎么退烧？忽然你眼睛一亮，对了，刮痧可以退烧。想到这里，你立马开始准备，先在火塘边上烧上一锅清炖鱼汤，又去找能刮痧的骨头。之前那个恐鸟的大嘴足有半米长，砸碎弄一小块就够了。抱孩子的女人也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刚才你摸了她的孩子就一直皱着眉，她很担心你会把她的孩子丢掉。想到这里忍不住流出了眼泪。就在这时，你拿着一块鸟嘴碎片走到她面前，把孩子给我吧，我可以帮你救他。女人不懂什么意思，但她能感觉到你比之前的首领对她更好，于是战战兢兢地将孩子递到你的手上。你拿着骨片在小孩身上刮出一条条的红印，昏睡中的孩子疼得直皱眉，嘴里不停地发出哭声。没过多久，你把全身被刮满红印的孩子还给了他，又盛了一碗鱼汤，一勺一勺地喂给他的孩子。这小孩也不知道饿了多久，刚接触到就直接吞了下去。你顿时松了一口气，会吃东西就还有救，只要一会能捂出一身汗来，这条小命就算保住了。女人也算是彻底放下心来，虽然不知道你刚才是在干什么，但看样子不像是要害她的孩子。这一放松下来，她那2天没吃过饭的肚子就咕咕地叫了起来，看着眼前的鱼汤直咽口水。你立马盛了一碗鱼汤，连同一大块鱼肉递到他手上，随后从他怀里接过孩子，抱在怀里用兽皮包严实。此时你心里愁得要命，一个小小的发烧都能置人于死地。现在大家吃饭的问题暂时解决了，可是衣服怎么办？要想尽可能多的攒下兽皮，还是得要猎杀大型动物才行。但现在的这些武器根本办不到，以后狩猎自己还是必须跟着出去找些材料做武器，再差也要弄几个陷阱什么的。你在心里暗暗发誓，在冬天到来之前，一定要让每个人都有一件衣服。等到所有人都吃完饭，小男孩也醒了，出了一身的汗水，你把他递给了女人，亲自给他绑上了束发，还为他取了个名字叫去病。女人很高兴，新部落的首领不但救活了他的孩子，还亲手给他绑了和别人一样的发型，这就代表他接受了自己这些人。忙完了这些，你就开始给自己打造装备，挑出一根还比较直的棍子，将恐鸟腿骨磨成的枪头绑在棍子的一头，一根原始的骨毛就出现，接着掰下一些恐鸟鸟嘴，磨成一柄短刀，剩余的材料则交给瘸子，让他也打造一把。现在装备就这2件，啥玩意都要自己整。第2天一早，等族人们都起床之后，你就安排了新的任务，瘸子继续烧陶器，必须先保证每人都有一个碗再说。
成年女人分为2队，一队去采集野果，一队去捕鱼，剩下的孩子留下来帮忙打猎，由你亲自带队。狩猎队的全体成员，加上平时跟着你的2个小伙伴大嘴和猴子，还有昨天刚买来的大毛、二毛2兄弟，整整11个人的队伍，迎着朝阳大步向丛林挺进。进了丛林以后，狩猎队就分散开了，每个成年人各自捕猎，你则是带着4个小弟，他们背着背篓，拿着一捆草绳给你打下手。这片林子里的树大多是产坚果的树种，每一棵都有30米以上的高度。看着那1米多粗的直径的树，你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地上掉满了坚果，远远的就能看到一些大鸟在地上觅食。但这一路上你只是观察，并没有捕猎任何动物。作为一个优秀的猎手，首先要搞清楚自己的猎场里有什么才行。很快你便发现了野猪的痕迹，从杂乱的脚印来看，应该还是一群，只不过那个脚印的深度着实让你有些害怕，看样子体重至少有1000斤以上。你朝着一路小心翼翼进发，终于翻过了山脊的高地，顿时你眼前一亮，只见前面山谷中横亘着一条波光粼粼的小溪，溪边是一些巨大的芦荟。此时10几头顽齿猪正在溪边喝水，看样子是完整的一家子。领头的公猪体重估计有1500斤，身后跟着它的大奶、二奶、三奶，还有10多头家猪大小的幼崽。这情况冲过去硬干肯定不行，必须要布置陷阱。你悄悄地贴着地面向后退，又回到了树林里。小伙伴们怕得不行，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猎物，你也压根没有指望他们。开始独自布置陷阱，用草绳在猪的脚印上做了几个6字形活套，另一头直接系在大树上，只要猪蹄子踩进去，绳套就会自动收紧，而且是越挣扎越紧。为了安全起见，小伙伴们在你的安排下直接爬上了树。现在只要让那群猪走回头路就行。你悄悄地绕到小溪的另一边的灌木丛中，把身上裹满泥浆，举着2个树枝，突然就从灌木后面跳出来，同时扯着嗓子大叫。猪群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生物，立马就撒丫子往林子里跑去。你在后面紧追不舍，一边喊一边跑。没过一会，前面就传来了野猪的哀嚎。等走到陷阱区的时候，就看到那个领头的公猪还有一头成年的母猪躺在地上。这种草绳坚持不了多久，你拿着鼓毛小心靠近，瞅准时机，一枪猛戳进它张开的嘴里，锋利的鼓毛直接穿透它的后颈，猪血跟不要钱一样喷了出来。没过一会，1500斤的大家伙终于倒在了地上，身子时不时的抽搐，你这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不过很快一个难题摆在了面前，这么大的野猪，仅凭5个小孩要怎么弄回去？看着旁边不停挣扎的母猪，你突然眼睛一亮。先将母猪用草绳控制在树上，再用绳子将它的嘴绑紧防止咬，接着用2条绳子分别绑在母猪的2条前腿，最后将公猪的绳子绑在母猪的身上。等到所有的事情做完，你就牵着猪嘴走在前面引导方向，大嘴和猴子一人牵着一条母猪的前腿走在两边，大毛、二毛拿着棍子走在最后面警戒。就这样一路走过茂密的丛林，终于远远地看见了部落的山洞。在外面清理灌木丛的一个小伙伴最先发现了你，他嗷嗷地叫着通知部落里。没过一会，他们全都一窝蜂地迎了过来，但全都不敢靠近，他们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猎物。你叫来瘸子，让他去准备一个水缸还有盐，等他把水缸拿过来，你就在地面挖坑，然后把水缸放在坑里，缸口只高出地面一点点，然后在地面挖坑，然后把水缸放在坑里，缸口只高出地面一点点，然后大家一起把母猪按到水缸旁边，你直接一刀捅在它的脖子上，鲜血一滴没洒的都喷到了水缸里，没一会就装了满满一缸血，你往里面倒上1碗盐水搅拌均匀，用不了多久就会变成美味的血豆腐，晚上用来煮汤喝。完齿猪的皮削制一下，用来做皮靴或者背包，这2头猪应该可以做很多。双皮下面一层白花花的板油足有4指厚，一会放火上炼一炼，剩下的除了猪肺拿去捕鱼，其余的都是可以吃的，就连大一点的骨头也全都剔下来，可以用来磨个兵器啥的。整整1下午的时间，全都用在了这2头1000斤巨猪身上，很累，但是成果很是喜人。熏肉架子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肉块，1缸煮熟的血豆腐，3缸白花花的猪油。小孩子们笑嘻嘻的不停捡拾着油渣，连去病都吃得很欢。就在瘸子傍晚开窑取陶器的时候，忙碌一天的大部队也回来，捕鱼队足足弄了好几百条，狩猎队也不差，3只野鸡和2条大蛇，10多枚鸟蛋和10几只土拨鼠，还有一筐坚果。更惊喜的是，今天去病的小姨带着采集队找到了一种新的食物，是一种很甜很甜的树根，切开外皮，里面居然有天然的琥珀色糖，多收集一点就可以提炼白糖。为此你还专门夸奖了那个少女。晚饭大家都吃得很开心，可长老却黑着脸，拿着一根长满红刺的荆棘藤，追着去病的小姨不停抽打。你在原主的记忆里知道，那根藤就是部落里类似家法的，专打犯了大错的人。见状，你急忙拦住怒气冲冲的长老，询问他打人的理由。结果他说那种树根是恶魔树的诱饵，所有偷吃树根的人都会被恶魔树吃掉。听到这话，你赶紧让大家停止吃这种树根，倒不是真相信他的说法，而是担心这玩意万一真要有毒，或者吃了能让人上瘾。因为这件事夜里睡觉的时候，你一直十分警醒，仔细感受自己的身体变化，好在一夜无事。等到天大亮，族人们都出来的时候，你开始安排今天的工作，其他的和往常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去病和他妈去了捕鱼队，而你则带着4个小弟去了采集队。你要去看看长老口中的恶魔树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棵树的位置就在山洞的后山深处，这座山上高大的树并不多，但是灌木丛却非常茂盛，而且果树也有不少。行进的过程中，你惊喜地发现了让你朝思暮想的辣椒，红彤彤的一片隐藏在灌木丛中，但是族人们从来不吃这个，这刺激性的口感让他们认为这东西不能吃。当即你就吩咐4个小弟今天什么都不用干了，就专心在这里摘辣椒。你跟着采集队
继续前进，翻过一道山梁，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盆地，这里随处可见一些颜色发青的动物骸骨，活像一个乱葬岗。而在这盆地中央，一棵高达60米左右的怪树就屹立在那里，树根覆盖了方圆500米的面积，越靠近中心根流就越多。这样的规律似乎是在吸引着动物靠近树干，直觉告诉你越靠近树干肯定越有危险。不过你还是打算走近些看看，凭借自己的身手，你有信心能够全身而退。你每走一步就用长矛在前面的地上戳一戳，慢慢的向着中间靠近。就在你的长矛戳到被树冠覆盖的地方时，多年特种兵培养出来的直觉告诉你有危险即将到来，于是你赶紧收矛原路后撤。就在这个时候，嗖嗖的破风声突然从天而降，10多根将近1米长的尖刺直直的插入地面，目标正是刚才你的长矛触碰的位置。这些尖刺每一根直径将近1厘米，尾端还有一朵碗口大的白色花，这不就是天然的箭矢吗？你顿时开心无比。草船借箭的典故突然从脑子里蹦了出来，你用自己的背篓当把，在背篓上系一根长绳，往树冠下面一扔，嗖嗖嗖的瞬间就插上10多根尖刺，重复来回操作，很快就弄到了2大捆尖刺。出去的时候，你交代那些女人树根可以吃，但是只许采集外物。回部落的途中，你在树林里又收集了100根已经长得有3厘米粗的恶魔树苗，这些长得根根笔直，是做长矛最好的材料。呼唤来了4个采集辣椒的小弟，5个人一起扛着这些小树苗回家。回到部落，孩子们又在围观你带回去的东西，可在那些孕妇的眼中，你们带回的东西都毫无用处，辣椒不能吃，棍子不够粗，打到猎物身上也打不死，但这丝毫不影响你开心的心情。剩下的时间，你要好好的更新一下自己装备。剥了皮的尖刺质地细腻坚硬，直径和香烟差不多粗，如果做成箭矢应该也是重箭，虽然会影响射程，但是穿透力强大。而3厘米粗的小树苗，因为木质坚硬的原因，要把表面碳化，再磨出一个尖头，打猎绝对够用。这个磨枪头的活自然是交给4个小弟，以后全部落的人都要装备这种新式长矛。现在就差一张弓了，以现在的条件只能制作长弓，虽然笨重，但是威力丝毫不弱。而制作长弓就要用到沙木，昨天抓野猪的林子里就有，只要找个大小合适的就行。其实最让你惦记的还是打野猪时发现的芦荟，它叶片里富含的纤维是制作缆绳的最佳材料，也可以用它织布做衣服。虽然比不上苎麻，但总归比兽皮强得多，而且还很结实。更主要的是，它叶片的汁液可以用来处理伤口，既能消炎解毒，又能清热败火。想到这里，你打算从明年开始就大面积种植芦荟，到时候族人就能有衣服穿了，也能大大降低因为捕猎受伤造成的感染死亡。次日，你来到抓野猪的这片树林，很幸运的发现2棵不知道被什么动物撞倒的杉树已经被阴干了，正好可以用来做弓。整整花了1天的时间，你先准备10斧10刀，再经过1整天的刀削斧劈，一张1.5米的长弓终于是能看出雏形，又仔细的矫正打磨1天才算是完工。弓弦是用剑麻纤维搓出来的，箭矢全部由现成的尖刺做成，箭羽则用孔鸟的蓝绿色鳞羽，一口气做了200多根。2天后，你把所有的族人都召集在空地上，离你30米处有一个草把，上面挂了几只今天刚抓到的土拨鼠。你先是给大家示范了一下头矛，30米的距离刺刺上把，然后就是长矛的近距离刺杀。族人们看得很激动，他们到现在才知道，原来首领这几天做的都是武器。除了年龄比较小的小孩子，你给所有的族人全部发了1根，狩猎队的则每人3根，2根头矛，剩下的1根近距离刺杀。那些即将成年的孩子，每天除了拔草和玩耍之外，必须要练习头矛。百杆长矛很好看，族人们对这种制式武器爱不释手，这也是除了扔石头以外唯一可以远距离攻击的武器。接着你又演示了弓箭，100步左右的距离，连续5箭全部射在土拨鼠身上。所有人目瞪口呆，全都争先恐后的挤过来，就是想摸一把。不过你只是给他们示范一下，现在不准备推广，毕竟制作还是太困难。成功的推广了长矛，你就开始着手制作皮靴。2张黑色的野猪皮经过多次的揉制，已经变得非常结实有韧性。为了保证每人都能分到1双，除了你的靴子全是用猪皮做的，所有族人都是用野猪皮制作的鞋底，鞋面则是由各种小动物的兽皮缝制。去病的靴子是你亲手做的，靴筒一直到了膝盖，里面全是毛茸茸的兽毛，整个穿着特别暖和。小皮还穿上以后，天天跟人显摆。经过你的一顿操作，原本部落里为数不多的小块兽皮也被折腾光了。天气越来越冷，对兽皮的需求已经迫在眉睫。现在陶器够用了，你给瘸子安排了新的任务，烧砖。等砖多了，就可以盖一个大一点的窑，甚至是用来垒墙建房。给小伙伴们安排的拔草任务也完成的差不多了。山洞外整整几10亩的土地全都已经清理干净，不管是盖房子还是种地都可以，只是现在还没有合适的种子，也就只能种点辣椒。剑麻是多年生植物，你准备把它种在后山上，每年收割1次就行。安排好了这些长期的任务，你就准备去远一点的地方寻找大型的食草动物，而远行需要用到的装备你早就已经准备好，不管是武器吃的用的全都应有尽有。跟族人们交代完后，你背上背篓启程。而长老对你这次远行脸上写满了担心，他从来没见过能在山洞外面过夜还能活着的人。食草动物一般在草原上，现在首先是要走出这片无边无际的森林。走了整整1个上午，树林也变得越来越矮，这让你很是高兴，这是即将走出丛林的前兆。1个上午的赶路让你口干舌燥，你来到一个河边想要喝点水，刚蹲下拿出陶碗准备舀水，平静的河面突然猛地窜出一个庞然大物，一张长满锯齿的血盆大口向你咬来，你吓得赶紧背过身去。怪物一口咬住了背篓，水怪的嘴正好被背篓卡住，想吐吐不出来，想咬碎又咬不动。
只能来回的甩动头部，你被拖入水中左右摇摆，危机时刻你挣扎着拔出靴子里的鸟嘴匕首，挑断一边的背带，这才费劲的转过身来。你一手死命的拽着剩下的那条背带，另一只手拿着匕首往水怪的头上猛刺，水怪甩动的幅度更大，顶着你又是高高跃出水面，再把你重重的砸下去，又带着你在水里横冲直撞。你一个翻身骑到水怪的头上，狠狠的几刀捅在他的2只眼睛上，鲜血和着脑浆顿时从2个眼眶中不断的喷涌而出，搅浑了一大片的河水。渐渐的水怪挣扎的力度也越来越小，最后直接变成了抽搐，你精疲力尽的游上了对岸。休息了一会后，水怪也死透了，翻着雪白的肚皮飘在河面上，你的背篓还牢牢地卡在他的嘴里，你只能找了一根结实的树藤，从水怪的眼眶里穿过，费了9牛2虎之力把水怪拖上来，这才有时间仔细打量这个怪物，原来只是一条鱼而已，体长足有5米左右。休息了一会，你抄起石斧开始敲大鱼的板牙，小孩巴掌大的三角形牙齿足有50多个，都敲完了才把背篓取出来，检查一下里面的东西，好在火种管没进水，其他东西有一点点损坏但还能用。可就在你想着生火烤衣服的时候，树林里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扭头一看，只见一个皮肤惨白的女人带着一个小女孩正惊恐地看着自己，随即2个人一声大叫，撒腿就跑，地上还掉了一个圆咕隆咚的东西。你走过去一看，居然是一个木桶，是用一整节原木把中间烧掉制成。看这样子，刚才那2个女人应该是来打水的，现在直接扔了木桶跑了，说不定一会他们还会带人来。果然没过一会，打水的女人就带着她的几个族人赶了过来，他们身穿白色兽皮袍，皮肤白的就跟刷了双飞粉一样。一群人看着你身后的大鱼都有些惊愕，一个首领模样的男子对视着你，指了指旁边的那个木桶，你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用长矛挑着那个木桶递给对方的首领。首领接过木桶，嘴里叽里呱啦的说着什么，又指了指你身后的大鱼。你虽然听不懂，不过看他指着鱼也大概明白啥意思，随即侧了侧身把鱼让出来。对方一群人立马就冲了过去，对着大鱼一顿暴揍，其中几个女人还呜呜的哭出声来。领头的男子面带笑容，用拳头捶了捶自己的胸口，然后又把拳头伸向你，你一脸懵，不过看对方面带笑容，应该不是要打架的意思，犹豫着用拳头和对方碰了一下。男子哈哈大笑，热情的和你拥抱一下，然后就叽里呱啦的连说带比划的跟你交流，就算语言不通，可表情和肢体语言还是可以交流的。你告诉他你是从河对岸来，自己是要去找一种头上长角的动物。男子点点头表示了解，然后告诉你他们部落有很多人曾经被这条鱼吃掉，为了感谢你杀了怪鱼，他希望你可以去他们部落做客。眼看着就要到傍晚，而且你们2个部落离得也不远，说不定以后可以找他们交易物品。于是你索性就答应了他，你示意他们把鱼抬上，那个是可以吃的东西。男子表现得很惊讶，在他们印象中只有被鱼吃的份，啥时候吃过鱼啊？不过还是同意了下来，因为鱼太大，只能先宰好了再分割带走，你只好继续干活。银色的鱼皮足有4米长3米半宽，很光滑而且还有弹性，最主要是还能防水。你果断收了起来，其余的鱼肉清理干净以后切成了几大块被人抬走。他们的部落就在树林中，走了没有10分钟就看到一个巨大的树，里面的空间也就100平方左右，地方虽然不大，但是已经足够他们居住，因为他们的人实在是太少，成年男人加上成年女人才14个，再加上所有的孩子总共才32个。这个住在树洞的部落被你称为树部落，他们之所以皮肤都很白，是因为他们终生都居住在这黑暗的森林里。他们的长老用手指向东方，告诉你从那个方向出了黑森林，有一座像天上的云一样的山，那座山上有一种长着2根尖角的动物，它们跑得像风一样快，没有人能抓到。根据他的描述，你猜测那应该是大型羚羊一类的动物，如果追的话肯定追不上，但是自己可以提前布好陷阱。此时你显得很自信，但是大树和树长老都不对你抱什么希望。大树看长老不再说话，就向你推荐自己的衣服，这是一种体长超过半米的大兔子的皮，兔子喜欢吃树林里的苔藓和蘑菇，在这片黑森林里就有很多。你眼睛顿时一亮，兔子可是个好东西，要知道兔子这种东西可是和老鼠一样能生，一胎5只以上都是常事。小兔子生下来4个月性成熟就能接着生，平均2个月一胎，如果能带回去2对成年的兔子加以训练，那1年就会变成几百只，到时候整个部落都不会再缺衣服穿，兔子肉也会成为一个重要的食物来源。晚上吃过饭后，大树说自己要带着族人出去狩猎，问你要不要去。你诧异了下，不过兔子这种动物本就是夜行动物，晚上狩猎也很正常，于是便答应了他。到了目的地后，你没有动手，只是安静地躲在一边，看他们怎么抓兔子。大树带着人先收集了一些蘑菇，放在一个黑铁树的下面，一群人则在附近隐藏好。没过一会就有一只肥大的兔子跳了过来，警惕地环顾四周，见没什么动静，就慢慢地往蘑菇靠过去。就在这时，大树带着一群人冲了出去，他们用带着密集枝桠的树枝，迅速把兔子围得动弹不得，这才用一根木刺结果了那只兔子。而且抓的还是活的，你瞬间就起了要和他们交易的念头，要是能让他们帮自己抓兔子多好。接着又换了个地方，再次摆好蘑菇，这一次你决定换自己露一手，你把长弓拿了出来，又拔出一根箭矢。大树看得一愣一愣的，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就在这时，又有一只兔子探头探脑的过来，离蘑菇还有10几米远。大树赶紧拉了拉你，示意你准备跟他冲过去。你没有理他，而是弯弓搭箭，嗖的一下，直接一箭就射穿了兔子的脖子。大树一脸懵的看着你的弓箭，你笑着把长弓递给他，又给了他一支箭，手把手的教他拉弓，对着地上的兔子又射了一箭，嗖的一下
下常见有半截都扎了进去。树部落的人顿时一阵惊呼，对这种神奇的武器很是好奇。看着大树把弓箭拿在手里爱不释手的样子，你送了他一支羽箭，作为两人友好的象征。接下来的狩猎变成了你一个人的表演，半个晚上的时间就射杀了10几只兔子，这个数量是他们不敢想象的。平时一天能捉到3、4只就已经很不错了，同时也让树部落的人暗暗猜测着你部落的强大。回去后按照你的要求，这次收获的猎物兔皮归你，肉归树部落，他们自然没有任何意见。现在只要多在这里待一阵子，绝对能够攒够自己部落用的兽皮，你这次出来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但是你想走得更远一点，好好探索一下这个世界，而且你对树长老说的那种动物很感兴趣，没准活捉几只回去拉车也不错。次日天亮，你补充了食物和火种，便和大树告别，顺便让他帮你抓一些活的兔子，每天就喂一些草和蘑菇，到时候你回来用其他猎物和他交换。他很不希望你离开，毕竟要是有你留在这里，这个冬天他们肯定能更好归隐。但他知道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告别了树部落，你一边走一边砍一些树枝插在地上做标记，整整走了2天，终于走出了这片黑暗的森林。前方顿时豁然开朗，眼前是一片辽阔的大草原，只能看到零星的一些树木，地面上也出现了一些食草动物的脚印。你取出弓箭，小心地向前摸索，很快，眼前的一幕就让你高兴地笑出声来。只见一群和家驴差不多大的蓝马羚正低着头悠闲地吃着草，这要是弄回去当驴使唤也没问题。你瞬间就起了活捉的念头，可是这蓝马羚一看就不是好惹的主，光看它头上那一对尖角就知道，要是贸然走过去，这10多只全都一起对过来，那可就要整个部落一起吃席了。仔细观察，你发现现在这个季节是动物的发情期，而这一群蓝马羚里只有1只成年公羚，其他的则是8只母羚和8只幼羚。看到这里，你心里立刻有了主意，只要用对付恐鸟的办法先控制住那只公羚，其他的肯定自己就会跟上来。随即小心地往后退到安全的地方，开始制作投石索。不多时，你便带着投石索再次摸了上来，悄悄地藏在一棵灌木后，伺机而动。很快就找到一个好机会，只见那只雄马羚正骑着母马羚快乐地吟唱。你快速地挥动着投石索，螺旋桨一样的投石索朝着那一公一母飞去，瞬间缠绕在2只蓝马羚的后腿上。那一公一母浑身猛地一哆嗦，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不断嚎叫。紧接着，你手里甩动着一个绳圈，像西部牛仔一样飞快地将绳圈抛出，稳稳地套在2个挨在一起的母马羚脚上。蓝马羚群瞬间骚动了起来，开始互相乱窜。没过一会儿，就有几只蓝马羚被牢牢地缠在一起，一边嚎叫一边挣扎。剩下的2只母马羚一看这情况，带着8只小马羚撒腿就跑。你无语地看着10只马羚逃跑，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将剩下的这些蓝马羚全部用绳子把腿绑上。想要彻底收服野生动物是很困难的，对于蓝马羚这种生性好斗的物种，首先就要先摧毁它的自尊心。于是你用石斧把它们引以为傲的脚全部砸断，又用烧红的火炭把断脚的截面烫死，使其不再生长。7只马羚从一开始的剧烈挣扎，直接变成了萎靡不振的鹌鹑。最后你找来绳子将公马羚绑在第一个领头，其余的则全部串联在一起。等到做完这些，天已经快黑了，你牵着它们来到一条小溪边，炖了锅兔肉干解决晚餐。小溪的东北方向有一座彩色的石山，在夕阳的照耀下反射出姹紫嫣红的缤纷色彩。仅从颜色来看的话，你判断那是一个多种矿物共生的带状矿脉。这个发现让你惊喜不已，你很想过去看看，但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也只能暂时压抑自己的冲动。次日天才蒙蒙亮，你就被一阵叫声吵醒，眼前的情景让你激动的差点跳起来。只见你绑着蓝马羚的那片小树林里，昨天逃跑的那2只母马羚带着8只幼羚又回来了，而且不知道又从哪拐来了一只成年的公马羚。你悄悄地隐藏到了灌木丛后面，故技重施。一顿操作以后，你的马羚队伍由原来的7只变成了18只。此时天已经大亮，你心情大好的骑着公马羚往八宝山而去。这里确实是遍地宝贝。经过一番仔细观察，你发现这居然是一座副铜矿，其他的颜色则是铜矿的半生矿。有了这些矿石，制作青铜器也变得不那么遥远了。而那些半生矿也有用处，橙色的是机关石，也就是雄黄，可以当做药材，外用可以治蛇虫咬伤，也可以内服治疗体内寄生虫。白色的是观音土，可以用来制作熔铁的干锅。红色的大土堆虽然只是一些白蚁穴，但是里面的风化土是极好的烧陶材料。所幸八宝山到自己部落步行也就3天的路程，如果用蓝马羚拉车的话还能快上许多，只要回去先架个桥就好了。做好了今后的打算，你也有时间好好欣赏一下周围的景色。八宝山的东面水系发达，是一望无际的湿地沼泽，山脚下水草肥美，是动植物栖息的天堂。膝盖高的黑麦草，齐腰高的苜蓿，长得像树一样高的甜橡草，这些都是各种食草动物的最爱。部落山洞前的空地正好用来种这些牧草，自己的养兔大业，还有这些即将成为苦力的蓝马羚，可都只是靠它们养活。还有宽叶水韭和水芹，弄点回去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下维生素。半个下午的时间，你收集到了一袋子草籽，将其绑在一头母马羚的背上，便开始寻找自己的晚餐。很快，一只翼展足有5米的圆滚巨鳄被你嗖嗖2箭从空中射了下来，凡是能做箭的羽毛都被你拔了个干净。你打算把它整个给烤了，补充一下背篓里已经见底的兔肉干。可就在你蹲在水岸边宰鹅的时候，一个不经意的发现让你激动的差点流下泪来。你居然在它的胃里发现了还没来得及消化的稻谷，而且这种米你根本就没见过，每一粒都比绿豆还要大一些。这是你在这个世界发现的第一种粮食作物，你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找到它。夜里你没有休息，找了些树枝，开始紧张的制作深入沼泽
的装备，必须抢在那些动物之前收获那些道cụ。第二天一大早，你拎着简易独木舟，找了一处水略深的地方，便向着沼泽湿地的深处划去。与此同时，暗黑森林里的大树正在带着族人捕捉雪兔。为了满足你和自己部落的需要，整个部落几乎不分昼夜的全族出动，只留下长老和6岁以下的孩子看家。为了增加产量，他甚至开始了暴力拆迁，找到兔子洞后直接开挖，不出来就用火烧用烟熏。这办法果然凑效，真让他抓到不少，还抓到了几窝刚出生不久的小兔子。可这种捕猎方式给自己的部落带来了灾祸。在这个季节，不管是什么部落都要储存食物，食人部落也不例外，而他们的食物就是活人。凡是落到他们手里，男人会被用来填饱肚子，女人则会留下来生孩子或者干活。就在你深入沼泽的这天，一个食人部落的狩猎队被大树他们烧兔子的火光吸引了。这支队伍全部由成年男性组成，人数足有40人，他们手里的武器全是石斧和木矛，可谓战力强大。特别是领头的2人，居然骑了2头还未成年的孔象。而树部落和他们相比，即使是全族男女老少加起来都没他们人多。面对这么强大的敌人，大树带着族人直接选择了跑路，食人部落在后面紧追不舍。好在他熟悉地形，专门挑了不好走的路逃跑，敌人一时也追不上。可还是有人落到了后面。一个采蘑菇的小女孩因为害怕，跑路的时候被树根绊倒在地上，刚一起身就被飞来的一斧子砸中了后背，紧接着就被追上来的敌人一矛刺死。一群野蛮的食人族就哈哈笑地围上去开始喝血。大树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可他并没有停下。他知道就算全族人一起上，也只有被他们鱼肉的份。因为那个死掉的小女孩，敌人的追击终于停滞了一下。大树赶紧回到部落和长老说了这件事，敌人太强大，根本打不过，只有迁移一条路可选。树长老最后做了决定，让大树带着族人向黑森林的东面去寻找你。毕竟从你的武器就可以看出，你的部落一定很强大。而他自己则留下来拖住敌人，反正他也走不动了。大树忍住悲伤，重重的点了点头，匆匆的让人收拾好所有东西，就向东出发了。其实他的心里也没有底，你已经走了好几天了，现在在哪里，究竟是否还活着，这些他全都不知道。可是现在不走就只能等死，他已经没有了选择。没过多久，后面的敌人就找到了他们的部落，那个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树屋，此时已经化为了一片火海。火是树长老点的，就盼着烧死几个闯入他们部落的敌人，为大家争取一点时间。经过这场变故，本来就只有32个人的树部落，现在只剩下了30人。一行人垂头丧气，马不停蹄地向黑森林东面赶路。本来大树对找到你还不抱什么希望，可当他看到一路上斜插在地上的新鲜树枝，立马又有了信心。只用了1天半的时间就到了黑森林的外围，刚出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傍晚，天空在夕阳的映照下变成了绯红色。树部落的族人立刻被眼前的情景吸引住，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可大树却一直皱着眉头，你留的记号到这里就断了。他不知道应该上哪去找。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忽然注意到小溪边有生火的痕迹，走近一看，软泥地上还有不少动物的脚印，其中就有你那种奇怪靴子的痕迹。大树顿时松了一口气，他知道你一定就在这附近，于是就让所有族人在这里先过一晚再说。而就在大树带着族人开始逃命的时候，你正在沼泽深处仔细的四处寻找。要从密密麻麻的芦苇中找到稻谷并不容易。突然你眼睛一亮，想到了什么，水鸟都喜欢吃这种稻谷，那自己只需要在水鸟聚集的地方寻找就行了。想到这里，你立马行动，一边划独木舟一边用木棍在水面使劲拍打。突然不远处的芦苇丛中哗啦啦的飞起一片水鸟，顺着水鸟惊起的方向快速的划过去。随着距离越来越近，一小片挂着穗子的稻谷慢慢出现在眼前，你双目骤然爆发出光芒，心里不由得一喜，这就是自己要找的野生稻。当即更加卖力的向着那片浅水滩涂划去。可就在你的小船要到达目的地时，身后突然响起一阵人类的喊声，顺着声音回头看去，只见几个光着身子的原始人正抱着几根浮木飘在水面上，一边冲着你挥手，一边不停地大叫，模样很是着急。这些人正是生活在这片沼泽地里的林部落，这个部落的人口只有50多人。此时他们正在采集他们过冬的储备粮菱角，突然看到一个同类坐着一个神奇的东西飘在水上，慢慢地向着长老口中的死亡境地飘去。出于一片好心，林部落采集队的领头人灵草慌忙对着你叫喊，希望你不要继续向着那边去。可惜你听不懂他们的语言，只是一脸懵地看着他们。眼看着你没有任何反应，灵草赶紧向着你游去。就在你还在愣神的时候，灵草已经游到了你的船边，他用手指着那片长了很多水稻的芦苇丛不停叫喊，表情里有焦急还有恐惧。看到对方没有对自己不利，你也放下心来。不过看这个女人的表情，应该是在告诉你那里有危险，不能去。你打着手势比划了一个野兽的动作，嘴里模仿野兽叫了一声，随后又指指那片芦苇丛。灵草摇了摇头，指着你又指了指那片地，然后把手放在水面做了一个慢慢下沉的动作，表示过去会沉下去。你理解了灵草的意思，顿时松了一口气。对方的好心提醒你很感激，但你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没有理由现在放弃。于是划着船桨义无反顾地朝着芦苇丛飘去。灵草立刻又对着你慌忙的大喊，可他却没有继续向前游过去。然而下一刻他就惊得目瞪口呆，只见你在脚底板上绑上2块板子一样的东西，然后抱着一面足有1人大的方形藤牌，就那么悠然地踏上了那块死亡境地，但却并没有沉下去。亲眼看到这一幕的所有人顿时一阵惊呼，他们还从没见到过能在死亡境地走动而不沉底的人。可看似轻松的你，却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么轻松。芦苇下面全是稀泥，你的脚蹼踩在上面，每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力才能把脚抬起来。费尽9牛2虎之力，你终于来到了那一小片稻谷前。这些稻谷每一颗都有2米左右的高度，每一株上面都挂着颗颗饱满的金黄稻穗。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蛇皮袋，你上去就是一通狂撸，直到将所
每一株上面都挂着颗颗饱满的金黄稻穗，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蛇皮袋，你上去就是一通狂撸，直到将所有的水稻撸得一粒不剩才停下来，这才带着满满2大袋水稻重新回到小船上，美滋滋的准备划着小船回家，开启你的农耕时代。可没想到刚划出去没多远，就被林部落的族人围了起来。一群人看你木筏上装着沉甸甸的2个袋子，却还能飘在水面上，顿时就是眼前一亮。原来这个飘在水上的东西不仅能做人，还能装东西。几个聪明的人顿时就脑补出了他们划着这个小船采集菱角的场景。你看着眼前的这些人，顿时就有点生气，不过看他们的样子似乎并没有恶意，也就没有发作。灵草看出你隐隐有发怒的征兆，赶忙跟你一边比划一边问，能不能教他们做这种东西。看了看四周泡在水里的一圈人，皮肤都有些泡肿了，而且刚才还好心提醒过自己，于是便欣然答应了下来。把这些浮木都绑到一起，然后就让灵草爬上去。果然，灵草爬上去之后，木牌依然平稳地把它拖在水面上。灵草顿时变得很兴奋，赶紧招呼族人们上来一起尝试一下。可惜这个木牌只能坐下2个人，再上一个估计就要压翻了。没能上筏子的人都有些羡慕坐在上面的灵草，但是灵草却异常的高兴，因为他知道这种筏子制作起来很简单，而且这些材料在部落里还是很好弄。想到这里，灵草感激地看向你，热情地邀请你到灵部落做客。可是你并没有答应。沼泽地的外面还有一群蓝马灵在等着自己呢。灵草也没有强求，随手递给你一个鸡蛋大的巨无霸菱角当做信物，相约以后如果遇到困难，可以拿着这个菱角到灵部落来寻求帮助。你笑呵呵地收下菱角，马不停蹄地带着2袋稻种赶回了八宝山的山脚草原上。至此，经过一整天的紧急抢收，你总共得到约60斤的谷粒，可你一颗也舍不得吃，只想赶紧把这些宝贝运回家，在明年春耕的时候种下。但是既然要种田，农具自然是少不了的，所以你还要再弄点铜矿和锡矿回去冶炼一些农具。就在大树出了黑森林的这天傍晚，你正在八宝山另一边的小草原上，一边吃着肥的流油的烤河狸，一边编着大筐，为第2天的挖矿工作做准备。可是八宝山西面的大树就惨了，他们跑路的时候没有带火种，这2天以来只是啃了些肉干，晚上的时候是又冷又饿，只能所有人挤在一起取暖。第2天天一亮，你神采奕奕地牵着蓝马铃向着八宝山的西面前进。而在八宝山西面山脚下的大树，此时正在给族人分发刚刚采集到的野果。就在这个时候，几个族人兴奋地指着八宝山上大叫着。他们远远地看到光秃秃的石山上，一个少年正牵着一群4脚兽缓慢前进。你也听到了山下的叫嚷声，顺着声音望去，就看到了小溪旁的树部落。只是有点纳闷，他们怎么来了？过了10多分钟，大树带着一群人爬到了山坡上。看到他们的模样，你不禁皱了皱眉，咋连小孩都一起过来了，而且浑身脏兮兮的。大树再次看到你，顿时惊为天人。他知道你是来找一种带脚的动物，可没想到还真让你抓着了，而且还都是活的。这显然不是食人部落那几个骑着孔象的人可以比拟的。此刻你在他心里仿佛就是神一般的存在。你看他们每人手里只是拿着一个野果子，明显是连肉都吃不上了。赶紧把没吃完的巨鹅还有烤河狸拿出来分给他们。大树蹲在火堆旁，一边吃着一边诉说这几天的经历。其他族人也七嘴八舌的连比划带说的补充。等到你听懂以后，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这附近居然有食人族！突然一个可怕的念头出现在你的脑海里，既然食人族已经到了树部落，那离自己的部落还能有多远呢？想到这里，你当即就决定今天挖好所有的矿石，明天就直接赶回去。随即你看向大树，问他们接下来怎么打算。一听这话，整个树部落的人都低下了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眼看着冬天就要到了，但自己的部落已经被一把火烧了，而且还有食人部落一路追赶。接下来他们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找安身之所。见状，你直接发出邀请，不然你们加入我的部落吧，我们储存的食物足够咱们一起吃一个冬天。闻言，大树眼睛顿时亮了，他完全相信你说的，光是眼前的这一群4脚兽就够大家吃一个冬天。树部落的其他族人也很想答应，他们见过你手里弓箭的厉害，有那样的武器根本不会缺少猎物，更不会被敌人欺负。于是他们全都目光灼灼地看着大树，希望自己的首领可以答应下来。大树本来也已经心动，不过他作为首领还是需要更加的谨慎。犹豫了一会儿，他还是问了出来，你邀请我们加入你的部落，你的首领会答应吗？听到这话，你顿时就笑了，这个你不用担心，因为我就是首领。闻言，大树一脸的不可置信，你一个小孩子居然是首领。不过稍微一想，他就释然了，你的能力他是见识过的，你做过的事即使是换做一个成年人也未必能做到。想到这些，他当即也不再犹豫，果断的答应了下来。而你为了彻底打消他们的顾虑，直接将手里的长矛递给了大树，石斧给了一个叫木桶的男人，还有那采摘稻谷时编制的藤牌给了一个叫树桩的族人。你很清楚，只要自己愿意给他们武器，那他们肯定就能感受到你绝没有害他们的意思。果然几人接过武器后立马露出了笑脸。大树也把你之前交代要活捉的兔子拿了出来，大大小小足有30多只。见状，你顿时就抑制不住的兴奋，想起这兔子2个月生一窝的速度，以后族人再也不需要为兽皮发愁了。吃过早饭后，大树本以为你会马上出发的，可没想到你居然又在山上挖起了石头，于是问你要这些有什么用？有了这些石头，我就能做更好的武器，到时候就能打到1天吃3顿都吃不完的食物。大树整个人都懵了，这是他们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生活。接着不用你教，他们全都自发的动手，也帮着挖了起来。有了这几十人的加入，挖掘的速度快了很多。到了中午的时候，就已经把所有的大筐都装满了。这次主要弄了几样复铜的黄铜矿和锡矿，红色的白蚁穴和高岭土也装了不少，这是做干锅和浇筑模具用的。很快收拾好一切，你就带着几十人的队伍出发了。每只蓝马铃的背上都驮着2个或大或小的藤筐，装着矿石、草料、兔子还有种子。一路上你们走的速度并不快，你一边走一边教大树他们怎么使用你给他们的武器，一直走到晚上。你们找了一个宽阔的地方开始晚饭休息。前半夜还算安静，只有篝火燃烧的噼啪声。可到了后半夜的时候，躺在地上的你忽然感觉到了地面传来的震动，似有什么庞然大物在移动。
你瞬间就想起了大树说的那种长鼻子怪兽，当即就连踢带拉的把所有人都叫起来，并且把所有的火全都熄灭。伴随着2声尖锐还略显稚嫩的相吼，2个庞大的身影突然出现在远方的火光中，紧接着就看见数十人手举着火把和武器，他们脖子上挂着人骨做成的骨饰。只见领头的骑象男子大手一挥，所有人都凶神恶煞地朝这边冲了过来。前世丰富的作战经验让你此刻出奇的冷静，当即就开始下达命令，让一个叫木屯的族人立刻带着队伍绕路向北方逃跑，而大树木桶和树桩则是跟着你殿后。虽然只有4人，但你根据双方的装备情况很快也制定了战术。对方有2个骑着孔象的男人领头，速度根本没有你们快，也不够灵活，而他们手上基本都是石斧、骨矛之类的投掷型武器，一般人撑死了最多也就能扔个50-60米，但你手上的弓箭100米内，射击无防护目标还是可以的，所以只要拉开距离，你有信心可以在对方的射程外将他们全部干掉。此时的大树看着敌人骑象猛冲过来，有些紧张，拿着长矛的手都在微微发抖，可看着旁边的你竟是出奇的镇定，于是他一咬牙强迫自己镇定下来。你在心里默数着敌人的距离，200米、150米、100米，随即搭弓放箭，只听嗖的一声，一个冲在最前面的敌人瞬间倒在地上，这一箭直接透胸而过。看着自己同伴的后背上出现一根尖头木棍，周围的敌人都愣了一下，可就这一愣神的功夫，嗖嗖又是2箭，又是2个人应声倒地。这时骑象的队长发现了远处的你，他大吼一声招呼族人冲上去，先扔一轮石斧再说。见状，你立刻拉着大树直接藏在了一棵树后，木桶也是有样学样的藏了起来，而树桩却是一个弓步侧身把藤牌挡在了身后。只听噗噗噗一阵闷响，几把石斧和一根骨矛直接砸在了盾牌上，所幸这盾牌是粗藤编的，树桩并没有受伤，可是照这个砸法估计也坚持不了几下。藏在树后的木桶看到落了一地的石斧，当即他就捡起2把石斧又扔了过去，密集的冲锋阵型中瞬间有2人被砸中倒地。大树身为曾经的树首领，自然也不甘示弱，捡起骨矛也反扔了回去，一个敌人当场就被斜定在地上，眼看是死的不能再死了，你立刻招呼几人快跑，和他们拉开距离打。就这样循环往复，对方原本40个人的队伍，现在就只剩下7个人，其他的不是死了就是受伤了。这时你突然叫停了一路狂奔的几人，在和敌方相距80米左右的距离站着与他们对视。骑象的头看见你们不跑了，还有些纳闷，而自己这边只剩那么几个人，还都累得半死不活，顿时就气炸了，当即又冲了过来。你稳定了一下呼吸，立刻举弓准备，在他距离自己70米左右的时候放箭，这一箭直接射中了他的右眼，那个头啊的一声就掉下了象背，又被前进的孔象用后腿踩了一下，瞬间就死得不要不要的。而孔象也忽然感觉到自己好像踩到了什么软软的东西，猛猛的回头一看，顿时整个象都不好了，直接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旁边的一众小弟虽然也有些懵了，这老大咋突然就死了？不过向前冲锋的动作却没有停下，你立马发出反击的命令，3把头矛和1支箭顷刻间就飞了过去，敌方的3人瞬间应声倒地，这下还活着的就只剩下3个，他们吓得赶紧掉头逃跑。其中骑象的那人还控制着孔象掉头，后来觉得太慢，直接从象背上跳了下来。你马上又是一箭，结果他还没落地就被一箭穿过胸口，向后跑了没几步就直接扑倒在地。大树3人也从你后面冲了过去，3把石斧挂着风声飞了出去，把最后剩下的2个敌人也解决了。至此，这场丛林追逐游击战终于落下了帷幕。大树3人不敢相信，自己这边仅凭4个人居然就解决了40人的队伍，还有那2头幼年的孔象。此时因为失去了操控的人，全都傻愣愣的站在原地。你立刻下了新命令，树桩在原地等候，木桶去把族人们都找回来，大树则是和你一起去将那些没杀死的人彻底杀死。3人哦了一声，立马分头行动。你将羽箭重新找回来，完好的骨矛和石斧也被收集起来。可不料那2头没人管的孔象居然一直跟在你的后面，还不时的用鼻子轻轻的捅你后背，看样子是要粘上你了。你急忙把他的鼻子扒拉开，不要跟着我，我可养不起你，毕竟这可是真正的孔象，成年以后体重能达到15吨左右的巨兽，这样的存在一天得吃多少东西？就在这时，大树皱着眉头告诉你，这一路上只有36具尸体，比起原来的40个还少了4个。你顿时有种不好的感觉。不过那么大的黑树林现在也没法再找了，只能就此作罢。到了天亮的时候，树桩和木桶才把大部队带回来。等大家都坐下来吃饭的时候，你让大树把缴获的10矛石斧都发给大家。现在除了小孩，每人都有了防身的武器。蓝马林和兔子还是吃自带的牧草，可是现在居然来了2个陌生的大家伙蹭饭，眼看着还能吃2顿的草料，一下就没了。你顿时觉得一阵头大，扬起拳头就要赶走这2个家伙。不料刚刚举起拳头，其中一头孔象就用委屈巴巴的眼神看着你，眼看就要掉下泪来，而另一头孔象居然用鼻子卷了一把草，直接递到你的面前，看那意思好似在说，这好吃的分你一点，你不要赶我们走。见状，你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无奈的把草接过来又塞到他嘴里，接着又抱了2捆草留给他们慢慢吃。随即招呼大家赶紧收拾东西出发。等走出很远，你看见2头孔象还在继续吃草，不由得松了一口气，总算甩掉了。由于树部落的人一直生活在黑森林中，他们不知道外面阳光下的景色竟如此美好。一路上树部落的人都很兴奋，期间不断惊起一些在地上觅食的雉鸡，你抬手就是一箭，一直走到傍晚的时候，竟也有不小的收获。而此时小旭病正在河边跟着妈妈收工，他不时地向北边看一眼。妈妈说过首领就是从那边走的，自从你走了之后，他每天都跟着妈妈来河边捕鱼，就是为了在这里等你。突然他看到远处的树林里有几个人影，眼尖的小旭病一
一眼就认出走在最前面的就是自己部落的首领，他立马跳起来高兴的大喊：“妈妈，首领回来了！”你听到远处的动静也高兴的挥着手大喊了一声。就在这时，2声嘹亮的象吼从河对岸传了过来，把一众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听到这声音，你的心里顿时有10000头草泥马在奔腾。没想到走了那么远，还是没能甩掉那2头孔象。你在心里默念着：“千万别过来，千万别过来！”可是怕什么就偏偏来什么。只听扑通扑通2声，孔象都跳到了河里，不到半分钟就那么水灵灵的站在了你的面前。不曾想2头家伙不讲武德，刚来到你身边就用鼻子里刚吸的水把你喷成了落汤鸡，那意思不言而喻。谁叫你丢下他们的？你无奈的抹了一把脸上的水。既然想吃我家的饭，以后就要给我干活。就在这时，2声嘹亮的象吼从河对岸传了过来，把一众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听到这声音，你的心里顿时有10000头草泥马在奔腾。没想到走了那么远，还是没能甩掉那2头孔象。你在心里默念着：“千万别过来，千万别过来！”可是怕什么就偏偏来什么。只听扑通扑通2声，孔象都跳到了河里，不到半分钟就那么水灵灵的站在了你的面前。不曾想2头家伙不讲武德，刚来到你身边就用鼻子里刚吸的水把你喷成了落汤鸡，那意思不言而喻。谁叫你丢下他们的？你无奈的抹了一把脸上的水。既然想吃我家的饭，以后就要给我干活，老子可不会白养你们。闻言，那2头孔象用鼻子拍了拍你的脑袋，也不知道是个啥意思。捕鱼队的女人看到2个巨兽，全都吓了一跳。不过看他们似乎和你很熟的样子，立马又变得一脸崇拜。首领真是厉害啊，连那么大的怪兽都能制服。去并第一时间跑了过来，亲昵的抱着你的大腿，丝毫不害怕旁边的巨兽。你告诉他们新来的人都是新加入的族人，然后就带着这些人一起回了山洞。小去并被放在孔象的背上，一路上威风凛凛。途中原树部落的族人和捕鱼队的人都在互相打量着，捕鱼队的目光基本都在那18只蓝马铃上，大树他们则是在观察汉部落的女人，看他们的发型皮靴，还有筐里的鱼肉和每人1根的白杆长毛。这白杆长毛可是大树最喜欢的，他们居然每人都有1根，着实让大树羡慕了一把。一想到自己现在也加入了汉部落，隐隐都有一点小激动。此时你带着树部落的人回到汉部落，看见你回来，汉部落的人立马齐声高呼了一声首领。树部落的人顿时被声音吸引了注意，等到他们看到眼前的景象，全都呆住了。只见遍地都摆放着漂亮的坛子和罐子，山洞口放着数不清的鱼，还有一头浑身被插了10几个洞的丸齿猪，看样子足有1000多斤重。你见状也很是欣慰，看来狩猎队已经能灵活使用长矛了。大树对汉部落的实力有了大概的了解，终于彻底相信了在这确实不用再饿肚子。小孩子们站在旁边的一个草山上，正在和新来的4脚兽们对峙，那些是他们这些日子拔的草，看这草堆的大小，应该够蓝马铃和这2头孔象吃一冬天的。你急忙告诉大家，这些4脚兽都是自己驯化的，以后可以帮着大家干活。不远处的一处空地已经堆起了很大一堆红砖，瘸子给你汇报，他每天都能烧4窑，而且他还给孩子们做了一种工具，说着就自豪地拿出来让你看。看到瘸子拿出的工具，你直接被惊得目瞪口呆，居然是一把木质的简易钉耙，这家伙竟然还有当发明家的潜质。你夸奖了瘸子几句，然后交代他明天可以不用烧砖了，再烧一批陶器出来给新来的族人使用。说到陶器，旁边的长老表示也有话说，前几天西边的谢顶部落又来交易了一次陶器，这次他们支付了很多的闲食，足够汉部落吃很长时间。视察完所有的工作，你就给这次带回的动物做了安排。兔子被安排进了山洞的角落，用一些石头和黄泥垒了一个圈，暂时先让他们在这里过冬。30多只兔子里面有3只兔子是已经怀孕的，刚放到兔圈不久就开始咬自己的毛做窝。其他的兔子虽然才1-2个月，但是也有哈密瓜大小，到了明年开春，它们就会成为新的生育机器。孔象宝宝不用管，在那堆草山旁边怎么都赶不走。蓝马铃都被绑在离洞口不远的一棵树上，等明天再安排人给他们搭草棚。弄完这些，晚饭也做得差不多了。饭前你特意举行了迎新仪式，对于树发树部落的人并不抵触，反而觉得树发确实显得比较精神，比披头散发的样子好看多了。今天猎到了1头巨猪，晚上的猪血自然是少不了的，加上野菜足足炖了好几大锅，还有你今天射到的野鸡做成了1锅板栗炖鸡，以及10几条新鲜的烤鱼，每人还有一个酸甜的水果。一顿丰盛的晚餐瞬间拉近了新老族人的距离，大家有说有笑，吃得很开心。饭后你交代部落里的老人帮新人做皮靴，让新人一起学着做，而你则拿着一根烧黑的木炭，在山洞的岩壁上一边思考一边写写画画。岩壁上画的是一幅山洞外面的地形草图，有山洞，有小河，有丛林，还有一些本来没有的东西。你此时正想着山洞前的空地该怎样规划，这块地足有将近3600亩，要是都种上水稻，估计全部落的人吃到死都吃不完。当然全种上水稻是不可能的，要知道现在这片地方全是旱地，而水稻必须种在水田里才行，光是把这些旱地改造成水田就是一个大工程。再就是居住问题，加上新加入的和这段时间刚出生的族人，汉部落的人口已经有97个，现在的山洞已经渐渐的无法满足居住的条件了，所以将来还要在这片地上盖房子、住宅区、水稻田、蔬菜区、养殖场、仓库、草场、青铜冶炼区、木材加工厂，那么多设施都要放在这块地上，必须好好规划才行。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改造水田的事情，简单的计划是在空地中间修建一个正方形小城，把住宅区和养殖场、仓库和金属冶炼区，还有木材加工厂全放在这个小城里，全城预计最少提供5000人的居住条件，可以用几年的时间来分期完成。再围绕这个小城挖掘护城河，挖出来的土可以和土砖一起筑成城墙，可以预防一些巨型猛兽和外族人的袭击。然后以护城河为中心挖一条人工河，把东边那条8、9米宽的小河引过来，再挖几条回路让护城河的水流回小河里，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水网。沿着这个水网再挖一些小渠，就可以灌溉整个地块。预设护城河与人工河的宽度为4米，东边那条小河有8、9米宽。
宽，水的流量不变，但是河道狭窄了一半，所以人工河的水流速度会增加1倍以上。这样就方便安装一些水车一类的水利设施。具体计划是以山洞为中心线，两边各取200米为小城选址。为了不耽误明年的春耕，第一期工程就是挖通小河到护城河的水路，仔细计算约有700米左右。挖出的土方直接烧制成砖，为后续的建成做准备。第2期工程就是护城河的挖掘工作，不过这个事情就不着急了，反正山洞现在还住得下。第3期就是夯筑城墙，城墙预设为底宽4米、顶宽2米、高5米的梯形，4道城门每面1个，再加上外面4米宽的护城河，在这个时代是绝对没有人能攻进来的。第4期工程就是700米长的回水河，挖出来的土可以烧成小砖，用来建造城里的房屋和各种设施。整个工程预计最慢3年之内建成，不然你就怕到时候山洞里住不下人了。第2天早上，等到所有族人出来后，你就开始安排工作。今天事情很多，采集食物的工作被全面停止了，新来的族人还没有逃完，因此瘸子被安排继续烧制陶器，孩子们继续打草，而且要按照你的示范把草打成捆，便于储藏和搬运。大嘴猴子、大毛、二毛4人去后山，把10人树的小树苗全都砍回来做成长矛。女人们被分成了2队，一队人多的去你当初去的那个山谷采集剑马。木屯牵着6匹蓝马铃，驮着几个大筐负责运输。另外一组人少的采集队去丛林刮白蜡树的树皮，那上面有白蜡虫的分泌物，是制蜡的绝佳材料。你准备用虫蜡来做浇筑青铜的模具。剩下的男人全都被你安排去砍树，先砍一些和腿差不多粗的树干留作搭建触棚，树枝全都劈成柴，你要用来制成木炭。要炼铜的话，这些越多越好。运输的问题则还是交给蓝马铃，拉不动就去找孔象宝宝帮忙。族人们对这些安排很不理解，他们觉得秋天就应该储存食物才对，但是你却告诉他们，现在储存的食物吃到明年开春都吃不完了，尤其是鱼。这段时间捞上来的有很多肚子里都带着鱼籽，如果一直这样捕捞，这条河的鱼群数量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还是要让这些鱼有休养生息的时间。等族人全都出去干活，你自己也开始忙活起来。先是用现有的木柴制成一些木炭，然后又用带回来的高岭土和蚁穴土制成几个干锅和勺子，用来提纯和制作合金，再用混合的耐火粘土制作方形模具，这样就能浇筑成像巧克力板一样的铜板和锡板了。到时候根据需要调节铜锡比例，制作不同用处的工具。等到木炭和模具都制作完成，你才开始做冶炼炉，普通粘土加上一些陶器碎渣，再掺一些碎草合成泥巴，垒成直径40多公分的圆柱形土炉。这样的炉子你整了4个，到时候可以一起开火，能省下不少时间。接着用蟒蛇皮做了几个简易的皮囊鼓风机。瘸子不知道你在搞什么，但是他心里也比较期待这次你会弄出什么新东西。等到你的所有准备工作做完，这个世界上第一套最原始的冶炼设备也完工了，只等着明天木炭烧好，炉子晾干就可以开工了。大嘴和猴子他们弄了1天，又弄来几百根可以做长矛的白杆，但是那些砍树的成年人就惨了，累死累活，1天只砍了不到10棵杉树，砍树的石斧也崩坏了3个。但是你告诉他们明天还要继续，不过谁干得好就给谁换新装备。众人都有些摸不着头脑，石斧已经是他们见过最好的工具了，还能有什么东西能比石斧更好用？心里越加期待。晚饭之后，大家又开始了饭后娱乐时间，而你就在火塘边上开始熬蜡，待其凝固后，再用骨刀切削成不同工具的模样，然后用粘土把这些蜡块模型紧密包起来，只留出一个小口。等粘土完全干了之后，放在火上加热，再把里面的融化的蜡液倒出来，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中空的粘土铸模。而铸模内壁上残留的一层薄薄的蜡，到时候浇筑完成也好脱模。虽然麻烦一点，但是比较精准，也不会浪费材料。倒出来的蜡液也可以重新凝聚成大块，重复使用。第2天一大早，族人们把蓝马铃都牵走了，在你不懈努力的理念灌输下，终于让他们明白野兽不仅可以用来吃，还可以帮人类干活。大嘴4人都留了下来，他们今天的任务是给你操作鼓风机。瘸子昨天的陶器也烧好了，今天专门给你打下手。瘸子很聪明，所以你打算把炼铜的方法教给他。这种活以后不可能都让你一个人干，还是找个学徒比较好。你来到了4个炉子前，先是一起点了2个。大毛、二毛按压鼓风机，大嘴和猴子装炭和碎铜矿。在鼓风机的作用下，火苗从炉口窜出好高。没过一会，炉膛里的矿石就开始慢慢融化，铜水顺着空隙流到炉膛下面聚集在一起，变成一坨掺了矿渣的铜疙瘩。旁边同时开工的还有锡矿，那个更快，猛火下几分钟就已经融化。你用树枝从炉膛下面的灰烬里扒拉出来2块掺了很多杂质的金属，随后继续反复操作，大概3、4个小时左右，终于攒了一堆不纯的金银疙瘩。再点了剩下2个炉子，等温度升高后，把粗铜和杂锡分别放在2个干锅里，待铜和锡都融化成液态，然后用粘土勺子把表层的杂质撇掉，接着用事先准备好的陶棍把纯净铜液端出来，倒进格子形的粘土模具中静置降温。锡液也是一样的操作。瘸子和4个小伙伴都在看着金属液体慢慢凝固，他们不了解这其中的原理，所以显得很吃惊。一直等到了铜板和锡板不再烫手的时候，你迫不及待地把金属板都倒了出来。此时正值中午，金属板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看着金属板，他们从来就没见过那么漂亮还能闪闪发光的东西，连正在玩耍的去病都被吸引了过来。摸摸这个，看看那个，首领这是什么？
你揉了揉他的脑袋，这个叫童，这个叫西。你在这看着我去拿东西过来，去，并点点头，和瘸子他们小声念叨着童西这两个字，而你则是搬了一堆工具注模过来，马上开始青铜的浇筑工作，将铜块和锡块按比例放进一个新的干锅，等融化成液体之后，用陶棒搅拌均匀，然后就可以浇筑了。第一锅浇筑的是斧头和锤子，滚烫的合金溶液浇进模具里，一股白烟立刻从注模预留的孔洞冒出来。等到温度稍微降低，你迫不及待地用石头砸开了注模，粘土碎块中一个闪耀着淡金色光芒的大斧头就静静地躺在里面。斧头比消防斧的斧头还略大一点，打磨斧刃的工作交给瘸子完成，你则开始准备其他工具的浇筑，尺子和板锯、刻刀和凿子、刨刀和手工钻，还有4棱形枪头。等傍晚族人们都回来的时候，所有的工作都停了，金色的大斧头锋刃磨得霍霍生辉，插上斧柄，这个世界的第一把青铜斧头就完成了，还有2个装上了木柄的板锯，单人和双人的各一把。大树他们看到金光闪闪的大斧子，立刻就围了过来，他们眼睛都快粘在上面了。还有这个呢？你笑了笑，用大树他们看到金光闪闪的大斧子，立刻就围了过来，他们眼睛都快粘在上面了。还有这个呢？你笑了笑，又拿出一个百杆金头的长枪，族人们看的眼都直了，这还是长矛吗？这也太漂亮了！尤其是兽牙和独耳，看到这杆金头的长枪，口水都要流了下来。首领还有我们的吗？族人迫不及待地问了起来。你笑着拿出一块黄铜矿递给大树，就是用这种石头做的，只不过现在已经没有这种石头了。原树部落的人都惊呆了，他们是跟着挖过这种石头的，没想到做出来的武器这么漂亮。木屯最老实也最直接，没有了那我们再去挖就好了，我们知道在哪。你点点头，告诉他们这样挖效率太低了，得要先做一些东西，等过了这个冬天就可以挖回来很多，到时候每个人都能有一把这样的长枪。接着你又教他们使用板锯和手锯，2个人拉的板锯搭在原木的末端来回拉扯，没用多久就锯下来一个圆形的木片，又用单手使用的手锯来清理树枝，手腕粗的侧枝不到1分钟就锯了下来。1米来长的大斧子用起来也很顺手，抡起来能用上全身的力气，如果让汉部落的大力使用，人腿粗的大树砍不了几下就能砍倒。等众人都学会了怎么使用这些工具，你就让他们去吃饭休息了。饭后族人凑在一起听瘸子讲述炼铜的事情，你则是开始制定各种计量单位，只要有了计量单位，以后就能慢慢发展文明。剑麻现在也全都采集回来了，女人们现在正专心编织绳子，小孩子们都趴在兔子圈外面，正看着里面的兔子生兔宝宝。3只怀孕的大兔子都生了，每一窝居然都有6、7个，30多只的兔子群将近翻了1倍。瘸子有了很长时间的捏陶经验，现在帮你雕刻蜡模倒是也能胜任。源头的铜产不管是挖河还是种地都能用得到，有你给的样板在那里摆着，瘸子依葫芦画瓢还是没问题的。而你忙完自己的事后，现在开始研究最关键的东西，那就是犁。你准备做2种大小的，大的给孔象用，小的给马铃用，到时候耕地和挖河都用得上。次日，女人们一部分在搓麻绳，一部分在清理地面，为搭建畜棚做准备。炼铜的事现在有瘸子和4个小伙伴就够了，他们5个人现在不停地浇筑铜板锡板，遇到不清楚的就过来问你。等到女人们清理完毕后，你便带着他们搭建出来，将砍回来的树截取4米的长度作为立柱，每隔2米的距离就插上一根，围成一个长方形的圈。树栏里面有一个棚高4米的木头棚子，那是孔象宝宝的小家。等全部建好后，外面堆积的草山也全部打成捆马放在圈里，防止被别的动物或者是人破坏。汉部落的族人们各司其职，忙得热火朝天。殊不知此时的谢顶部落已经打起了汉部落的主意。这段时间谢顶一直有个烦心事，随着天气日渐寒冷，自己部落赖以生存的山泉水即将断流，到时候他们只能到3公里外的小河去打水，那就需要大量的容器来储水。所以上次他亲自来跟汉部落交易，就是为了能多换一些陶器，可惜他并没能如愿以偿，于是他就起了强取豪夺的打算。以谢顶的想法，汉部落的成年男人只有不到10人，而他们却有15个。况且上次从汉部落离开以后，他还自制了带石头尖的长矛。他认为打赢你们并且抢走你们的陶器和食物应该是没什么问题。这天上午，谢顶带着部落里的所有成年男性，每人拿着几杆长矛，浩浩荡荡地向汉部落进发，准备一举击垮你们的狩猎队，然后再去你们的居住地里大肆掠夺一番。此时在山脊处的针叶林中，大树和兽牙他们还在砍树。今天他们干活很快，3把大斧子还有2把长锯，基本半个小时就能获得一根干净的原木，而且这还只是一组的速度。砍树的队伍一共10个人，分成了3组，所以基本上每半小时就能同时干倒3棵树。剩下的1个人则是负责运输的木屯，现在他正牵着马铃在砍树堆附近吃草。就在这时，从山谷对面的那座山上突然跑来一群人，而且每人手里还拿着一根长矛。木屯马上就冲山脊上大喊一声，然后拉着蓝马铃往回跑。听到喊声，大家立刻就停下了手里的活，抄起武器就准备战斗。谢顶带着人在后面紧追不舍，一直到了山脊处，伴随着几道嗖嗖的破风声，最后面的2匹马铃被长矛射中，顿时惨叫一声倒在地上，而和他们绑在一起的另外4匹还在狂奔，拖着2个同伴的尸体一路向汉部落的草山跑去。汉部落众人见状，纷纷从腰后抽出一把石斧丢了出去，只听嗖嗖几声，敌方瞬间就有3个人倒地不起，还有2人受了伤，只剩下10人还在继续前进。谢顶彻底生气了，他立刻就下达了再次投矛的命令，但大树他们藏到了树后面，所有的长矛全都斜斜地插在了地上。见状，独尔他们再次从树后闪现，9支百杆长矛齐齐出手，谢顶的部落瞬间又倒下了4人，其他的人见状都害怕地躲在了树后。独尔他们也再次藏到树后，等待着敌人的再次进攻，可是却迟迟没有听到声音。他们不知道此时的谢顶已经被吓破了胆，面前的敌人太可怕了，而且他发现汉部落的人比自己预想的要多，但自己这边现在就剩下8个人，其中还有2个是伤员，继续打肯定是不可能了。他当即就带着剩下的人往溶洞逃去。与此同
同时小胥并正拉着你来到2只孔象面前，想要你为他们取名字。稍大的你给他取名为灰山，稍小的叫肉包。你刚想说些什么？灰山看着西边，突然仰头吼了一声，猝不及防的小胥并顿时被吓了一跳。你立刻顺着方向往西边看去，只见4匹蓝马羚拖着2具同伴的尸体一路向着自己这里跑来，2具马羚的尸体上还插着好几杆长矛，而后面却不见伐木队的人跟着。你顿时心里一惊，急忙招呼所有族人藏进山洞里，自己没回来都不许出来。等到安排好一切，你拿着弓箭和金头长枪便骑着灰山往西边而去。肉包见状也立马跟了上来，顺着地上蓝马羚的血迹，灰山驮着你一路狂奔。没过一会儿就进了丛林，前方突然出现一群人，领头的几个扛着金斧，赫然就是大树他们。你顿时一愣，怎么所有人都在这里，而且也不见有人受伤？兽牙立刻带着狩猎队来到你的身边，将刚才的情况全部说给你听。听了他的讲述，你不禁有点纳闷，谢顶他们为什么要攻击自己的部落？不过不管是什么原因，只要敢伤害自己的族人，就必须得付出代价，哪怕死的是马羚也不行。当即你长枪一挥，带着砍树队的几人往谢顶部落杀去。一直到下午大约2点多，你们才到了谢顶的部落。可溶洞口的空地上居然一个人也没有，洞口也被一块巨石堵上了，不过还有一道不小的缝隙，几双眼睛正偷偷地看着外面。谢顶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最怕的就是对方会来报仇，没想到怕什么来什么，对方还真来了，而且还是这种阵容。领头的一人手持一杆霍霍生辉的金头长枪，胯下骑着一头比人还高的长鼻巨怪。此时的谢顶无比的悔恨，早知道对方那么强大，还打个锤子。你也注意到溶洞里面往外偷窥的几双眼睛，立即取下背后的长弓弯弓搭箭，下一刻就听到啊的一声惨叫，谢顶被一箭射穿了眼睛。大力、石头、6指，你们去把石头推开。你指了指溶洞口的巨石，对着3人发号施令。他们立刻上前开始推巨石，可即使是3人一起发力，却并没有推动多少，反而还慢慢的又被顶了回来。特么的堵着门就没事了吗？你走到缝隙前再次搭箭，此时巨石后面几个成年男性正死命的顶着巨石，你嗖的又是一箭，这次门后的2人直接被贯穿，其他几个人见状直接吓跑了，再也不敢站在洞口。于是大力3人顺利的将石头推开，石头后面的还没有咽气的3具尸体也被压得血肉模糊，转眼间没了声息。溶洞门户洞开，里面泛着昏黄的火光，一群女人和孩子躲在一个草堆中瑟瑟发抖，剩下的5个成年男人，有3个拿着长矛挡在他们前面，还有2个之前受伤的在草堆里哀嚎。你拿着长枪走了进去，大树几人也拿着金斧紧随其后。一群女人和孩子躲在一个草堆中瑟瑟发抖，剩下的5个成年男人，有3个拿着长矛挡在他们前面，还有2个之前受伤的在草堆里哀嚎。你拿着长枪走了进去，大树几人也拿着金斧紧随其后。那3个拿着石矛的家伙看着气势汹汹的众人，腿不停地打着哆嗦，嘴里哇啦哇啦的，似乎是在求饶。特么的有拿着武器求饶的吗？你一摆长枪，把3人手中的长矛全部打落在地。后面的一个伤员悄悄地拿起了一块石头，居然还想要反抗。你瞬间枪头向前一递，噗的一声，直接把他的左胸穿了个窟窿。都给我跪下，反抗者死！你双目一瞪，突然暴喝一声，所有人顿时吓得双腿一软，直接跪在了地上。大树，你去把他们储存的食物全都弄出来带走。随后你又将目光看向跪在地上的众人，是你们首领先攻击我们，所以你们不能怪我，要不是他我也不会打你们。你的本意是想吞并了这群人，可为了使他们不心存怨恨，你直接把锅甩给了他们的首领。但是你显然高估了他们对部落的忠诚，他们才不管首领的死活，只在乎你要拿走他们的食物。一群女人看着大树带人搬走了他们储存的肉干，都着急的想哭了，连忙向你哀求。你淡淡的看着眼前的这些人，只要你们加入我的部落，就会有吃不完的食物，冬天也不会再有人被冻死。愿意加入我们的现在就可以站到我的后面。话音刚落，就有几个人赶紧起身站到你的身后，慢慢的第2个、第3个、第4个，没过一会儿就只剩下一个伤势较重的男人还躺在那里，不过看他的样子应该是活不了了。你不打算管他，带着这些新加入的族人出了溶洞，随即交代兽牙烧掉这个溶洞。自此以后，谢顶和他的部落从此化为乌有。回到汉部落后，新人的融合也很顺利，部落里有几个是之前从谢顶那里交易的族人，很快他们就打成一片，而你也没有骗他们。汉部落的食物储量确实很多，加上这次缴获的200人吃一冬天也没什么问题，只是山洞的人口承载能力已经达到了上限，好在冬天就要到了，挤挤更暖和。让这些人感到惊讶的是，汉部落居然养了野兽，尤其是肉包和灰山这样的巨怪，这让他们对汉部落的强大有了新的认识。现在他们为成为了汉部落的一员感到非常自豪。女人们这些天一直在搓绳子，山洞里已经足足堆放了几大捆。男人们继续砍树，树干留下来当建材，树枝用来当烧窑用的柴禾。你这些天也没闲着，把需要的木工工具一样一样做出来，然后又浇筑了50把青铜铲。有了挖土的工具，你的第1期引水人工和工程就必须开始了。你拿着一根女人们编制的超长麻绳作为尺子，先是在山洞正北方量出建成的位置，然后在成指的4个角上分别埋了一根原木作为标记，以此来找到最佳的河道位置。然后就是建砖窑了。挖河工程只要开始就会产生大量的泥土，所以你准备挖河和制砖坯同时进行，因为你打算烧制的是青砖，而青砖的烧制工艺里需要用到大量的水，所以为了取水方便，砖窑选址就定在小河边。学子前一段时间烧制了很多红砖，这些砖块正好用来建窑。圆柱形的砖窑动用了全部落所有的劳力，整整建了5天才完成，又花了一些时间做了一些砖模，准备工作才算完成。这时你耗费多天时间打造的距离也终于亮相了。宽2米的木架下面装了4个青铜距离，只要这玩意拉起来，一次就能翻耕2米宽的土地，深度更是达到了40厘米。至于启动这玩意的动力，当然就是肉包和灰山了。2架距离并排在一起，拉着距离向前走，直接把后面4米宽的河道全都翻了一遍。不到1个小时，俩货就把700米长的河道刨了40厘米的深度。见此，你简直
直是喜出望外。照这个速度下去，也许自己的建成计划就不用3年了。烧砖的工作你准备等到冬天再干，那时所有人都闲着没有事干，而且冬天烧砖窑会很暖和，是个幸福的工作。但眼下却有一个问题，因为这些砖坯都是用来包裹夯土城墙的，所以每块砖都很大，这样搬运泥料和砖坯就会浪费很多时间。于是你决定马上着手造一辆简单的灰斗车。新的项目启动找帮手自然是第一条，以后他们也可以成为部落里的专业木工。而汉部落对木匠最有天赋的就得算木桶了，这家伙在树部落的时候就能想出来用烧红的炭在原木桩上烧出一个桶来。另一个是老实巴交的木屯，这人平时不爱和人说话，但是做事非常踏实。接下来依据自己前世对马车的记忆再加以改造，三人用了1整天的时间，第一辆小推车诞生了，马上交付工程队使用。族人们对于这种新出现的运输工具很感兴趣，比起肩扛手台确实省力不少，但是你却并不乐观。你注意到小推车在转圈的时候总是不停的左右打摆子，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绝对会散架。找出了问题所在，你马上开始动手改进，主要就是加长轮芯。你向2个助手交代清楚以后，3个人各忙各的。这次改进比第一次造车快了很多，2小时以后第2代小推车就面世了。这次的小推车果然不再左右摇摆，大家的工作效率立马就提了上来。于是第2辆车被定为量产型，开始批量制作，首批先做30辆出来。现在男人女人加一起，几10个成年劳动力肯定是有的。这种灰斗车专门用来拉土，以后肯定会大量的使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木匠3人组以2天3辆小推车的速度装备工程队。第一期引水河的工程在飞速进行着。之前被耽搁的制砖工作，也因为有了小推车的不断加入，进度快了很多。一直到了开工的第18天，一条长698米、深4米的长沟出现在你面前。这时你叫停了挖河工作，剩下的2米等到需要引水的时候再挖开。族人们又回到正常的生活轨迹，男人们继续伐木，为以后的建设做储备；女人们则是又去采集食物，他们觉得食物是越多越好。30辆小推车的打造也完成了。为了将来能够大量开采铜矿，现在木桶和木屯正在你的指导下试制可以让马铃拉的大车。他俩有了前2次的制造经验，你将4轮车的制造方案告诉他们，就让他们自己折腾，而你则是把时间花在耕地里的打造上。所有人都有序地忙着自己的工作。这天早晨，当你出了山洞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白茫茫的一片。等待已久的冬天终于来了，鹅毛般的雪花一直不停地下着，天阴沉沉的，也不知道要下到什么时候。男人们的伐木工作停止了，全都窝在山洞里，女人们也不闹腾着去采集食物了。这样的天气烧砖肯定是不行了，只有等到雪停了再说。于是你就开始了蓄谋已久的计划，普及普通话和文字。其实现在汉部落的族人已经掌握了一些词汇，尤其是去病，一些简单的话他现在已经能说了，这样的话就简单多了。你只需要再教大家一些必要的词汇，再把这些连起来使用就行了。至于汉字，现在教他们学简体字不太现实，和象形文字最接近的隶书则更容易被接受，会不会写没那么重要，主要是一定要认识。为了提高大家学习的积极性，你规定每天晚饭前会检查1次功课，念不出来的晚饭减半，学得好的也有奖励。这一招果然凑效，所有的族人全都热情高涨，尤其是小孩子们，下课的时候还会自发的几个围在一起练习。几天后雪终于停了，烧砖的计划也正式启动。你亲自示范2窑之后，就交给族人们去干了。他们倒也不需要每天都干活，基本就装窑和盛砖出窑的时候，其余则是烧制和冷却的时间。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着，每天学汉语和汉字，隔几天搬1次砖，平凡而又充实。大家不忙的时候就做一些饰品装饰自己，其中以男人居多，什么骨头项链、羽毛什么玩意儿的可劲往身上招呼，你不明所以。后来还是长老告诉你，为了防止近亲交合导致人种退化，很多部落都会在开春的时候聚到一起举行相亲会。女方如果看男方顺眼，就会跟着去男方的部落，而这个顺眼的标准就是看你够不够强壮，部落的实力怎么样，还有食物多不多。这点从男方身上的骨饰就可以观察出来。如果你带着一根特别长的大腿骨当武器，那你的部落肯定就具有猎杀大型猛兽的实力，自然也代表你的部落不会缺少食物。这话也给了你一些启发，自己身上似乎也缺少一点什么东西。那些骨饰项链你自然是看不上的。思来想去，你决定把发箍这种饰品搞出来。发箍的材料多为金银玉石或者皮革，只要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材质就可以。自古以来，金子就是高贵的象征。汉部落没有金子，所以你的棺就是镂空的铜做的。既然自己换了，就不能让族人的脑袋上啥也没有。于是又给大树用锡做了一个银色的，大树很喜欢。其他的成年男性在你的指导下也做出来一些其他材质的发箍，兽皮的、木头的、骨质的全都有，甚至还有簪子。从此汉部落里又有了一个新规定，小孩只能束发或者戴发箍，但是不能插簪子。成年男人可以戴发箍，而且必须要插簪子，以此来区分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女人们也不再是只留马尾的发型，成年的妇女都要盘发，可以使用木梳或者簪子作为头饰。未成年的女孩可以扎马尾，也可以披发或者编辫子，也用簪子做装饰。金属作为战略物资是不可能每人都用来做饰品的，所以你就以金属饰品作为奖励发放，只要对部落有功的人都能有机会得到。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汉部落里现在只要一看脑袋，就能看出这人的身份和年龄阶层，或者有没有对部落有过功劳。去病的发箍也是你做的，上面有一个云纹的铜口，以学汉字最快的名义奖励给他。他是小孩子里第一个拥有金属饰品的孩子，因此非常开心。其实
使你那么卖力的搞装饰品，也不只是为了区分族人的阶层，主要还是为了那个相亲会，倒不是为了去相亲，而是为了见见别的部落的人，看看能不能做点交易。以前汉部落的食盐都是靠着和谢顶的部落交易来的，但现在谢顶的部落没有了，所以在没有找到盐矿之前，你想要找到新的卖家，要知道汉部落的陶器可是很值钱的，你不仅想用陶器换盐，还想买些人口回来，指望靠着现在这不到200人自己生，下辈子也塞不满你的一座城。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部落都能像汉部落这样，根本不用为食物发愁，还靠着现在这不到200人自己生，下辈子也塞不满你的一座城。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部落都能像汉部落这样，根本不用为食物发愁，还能在闲暇之余想想自己部落的发展大计。比如汉部落东面的黑鼠部落，这是一个人口足有150多的中型部落，他们和汉部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黑鼠部落有自己的信仰，他们信奉黑鼠，也有专门负责与神沟通的巫。今年冬天黑鼠巫自称得到了神明的指引，说这个冬天会比往年更加漫长，他很担心储存的食物不支撑到明年的春天，所以让首领带领狩猎队出去寻找食物。于是黑鼠部落的首领鼠大就带着19个小弟出门狩猎了。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就在他们部落西边丛林的尽头，隔3差5会冒出浓浓的黑烟，宽的和他们没有能力过去，所以后来就没走过那么远了。现在看那冒烟的位置，分明就是在河水附近。鼠大马上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黑鼠巫，巫倒是没那么惊讶，反倒是对这些人烧火很感兴趣。在鼠巫的认识中，火就是用来烧食物的，经常烧火那就表示他们的食物很多，要是为了取暖的话，为什么不一直烧呢？鼠巫很疑惑，所以就让鼠大带人去看看，如果有可能，可以跟对方试着交易一下，也许还能学到什么东西也说不定。于是鼠大就带着队伍出发了，去完成这个外交性质的行动。而在汉部落这边，木桶和六指正守在砖窑旁边，没事就看看窑里的火，过一会儿就往里面扔一把柴火。两人从昨天晚上一直烧到今天下午，这会儿窑里的砖坯已经烧到了红得刺眼的程度，是时候灌水封窑了。木桶拍了拍六指，让他回山洞叫人干活。六指点点头，一路头也不回的就去了山洞。可就在木桶一人留守的空档期，地面上突然传来了肉包的大吼声，紧接着就是肉包奔跑的声音，然后还有人类嗷嗷喊叫声。木桶急忙从地下的烧火口爬上地面，刚露出脑袋就看见10几把长矛嗖嗖的飞向肉包，吓得他撒腿狂奔，一路冲向山洞。你正准备带人去给砖窑灌水，结果刚一出山洞就看到了肉包被人追杀的这一幕。鼠大等人本想着追上去，结果突然就看到你带着一群人从山洞里出来，顿时就愣住了。我操，谁特么敢杀我家肉包？都给我抄家伙！族人们听到自家首领的命令，立刻嗷嗷叫着冲出来，70、80号人，每人手里还都拿着武器，直接就把鼠大一行人包围了。鼠大嘴巴大张着，面前的一群人全都凶神恶煞，领头的年轻男子面容冷峻，头戴金冠金簪，手持一把百杆金枪瞪着自己，后面的阵容就更是闪瞎眼了，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把霍霍生辉的青铜铲。先别管战斗力怎么样，光是这豪华的阵容就足以让鼠大他们吓得不敢动弹。肉包这时候也看到自己老大控制了场面，屁颠屁颠的又跑了回来，站在你身后狗仗人势的对鼠大吼了一声。你拍了拍他的鼻子示意他安静，转头对鼠大说道：这头像是我们的，你们为什么要攻击他？鼠大有些懵逼，但你看起来和这个怪兽很熟的样子，他没想到这个邻居部落居然可以控制那么大的怪兽。可是让他更没想到的是，比肉包还大1号的灰山这时也听到动静跑了过来，站在肉包的身边好奇的看着被围住的一行人。鼠大和一群小弟都吓尿了，我操，居然还有！见鼠大他们都是一副惊呆的表情，你皱了皱眉，让旁边的长老过去问问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这里。长老上去对着鼠大一通连说带比划，把你说的话翻译了一遍，又介绍了一下你的首领身份。鼠大听了长老的话，先是一通道歉，自己也不知道这怪兽是有主人的，这才想着猎了回去过冬，最后又涕泪横流的把自己的来意说了出来。你没想到对方竟是想过来交易食物的，不过要是他们真有能让你看上的东西，倒也不是不行。那你们有什么东西可以交换？鼠大犹豫了一下，我们用石盆交换行不行？毕竟自己部落可是有好几个，而石盆也是每个部落的必备品。这次还没等你发话，长老就已经开口，石盆自己部落有的是，要是你们想要的话，也可以拿东西来交换，盐和人口都行。现在轮到鼠大傻眼了，对方居然有很多石盆，还可以换给自己。长老看鼠大不信，就叫几个孩子去搬一套陶器出来，没2分钟，几个孩子就搬了一个水缸、一个锅，还有几个碗出来，甚至还有几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孩子，捧着一碗肉汤站在洞口吸溜吸溜的喝着。这把鼠大看得一愣一愣的，自己还从没闻到过这种肉香味。你让人盛了一碗肉汤给他，毕竟没尝过肉汤就不知道陶器的真正用途。鼠大小心翼翼地端过肉汤，学着小孩的样子吸溜了一口，顿时从嗓子暖到了胃里，过了一会儿全身都暖和了。这肉汤可是你专门熬出来御寒的，里面的肉不多，但是加了猪大骨还有辣椒，平日里没事喝上2口，别提有多舒坦。鼠大已经被这肉汤的滋味彻底征服，当即就决定要用人口换陶钵。至于什么是盐，压根就没有听说过。长老把从前交易陶器的报价说了一遍，一个陶钵换2个未成年男孩或者一个成年女人，这个价格鼠大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自己这次出来根本没有带女人和小孩，可自己又很想带回去一个陶钵，于是只能舔着脸问你能不能先把钵带回去，下次再把人带过来。一听这话，你顿时就不乐意了，赊账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赊账。万一对方要是赖账，自己不是成了被人耍的傻子吗？鼠大见你不同意，立刻从小弟那里取过一个鼓鼓的兽皮袋交到你手上，这里面是食物，虽然不多，但希望你能先让我们拿走一个石盆，下次我们还会用人来换这个石盆，老子会缺你这
些点食物吗？你胡乱的打开袋子，毫不在意的往里面瞥了瞥，可不料下一刻你的眼睛就再也挪不开了。这特么不是花生吗？脑袋里瞬间飘过 N 多花生、炒花生、盐水煮花生、油炸花生、花生酱，这可是好东西啊！除了本身营养价值很高以外，最关键是还可以榨油。要是种上一大片，就再也不缺食用油了。而且有了油脂就可以做肥皂、做蜡烛，甚至是做炸药。所以说花生是战略物资也不为过。你压抑着激动的心情，忍了好半天才重新恢复镇静。这东西你们是从哪里弄来的？鼠大一阵咿咿呀呀乱比划，你这才知道他们部落所谓的神就是黑毛老鼠，而花生就是从老鼠窝里挖出来的。他们知道上哪寻找藏有花生的老鼠洞，所以花生在他们部落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你暗自点了点头，随手拿出一个大筐来，用这样的一筐花生也能换陶器，但是必须要果壳没有损坏的才行。鼠大简直不敢相信，你居然会开出那么优惠的条件，连忙欣喜若狂的答应下次会多带来一些。到最后，鼠大带走了那个大筐，还有一个陶锅和一个陶碗，还有你赠送的一把勺子。看着几人离开的背影，你忽然觉得一阵后怕，这次居然被一个陌生部落突袭到了山洞门口。幸好他们的人也不算多，如果他们是专程来攻击汉部落的，那汉部落就算能挡住他们，说不定也会造成伤亡。之前你也计划过防御工事，可是那么大的城墙哪是说建起来就建起来的？这段防守空档期必须先搞一个可以依托的防御工事才行。你先让大树带人去给砖窑灌水封窑，自己就站在山洞口思考起来。砖窑已经烧了2个月了，现在已经堆积了大量的城砖，建成的是要等到明年春天才能开始。那现在这些砖不就都闲着了吗？想到这里，一个简单快速的防御工事就出现在你的脑袋里。第二天一大早，你把所有成年人召集起来，告诉他们你要用3面墙把山洞围起来，只在东面留1到2米宽的门，门口用一个3米高的马具当做大门，正面并排绑上4层长矛。这道简单的围墙直接用青砖堆砌而成。这么冷的天，只需要在砌好的砖墙上倒水就可以粘合。等来年开春天气回暖解冻之后，这些砖还可以用来建成，并不会影响使用。接下来别的部落还在吃生肉啃野菜，你却带着族人喝鲜汤吃烤肉，不仅吃上了香喷喷的大米饭，而且还用上了跨越年代的先进武器。只因你带着超前的特种技术回到这远古时代，黑鼠部落突然的到来让你意识到了潜在的危机，于是你打算给汉部落做一道防御工事。第二天一大早，你把所有成年人召集起来，告诉他们你要建3面墙把山洞围起来，只在东面留1到2米宽的门，围墙直接用青砖堆砌而成。这么冷的天，只需要在砌好的砖墙上倒水就可以粘合。等来年开春天气回暖解冻之后，这些砖还可以用来建成，并不会影响使用。接下来几天，全族所有成年人一起动手，围墙的高度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飞涨。而黑鼠部落那边，鼠大正在用换来的陶锅煮着肉汤，跟长老介绍着这次外交行动的见闻和收获。黑鼠无闻言直接拍板说必须亲自去一趟汉部落。而在汉部落里，那道临时的围墙已经竣工，3米高将近半米厚的墙体足以挡住任何人类的进攻。简易的冰砖围墙建好了，防守的武器自然也要准备。上次族人拿的武器大都是青铜铲，那玩意虽然也能当武器用，但只能用于近战。可是只要近战就容易造成伤亡，所以远程武器才是开发的重点。思来想去，还是头矛比较稳妥，只要被击中，那肯定是必死无疑。之前汉部落的头矛都是木矛，穿透力不够也不经用，但你现在还有几百斤的金板银板，只需要在木矛上加上金属的矛头就行。而这个矛头的制作也非常简单，你先亲手制作好一个，接着就把剩下的交给木头和木屯2人。一直到了第4天，新式头矛已经生产了260根。现在有了围墙和头矛，你终于是放下了心。只要来的敌人不超过20个，汉部落的60多号成年人只要1轮头矛就能把敌人全部歼灭。而此时鼠大带着族人过了小河，但是却找不到汉部落的山洞。只见前几天还是空地的地方，竟突兀的出现了一道白里透青的冰墙。鼠大快速的冲到冰墙跟前，这道墙前几天还没有，这是从地里面钻出来的。后面的鼠屋也跟了上来，看着这道墙，他不由得高呼一声，这简直是神迹。围墙里玩耍的肉包被外面的嘈杂声吸引，一溜烟的就跑到门口向外张望，看到上次拿长矛扎他的那群人，他立刻把鼻子伸到外面吼了一声。鼠大这才注意到，原来这道墙还有一道门，只是木架子朝外的一面全是坚硬的木矛。虽然不知道这东西是干嘛的，但他脑袋里还是能脑补出敌人冲过来全被上面的尖刺扎死的场景，不由得啧啧称奇。女人和男孩则是在思考，汉部落为什么没有把刚才的4脚兽吃掉，那得有多少肉啊。这时你听到肉包的吼声，带着10几个族人走出了山洞，每人都拿着一根新式头矛。鼠大赶紧表明自己这次是来交换陶器，还把后面的女人和孩子拉到前面让你看。你点点头，这才让小弟把巨马打开。鼠大一行人进门后，瞬间被眼前的情景震得懵了。只见触栏的旁边停放着30辆一模一样的小推车，山洞口的旁边还立着50把铜铲200多根头矛，那一排排整齐的矛头金光闪闪。到了山洞口的位置处，蓝马铃正在草棚中吃草，看见陌生人来了，立刻吼吼的叫唤起来。鼠大众人顿时就吓了一跳，一直到了山洞里面，鼠大他们都没回过神来。来到山洞内，他们随便扫一眼，到处都是人，看样子绝对不比黑鼠部落的人少。汉部落的族人正在打量着鼠大他们，鼠大则是看着火塘边的180个陶锅傻了眼，这得有多少啊？能把他们全部
部落都换回来。几个黑鼠部落的女人却关注着汉部落女人，她们全都面色红润，一看就没饿着，而且每人都有兽皮可以穿。只有黑鼠部落的鼠巫最有眼光，一直盯着岩壁上的几百个汉子发呆。你看这个老头对汉子有兴趣就没打扰，你告诉长老先去和鼠大进行交易。这次鼠大带了7个女人和6个11、12岁的男孩，还有4筐花生，他准备换10个陶钵和4个陶碗。拿到这陶器以后，鼠大很高兴，以后自己的族人也能喝上暖乎乎的肉汤。可更开心的是这些被交易的男孩和少女，汉部落看着就很强大，想着以后能像这里的其他人一样不再饿肚子，都有点小激动。鼠巫看他们交易完了，就急匆匆地走到你身边，问那些汉字是什么。直觉告诉他那些符号很高级，你见他有兴趣，就拿了根小棍仔细给他讲解。鼠巫这才明白，那些符号是汉部落语言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如果人人都学会了这种符号，是不是自己写一些符号给别人看，别人就知道自己说什么？你不知道这老头在想什么，但看他在思考也没打扰。别看汉部落的人天天学汉字，但都是看在那些糖浆炒栗子的份上，像这样能够自己琢磨思考的一个都找不到，一时间也起了爱才之心。尽管这只是一个其他部落的老头，事情办完后，你主动邀请鼠巫和鼠大他们留宿一晚。鼠巫听到了你的邀请，十分痛快地答应下来。他也有很多的问题想和你交流，为了表示欢迎，你宣布今天加餐1顿，但山洞里如果都躺着睡觉，地方肯定不够。于是你准备把兔子圈搬到山洞外的空地上，把山洞里的空间腾出来一些。你选了位置，就让族人马上开工，用青砖砌上4面墙，地面也全部铺上，再撒上厚厚的干草，就算是完活了。女人们把50多只兔子全都抱到外面的圈里。鼠巫主动问起为什么你不把兔子杀掉，这些可都是食物啊。还没等你回答，大树就抢先解释了起来，把你养殖兔子的目的说了一下。他是亲眼看见兔子第一次繁殖从30来个直接变成50多个，现在养兔子可比从前抓兔子轻松多了。黑鼠部落众人听了都很吃惊，养殖的道理很简单，他们全都听得懂，只是没想到居然还有这样储存食物的方式。而鼠巫则是对汉部落的种种神奇有着暗自的猜测，悄悄地把你拉到一边，小声地问道：这些东西都是谁告诉你的？是你们部落的神吗？你直接告诉他自己部落并没有神，这些东西是自己天生就知道。鼠巫听了这话，顿时看你的眼神都变了。是你们部落的神吗？你直接告诉他自己部落并没有神，这些东西是自己天生就知道。鼠巫听了这话，顿时看你的眼神都变了。难道你就是神吗？你没有管他异样的眼光，又带着一行人参观即将要改造的水田，骄傲地告诉他到了明年自己就会有吃不完的食物。鼠大听了有些疑惑，虽然你的部落比自己的人多，但是这些人也吃不了这么多的食物。逛了那么老半天，他终于问到点上了。你微笑着告诉他自己会邀请别的部落加入汉部落。鼠大对这个回答表示很不以为然，没有哪个部落会愿意直接加入你。闻言你淡笑一声，将大树叫到了身边，让他自己讲他们的遭遇。大树因为亲身经历过当时食人族入侵的情景，说起来竟让他们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鼠大听得冷汗直冒，没想到居然有这样的部落，幸好没让自己的部落遇到。你看时机已经成熟，就又放了一个重磅消息，那个食人族的部落就在河的那边，他们有很多成年男人，每次出现都不会少于50个，还有很多和灰山一样大的长鼻子怪兽，可能就离你们部落不远，希望你们小心一些。说完了这些，你拍拍鼠大的肩膀，转身就回围墙里面去了。鼠巫和鼠大都被这个消息吓坏了，得知食人族就在自己部落附近，他们哪还能安稳的在汉部落做客，马上就去找你辞行，说是要回去做好防御。既然要走，你也没有必要再留着，你送给了他们10条大鱼，算是路上的食物。临走时你还对鼠巫说，如果遇到危险，可以来这里寻求帮助。鼠巫和鼠大闻言感动的不要不要的，嘴里对你不住的感谢，这才带着族人匆匆往自己部落里赶去。随着一行人的离开，汉部落再次恢复了平静。就在冬季第3个满月的前一天，又下了1天1夜的鹅毛大雪，空地上的积雪都有了30公分的厚度，烧砖的工作被迫停了下来。这天你正躺在树旁的草垛上剥栗子，肉包和灰山就趴在你的两边，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偷上几颗。就在这个时候，灰山突然抬起头，扇着大耳朵听着远处的动静，你察觉到了异样，立刻也停下了动作。过了不到1分钟，一阵激烈的震感就从地面传了过来，你急忙冲出树栏，爬到西侧的围墙后面观察情况。只见西边的临近县处，一支由众多食肉凶兽组成的狩猎大军，正在雪地里死命地追赶着一群食草动物。在前面夺路狂奔的不仅有你从未见到的野牛群，还有曾经只能在博物馆里才见过的大角鹿。混在队伍中间的甚至还有几十头传说中的神兽草泥马，也就是羊驼。而在后面追逐的狩猎者，不仅有高大的恐鸟，还有成群结队的野猪。但他们在这支狩猎大军里也只能算是打杂混热闹的边角，而这支大军里真正的主力，却是一群总数超过200多只的灰狼群。的趴在一边看着眼前的好戏。此时大批的追兵就在身后，领头的公牛领着100多号牛小弟奋力向东北方逃去，后面带队的头狼带着100多条恶狼，风驰电掣地向牛群2翼包抄过去。群牛跑着跑着就跑到了你为改造水田挖的人工河旁，眼前的场景顿时让牛群全身的牛毛都炸了起来。这特么什么时候多出来一条又深又长的沟？带队的头牛都要疯了，眼前这条沟肯定是过不去了，只能硬生生停住身形并排在一起，将尖锐的牛角移至对外。狼群则皱着鼻子呲着尖牙步步紧逼，逐渐地缩小着包围圈。就在这大战一触即发的时
时刻，一声响亮的放屁声打破了战前的平静。牛群和狼群都愣了，数百双满含好奇的眼睛齐刷刷地看向了西面的墙头。只见你用巴掌不停地抽在旁边一只孔象的头上，特么的我让你偷吃栗子，现在你害死咱了！盯着这边的牛群眼睛一下就亮了，因为那道围墙的附近没有沟。狼群的眼睛也亮了，因为他们发现了比牛群更好捕捉的食物。你突然发现了他们眼中的异样，立刻撒腿就往山洞跑去，边跑边喊拿武器守住洞口。围墙现在是指望不上了，半米厚3米高的砖墙用来防御人类进攻是没什么问题，可如果是一群发疯的野牛就不好说了。牛群根本不明白你说什么，率先发动了突围，目标正是你这个方向。狼群的头狼看到牛群突围，急忙发出指令，命令小弟驱赶野猪，组织第一波反冲锋。猪群立马冲在了最前面，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毕竟自己数量没比。狼群的眼睛也亮了，因为他们发现了比牛群更好捕捉的食物。你突然发现了他们眼中的异样，立刻撒腿就往山洞跑去，边跑边喊拿武器守住洞口。围墙现在是指望不上了，半米厚3米高的砖墙用来防御人类进攻是没什么问题，可如果是一群发疯的野牛就不好说了。牛群根本不明白你说什么，率先发动了突围，目标正是你这个方向。狼群的头狼看到牛群突围，急忙发出指令，命令小弟驱赶野猪，组织第一波反冲锋。猪群立马冲在了最前面，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毕竟自己数量没别人多，又想在这场猎杀中分得一杯羹，只好当起了狼群的马前卒。现在生路就在眼前，牛群怎么可能后退？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碰撞，宛如火星撞地球一样发生了。100多头身高2米多、体重超1吨的野牛集体冲锋，平时看起来威猛无敌的野猪，也不过是刺刀前面的一层纸而已。半米多长的牛角把野猪挑得开膛破肚，只是一个照面，猪群就被撞飞了数十头，狠狠地砸在后面汉部落的围墙上，用冰水冻结的青砖围墙承受不住连续不断的猛烈撞击，哗啦啦的倒了下来。肉包和灰山吓得连忙跑到山洞口，不停地往后退，屁股都要把洞口堵上。剩下10几头野猪吓得肝胆俱裂，居然反身踩着同伴的身体往围墙里跑进。后面的牛群在混乱中也冲进来10多头，双方一个照面就展开了大战，瞬间就冲垮了围墙。2匹在棚里吓得腿打哆嗦的蓝马羚遭了池鱼之殃，被牛角顶中当场毙命。而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辛苦攒下的家业毁于一旦。这样的史前猛兽大混战，不是个人武力可以左右，只能勉强做到保全自己和族人。在混乱的冲撞中，触棚倒塌，10多匹被拴住的蓝马羚被压在倒塌的触棚下面，又被惊慌失措的野猪和发疯的野牛一阵践踏，下面的蓝马羚都不知道还能活下几只，这看得你一阵心痛。那可都是你费尽心力亲自带回来的。而围墙外面，上百头野牛竟真的突破了包围，此时已经绕过了人工河，向汉部落后山的东北方向跑去。刚才猪群被撞飞的那一幕还历历在目，狼群根本不敢正面阻挡，只能在外围四处撕咬。外围落单的野牛被咬死了20多头。这时头狼也下达了停止追击的命令，开始准备享用这场大餐。但围墙里的你却是急红了眼，自己弄回来的马羚全都挂了，现在不趁机捞点好处，那可就血本无归了呀！你当即把部落里的成年人都叫了出来，让他们准备头毛，杀死围墙里所有的野牛和野猪，这些都是送到嘴里的肉，哪有不收的道理？下一刻，70、80人在洞口依次排开，一片毛雨瞬间覆盖了还在围墙里肆虐的野猪，20多头野兽当场倒在了地上，每个身上都中了数根长毛。接着你让长老带着孩子们防御洞口，其他人就跟你一起向围墙的倒塌处跑去，那里还有几十头被撞得半死不活的野猪。列阵，男人第一排防御，女人在后面补刀，杀死所有的野猪，然后拖到围墙里去。你向前一步踏出，横持金枪警惕地盯着前面的狼群。汉部落的10几个男人纷纷站在你的两侧，列成一字横阵，举矛防御。后面的女人手持铜矛，对着倒地不起的野猪痛下杀手。一时间，噗呲噗呲的捅刺声、野猪的哀嚎声以及女人们壮胆的呐喊声不绝于耳。这边的状况很快吸引了狼群的注意，紧接着头狼一声嘶吼响起，四周正在分食野牛的狼群纷纷停下了动作，满嘴鲜血淋漓地看向了你这边。一场新的大战即将爆发，你急忙大喊着命令族人收缩阵型，凡是成功击杀狼群的都会奖励狼皮和长弓。原本看着数百头的狼群族人们还是心里打怵，可是现在他们的眼里只剩下狂热，看着前面狰狞恐怖的狼群，仿佛看到了一堆如山的皮毛向自己走来。下一刻，头狼一声长嚎，所有的狼群全都汇聚起冲锋队形，快速朝着断墙这里飞奔而来。当即你第一个带头举起长枪，照着一头猛扑过来的恶狼就是一刺，噗呲一声鲜血四溅，刚才还凶猛无比的恶狼立刻软软的倒在地上。两旁的男人们也完成了第一轮突刺，长枪阵的前面留下10数头灰狼尸体。围墙里因为肉包和灰山的帮忙，50多头野猪已经全军覆没。空出手来的女人也赶忙加入了战阵，站在了第一排男人的空隙间，剩下的女人也拿着长矛站到了第2排，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双方的交锋不过片刻，长枪阵前面就已经堆了不下40具狼尸，尤其是第一排又加入了1倍的女人。正面战场上汉部落已经没有了压力，可是像灰狼那么狡猾的动物怎么可能轻易认栽？就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他指挥着另一匹狼悄悄从围墙包抄，准备给眼前的这些人来个致命一击。但这根本瞒不过一直注意头狼动静的你，看出头狼的意图，你几步爬到旁边的墙头，居高临下观察战场局势。断墙处的正面战场上已经堆积了50多头灰狼尸体，像一堵矮墙一样挡在断墙前面。头狼发现你突然爬到了墙头上，担心自己声东击西的计谋被识破，又是嘶吼一声，命令正面战场的冲锋队改变攻击方式。一只体型硕大的精锐灰狼踩着同伴的尸体纵身一跃，企图直接跨过第1层的长枪阵，直接扑杀后面的第2排。这一突发的状况瞬间吸引了你的注意力，你赶紧叫第1排前进一步，第2排防御第1
排的头顶。也就在这个时候，南面的围墙突然传来一声灰狼的惨嚎，一转头看去，你不由得瞪大了眼睛。只见南面围墙的里面，肉包甩动巨大的鼻子，不停抽打着想要窜上围墙的灰狼。灰山见状也赶忙学着样子，和肉包一起并肩作战。正面的战场稳了下来，头狼看攻击无效，只能让狼群不再继续冲锋。现在就希望从侧面偷袭的那一队能有所收获。就在这时，一头健硕的灰狼踩着同伴猛地一跃，眼看就要窜过3米高的墙头。然而这时突然飞出一支羽箭，正中那头灰狼的脖子，这把后面还准备翻墙的灰狼吓了一跳，接着又是嗖嗖数箭，直接击垮了狼群。头狼看2个方向都是突破无望，再也不敢继续进攻，立刻发出一声震天的嚎叫，匆忙收兵，转头继续分食外面的野牛尸体。可是你怎么会放过他们？死了那么多的蓝马灵，你怎么能咽下这口气？随即下达一系列的命令，让男人们继续警戒。女人们把断墙前面的灰狼尸体都拖到围墙里，又分出几个女人用木柴和猪油制作火把，又让长老把库存的羽箭都拿出来。10几分钟后，肉包背上驮着部落里所有能用的蛇，灰山脖子上挂着你的剑壶，后背上驮着你，身边跟着30个手持火把和长矛的成年族人，一路向那些倒地野牛走去。到了一个野牛尸体附近，先是离着30多米射箭杀死几头狼后，其他的灰狼也不敢继续待在那里，纷纷逃向其他地方，以趁机带人过去占领一具牛尸，让族人们用绳子套上牛头，再让肉包和灰山拖回去。就这样一趟一趟搬运，从围墙里出来的时候，又顺带拖出来一大捆木柴。狼群因为见识了铜矛和弓箭的厉害，再加上每个族人的手里还都有火把，也是只能憋屈的看着这些人类把他们的猎物拖走。连在远处啄食野牛的恐鸟都被你用弓箭远距离射杀，全都成了汉部落的猎物。狼群被逼无奈，只能把目光又瞄向了掉在沟里的那些活物。还没等他们再次发动攻击，整条人工河的岸边都燃起了熊熊大火。好不甘心地退回了森林。而在人工河的岸边，你也和族人举着火把检验这次的收获。700米长的河沟里，36只草泥马，28头大角鹿，47头大大小小的野牛，还有7、8只被踩死的灰狼和1只断了腿的孔雀。经过1个多小时的折腾，外面散落的野兽尸体全都被拖回围墙。时间也到了半夜，现在族人们也都累得不行。为了让大家接下来有力气干活，你让几个女人宰了1头野猪，给大家做宵夜，每人1大块烤肉，肉汤不限量。这是入冬3个月以来所有人吃上的第1顿新鲜的烤肉，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男人们也自豪地吹嘘着自己刚才杀了几头灰狼，能换到多少奖励啥的。吃完饭天也亮得差不多了，70多个成年人被你分成4队，其中1队10个人轮班站在围墙上，负责警戒和巡逻，另外1队20人负责修补围墙和栅栏，剩下的40多人拿着工具跟着你去了围墙外面。先是安排6个人用铜铲在人工河的北面挖了条向上的斜坡，这个坡道仅能容下1头牲畜通过，只要上了这个斜坡就再也不可能转身。另外的30多人则是在你的指挥下搭建木栏，只要下面的牲畜一上来，就会进入这个窄小的木栏通道，在里面点上木炭，把2把铜钩插到了炭炉里加热，做好了所有准备工作。你让人抱来1捆草料，勾引河道里的动物往坡道这里走。这些食草动物此时又冷又饿，刚一看到1捆干草就马上起身，顺着坡道爬上地面。等到了地面上就好办了，几个人拿着绳子一套，直接牵进围墙里拴着，等候安排。最后上来的公牛在斜坡上刚一露头，直接被几人用木棍封住了前后路。你立刻取了烧红的铜钩为骑上了鼻环，狂暴的公牛顿时就变成了老实的鹌鹑，任凭族人拉着他们进了围墙。这个工作一直忙到下午才结束，整个河道里连死的带活的都弄了出来，清点了所有的收获，3种活着的牲畜总共缴获97头，死掉的野牛总共有45头，野猪52头，大角鹿17头，灰狼113只，还有被弓箭射死的恐鸟14只，再加上树棚里被殃及池鱼的蓝马林，所有的全部阵亡。万幸的是，这次的大混战里，兔子圈倒是奇迹般的保存了下来，忙忙碌碌的度过一天。到了傍晚的时候，所有的破损都已经全部修复，3面围墙又加高了5层青砖，防止那些灰狼再从外面跳进来。围墙里的空地上响起木柴燃烧的噼啪声和汉部落的欢声笑语，上百人围着篝火在努力的工作。小孩子们手里举着大块的烤肉，唱着你听不懂的歌，他们非常的开心，因为今天的食物不限量。而你则站在空地中央，看着已经忙碌了1天1夜仍然不知疲倦的族人，心里不由得有些发愁。冬天只剩下了1个来月，等天气暖和了，那些吃不完的肉怎么办？根本无法保存。剥皮割肉的工作一直忙活到半夜，可是族人们熬得眼睛都红了，还不知道休息。他们是真的高兴，这些人长那么大从没见过那么多的肉食。最后实在没办法，你只能强制他们去休息。第2天天刚亮，只休息半个晚上的族人们就干劲十足地爬了起来，你只能给他们重新安排工作。先是让瘸子带着大嘴和猴子去打造42个牛鼻环，然后又让男人们挖了2个小池子，在里面倒上草木灰水，用来消制那200多张兽皮。剩下的族人继续分解肉类。大树带着几个人在整理牛角和牛筋，你则是把原谢顶部落的3个成年男人叫了过来，询问他们以前的咸食是哪里弄的。咸食是我们的山洞的一个小洞里弄出来，每次都是让3、4岁的孩子进去，我们这些大人从来都没见过。你回答得很好，下次去找的时候你来带路。考虑到那些狼群还潜伏在西面的丛林里，你准备过一段时间再去采卸回来。现在既然知道了哪里有盐矿，那就不用担心缺盐了，直接让人把所有的库存盐都拿出来，开始教他们制作腌肉还有腊肠。
商量了一番，最后决定鼠大带着20人的狩猎队向西探索，看看是不是真的像你说的那样。自己则是留在部落指挥女人们修建篱笆围墙用来防御，甚至还学汉部落用木桩和石矛做了一个巨马当做大门。族人们使用交易来的陶器煮着肉汤，一边吃饭还一边小声讨论着，能做出来这么高级食盆的部落会有多么强大。要是我们也能被交换到汉部落就好了。这些话传到鼠屋的耳朵里，他也没有发作，只是闭上眼睛，脑袋里不停地回想着你说过的话。只要加入汉部落，就有吃不完的食物，有穿不完的兽皮，还有安全的居住地。这个声音不停地在鼠屋心底升腾出来。就在这时，鼠大带着狩猎队回来，手里拿着一大串人骨项链进了帐篷。这些是在森林里很多冻僵的尸体身上发现的。鼠屋见状连连点头，看来他们说的是真的。一时间两人都沉默了下来，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过了半晌，鼠屋对鼠大说道：“这2天我也让族人修建了围墙，如果那些食人族真的来攻击我，你觉得能不能守住？”“不行的，那些篱笆小孩子都能爬上去。”鼠屋无奈地叹了口气：“那就多安排一些人放哨，还有让女人和小孩们多制作一些武器。如果真的有那一天我们打不过的话，到时候再说吧。要是我们的人再多一点就好了。”鼠大点了点头，就要起身出去安排工作，可是突然又好像想到了什么：“我有一个想法，可以让咱们有更多的人。”鼠屋闻言眼睛顿时就亮了：“快说说什么想法？你还记得那个守着栗子林的栗部落吗？他们肯定也需要这些陶器，我们可以用这些陶器去跟他们交换人口。汉部落跟我们交易，用一个陶钵换2个未成年男孩或者1个成年女孩，那我们就给他翻倍，用陶钵换栗部落2个女人或者4个男孩，然后用这些换来的人再去跟汉部落交易，多出来的人我们就自己留下。”鼠屋听完顿时一喜，原来交易还可以这样，你小子真是个人才，就连远在小河西岸的你都没想到，原始社会里第一个倒腾差价的2道贩子就这样诞生了。就用这个办法，你带着人马上就去栗部落，就先用我们换过来的陶钵和他们交易。鼠大答应一声，赶忙出去着手准备。而在汉部落这边，你正想着用什么办法干掉那些狼群，那些狼群一直隐藏在森林里不出来，现在部落里的盐只剩下差不多1个月的用量，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你左思右想，出去打是不可能的，人带少了也只有当菜的份。就在这时，洞外响起了小巨病的声音：“让你不听话，老实点，不许乱动。”此时瘸子和大力正在给野牛戴牛鼻环，野牛因为疼痛有点不老实。小巨病拿着一根带刺的藤条在后面狐假虎威的抽牛屁股，你眼睛顿时一亮，心里突然有了主意，大笑着就去外面采集荆棘藤。这些藤蔓大概有手指粗细，上面长满了很硬的尖刺，正好用来做成致命的陷阱。先用斧子把它按照大拇指的长短砍成一节一节，然后泡在凉水里把它冻上，等上面冻上一层冰壳，把刺全包在里面，最后在外面抹上一层厚厚的猪油。只要这玩意被狼群吞到胃里，上面的冰壳在胃里融化，到时候那些荆棘藤就会扎穿他们的胃，他们就必死无疑了。当天中午，你先是骑着灰山到森林的边缘投掷了一些动物的内脏什么的，先给他们一点好处，用来麻痹狼群的防范。等到傍晚再次投喂的就是真正的夺命大礼，包裹了冰壳和猪油的荆棘藤足足装了好几大筐，撒满了西边森林的边缘。现在就坐等着那些灰狼上当了。眼看着冬天就要结束，部落事务千头万绪，春耕和采盐成了当下部落生存发展的重中之重。以往部落牲口稀少，能耕地的蓝马铃比现在的野牛体型明显小了许多，原先的小犁明显不合用。一款装有2个犁头的新式木架渐渐在你脑海中有了雏形。也就在你一门心思钻研新款青铜犁的时候，鼠大那个一心想2头捞好处的家伙踏上了他的商业之旅。栗部落人口足有230多人，部落领地内大片栗子林颇为壮观。虽说栗子没法当主食让全族人顿顿吃饱，但每逢狩猎淡季倒也能填补肚子，不至于饿殍遍野。部落日子过得还算安稳，他们的居住地在黑鼠部落南面，相隔不远不近，走路刚好1天路程。鼠大带着10个精壮汉子浩浩荡荡走了1天，抵达栗部落时正赶上人家准备晚饭。栗部落首领毛利和巫师瞧见他们，顿时心头火起。寒冬刚过3月，各个部落都存粮见底，自家都快揭不开锅了，这时候来串门不是摆明蹭饭吗？毛利当场就黑了脸。鼠大心里透亮，知道自己不受欢迎，赶忙满脸堆笑，解释自个不是来蹭饭的，还让手下拿出食物。毛利脸色这才缓和了一些，把他们领进部落的居住地，那是10几座半地下土屋，模样跟汉部落的砖窑有几分相像，一半藏在地下，地表用树枝搭出半球形穹顶，再糊上厚泥巴，顶上留个冒烟孔。鼠大一进屋，目光就被中间火塘吸引，只见栗部落族人正烤着栗子肉干，他心里有了底，镇定自若的让小弟盛上陶锅肉干，围着火塘自顾自做起晚餐。毛利的注意力全被陶锅勾了去，尤其听闻用这锅煮肉既能驱寒又能节省食物，当下就动了心。眼下部落缺粮，节省食物这点至关重要，可一谈价格，2人立马就起了争执。鼠大只带了陶锅、没水缸、陶碗做参照，毛利估摸不出陶锅价值，觉得鼠大是在狮子大开口。一番讨价还价后，双方敲定一个陶锅换3个男孩，或者1个女人加1个男孩。鼠大算盘打得叮当响，一心想扩充部落战斗力，只想要男孩，嫌弃女人力气小拖累队伍。这些男孩虽说才10至11岁，可按部落算法再有1、2年便能成年，稍加训练就能上阵杀敌。毛利心里不乐意了，以此给出这么多青壮劳力，部落虽说人多，但也经不住这么折腾。于是2人约定仅此一次，往后交易不许只要男孩。鼠大连连点头，满
满口答应下来。次日清晨，蜀大留下5个陶锅，带着交易来的15个男孩和手下心满意足返回黑蜀部落。眼瞅着冬季就要结束，他还惦记着和汉部落的交易，心急火燎盘算下一步计划。与此同时，汉部落这边一片欢腾，经历上次惊心动魄的部落保卫战，族人们个个战功赫赫，以战前承诺的奖励这回都要兑现。狼皮厚实保暖，部落里成年男女人人有份。铜饰品虽存量不多，可你毫不吝啬，男人们获赏特制铜扣，样式是威风凛凛的榔头，个头不大却意义非凡，象征作战有功，如同勋章一般。女人们则拿到精致铜簪，个个喜笑颜开。最让族人激动，当属人手一把长弓。大伙早就见识过长弓威力，近身狩猎伤亡大，远程攻击安全得多，箭矢携带量远超头矛，杀敌效率大大提升。新的制式长弓用质地坚硬、弹性极佳的杉木打造弓身，配上强韧无比、超级耐拉的剑麻纤维，弓弦全长1.75米，契合大部分族人身高，力量威力不容小觑。部落有现成木料和成套木工工具，本想着批量制作轻而易举，真上手才发现困难重重。首当其冲就是木料长弓选材严苛，杉木边材和新材比例1:2为佳，树新新材韧性差，做出的弓身容易损坏，寿命短。可部落现有的只有一个笨重的伐木大锯，需要2人合力才能拉动，根本干不了精细活。小小的手锯清理树枝还行，锯原木就费劲了。你苦想冥思许久，终于记起小时候见过的工具，也就是工字锯，靠框架绷直锯条锯木板木条最拿手。心里有了谱后，你迅速规划分工，让瘸子打造2头带孔的锯条，木桶制作木头工字框。2人经验丰富，做这小工具不在话下。你自己则埋头钻研另一难题，怎么在原木上画直线。脑海里第一个蹦出的便是淡墨线，这可是老祖宗的智慧结晶，2点一线定乾坤。部落虽有现成麻线，可墨汁却找不到，眼下火烧眉毛急需墨汁。你绞尽脑汁回忆古人制墨，知晓松烟墨是用含油松木不完全燃烧后的油烟残留物制成。虽说没必要大动干戈见窑修烟道收集，可简单搭个青砖小灶总行。你赶忙动手，点燃松枝，顿时就黑烟滚滚，不多时青砖就被熏得漆黑。小心翼翼刮下黑灰，再加水调和1碗浓稠墨汁，接着把麻线泡进去，浸透后再扯出来，简易墨线就成了。虽说没墨斗，直接上手弹也凑合。你和木屯忙得满手漆黑，正专心画线，瘸子和木桶火急火燎地跑了过来，手里捧着刚做好的工字锯，满脸期待的让你看看行不行。你接过近70厘米长的锯，见那铜锯条稳稳挂在工字框铜钉上，麻绳一拉紧，锯条绷得笔直，搭在原木墨线上，轻轻一拉就锯墨纷飞，墨线瞬间被细缝吞没，沿着原木纵向一路向前。一试之下，效果竟是出奇的好。瘸子和木桶火急火燎地跑了过来，手里捧着刚做好的工字锯，满脸期待的让你看看行不行。你接过近70厘米长的锯，见那铜锯条稳稳挂在工字框铜钉上，麻绳一拉紧，锯条绷得笔直，搭在原木墨线上，轻轻一拉就锯墨纷飞，墨线瞬间被细缝吞没，沿着原木纵向一路向前。一试之下，效果竟是出奇的好。你当即下令就照这个再造20把，这样下去的话，铜矿就得再次开采。一想到采矿，你又琢磨起新物件，船，准确说是舟。部落挖矿要顺着小河逆流去矿场，走路要花大半天的时间，牲口托运不仅效率低，还累牲口，而且有的地方根本过不去，这样下来速度也快不到哪去。要是从原树部落位置装船顺流而下，个把小时就能到，再活又多。这艘要造的舟2头微微上翘，方形平底，专为内陆和航行设计。河水深浅不一，平底船吃水浅，再浅的地方都能稳稳漂浮，绝不可能触底。安全性、通过性一流，结合河道宽窄，你把船宽定在3米，长8米，长宽比合适，航速稳定性坚固，新手族人也能轻松操控。船身用2条船桨和7个 U 型龙骨加固，由龙骨松木打造，这样结实又耐用。船板取用杉木新材，外皮那层就做长弓了，这样也算是物尽其用。船桨也不用另做，现成的铜铲一铲多用，既当桨又当武器，还能当工具。大伙瞧见你整日捣鼓新东西，全都满心好奇。只有原树部落的人隐约猜到几分，毕竟之前见识过你用树枝做的简易木房，原理和这平底木船大同小异，不过是换了木头龙骨木板船皮。这天傍晚，你正指挥族人热火朝天的干活，放哨的羽毛扯着嗓子大喊：“东边小河来了20多人，像是黑鼠部落的，正朝咱们这走呢。”你心里咯噔一下，有些疑惑，迅速爬上墙头张望，只见鼠大带着10个大人10个男孩匆匆赶来。你暗自纳闷，黑鼠部落才150来人，哪来这么多快成年的男孩？之前从黑鼠部落换来的族人听到喊声，还以为又有交易，满心期待跑出来想看看有没有自家亲人。跟在鼠大身后的利部落少年们脑袋里全是问号，只知道自家首领拿他们换了5个石盆，虽说不明就里，倒也没太多怨言，乖乖跟着队伍前行。鼠大到了门口，仰头瞧着长高的墙头，又往围墙里瞅，瞧见180头牲畜和密集的腌肉干，还有上百张兽皮，顿时眼珠子差点瞪出来。要不是看见你带着金冠，都以为走错地了。他咽了口唾沫，小声说着：“这是汉部落吗？我是鼠大，我是来交易陶器的。”你看着门外的鼠大一行人也没多计较，按老规矩让他们交了武器才进围墙。你一边安排人拿陶锅，一边疑惑地打量鼠大。他虽听不懂你的话，却做贼心虚，佯装不知道什么情况，只顾着四处乱看。其实你巴不得他多送些人来，孩子养大后就能干活，换陶锅划算得很。兽牙和石头很快拿来5个陶锅，交易很简单，10个男孩换5个陶锅。天快黑了，外面又有狼群出没，你主动留鼠大一行人歇一晚再走，说着就拉他进山洞，吆喝着让大伙今天炖肉，好好招待客人。利部落的10个少年稀里糊涂就被交易了。瞧着汉部落强大富足，有大群牲畜和吃不完的肉食，还有比人高大的野牛、大角鹿和孔象。
样，一时间既震惊又欣喜，满心希望就此落脚。你让长老安置他们，教他们学汉语、识汉字，还有熟悉部落，最后嘱咐他们放开肚皮吃，自己的部落有的是粮食。少年们觉得幸福的不行，在离部落经常饿肚子，孩子们要吃东西全靠抢，身体弱的就只能挨饿。现在这里所有的食物都不限量，香喷喷的肉汤，还有大块的炖肉，他们一碗接一碗撑得直翻白眼。你终究还是瞧不下去，赶忙出声制止，心想别刚换回来就撑死了。汉部落虽食物多，但不能浪费，以后有的是饭吃。众人吃过饭后，鼠大一行人被安排住进了围墙里的青砖棚子里。鼠大没睡，跟你一起在围墙上站岗。他满心疑惑地盯着围墙里的狼皮。汉部落能杀这么多灰狼，战斗力确实不是自己的部落可以比拟的。自家累死累活交易才几个人口，人家做家里就收小弟，还能吃上热乎肉汤，只能叹着气的去睡了。到了后半夜，换成大树和兽牙站岗。你询问他们狼群情况，大树说前天晚上还有大批狼群在森林边缘活动，还看到了很多绿色的眼睛。兽牙接着又补充到昨天晚上就很少了，我看到大概只有10几只。你微笑点头，我守了半个晚上就没见狼群出来活动。森林边缘是出奇的安静，看来狼群应该是中招了。等天亮了我们就出去看看，也许还能收获不少狼皮和狼肉。第二天一早送走鼠大一行人后，你召集30个成年人，早早吃了早饭就朝西边丛林进发。肉包和灰山也跟着，两个大家伙许久没出门，欢实得很，扭着屁股甩着尾巴一路闻一路看。你先到森林边缘检查，荆棘藤已经不见了踪影，雪地上有许多翻爪的痕迹和灰狼的脚印，顿时心里一松，狼群果然中招了，就是不知道战果怎么样。当即一挥手，族人全都手持长矛，默默结成阵型，跟着你走进森林。一路上十分安静，只有鞋底踩雪的声音。你观察地面，没一会在一棵树下发现2头灰狼残躯，只见它们头部有许多咬伤，身上的肉已经被啃了，皮毛也已经被撕裂，看样子像是狼群内讧，或是恶疾护食导致的。又走了3个小时，到了采集剑麻的山谷，地上的灰狼脚印变得很是杂乱，最终的方向竟是指向原谢顶部落的山头。你心里暗自揣测，这不会是跑到了谢顶那个溶洞里吧？狼爱鸠占鹊巢，附近能容这么多灰狼的大概只有那溶洞。不出所料，爬上山头果真发现几具冻僵的狼尸，肚子鼓鼓的，腿和屁股上有大片血迹，明显是死前痛苦挣扎过。你让人把尸体放一起做好标记，队伍继续向西前进，路上不时能够看见灰狼的尸体。快到中午的时候，来到溶洞1公里范围，此时地上的灰狼脚印相当密集，狼群大概率就藏在这附近。你小心翼翼带人围过去，周围居然安静的出奇。几分钟后，大家来到了溶洞口，终于看清了里面的情况。洞里面灰狼大多都已经倒地身亡，没死的也是苟延残喘，一个劲的低声嘶吼，却再也没有了行动的力气。见状，你立刻下令所有人2个人一组过去，把他们全都弄死。族人们得令后纷纷组队打扫战利品，狼肉能吃，族人又从不浪费食物，自然欢喜的全部收下。而你带着原谢顶部落的3个男人，径直走向溶洞最里面的地下洞口。那个洞口被一块大石头盖住，而石头的材质和颜色几乎与周围的岩壁融为一体，所以上次过来才没有发现。你当即就招呼身旁的几个族人把石头挪开，只听一阵嘎吱嘎吱的摩擦声响过，地面上缓缓露出一个斜向下的小洞口，形状扁扁圆圆的，估摸着也就只有5岁以下的小娃能勉强钻进去。你皱着眉头，心里泛起了难，趴到地上举着个火把，凑近洞口仔细观察。这可是石英和花岗岩共生的玩意，想把这洞口弄大可不容易。正念叨着，突然洞顶闪过一道亮眼的光，一下子就把你的注意力给吸引过去。只见洞顶上挂满了些倒锥形的石头，颜色黄里透着白，还一闪一闪透着光。你当即就抽出根羽箭，想着把上头的石锥射点下来瞧瞧，可连着试了2下都没起啥作用，只好扭头冲一旁喊道：“大力，去拿块石头，把那玩意给砸下来。”大力一听，兴冲冲的攥着块大石头就跑了过来。只听砰的一声闷响，那石锥应声折断，扒拉一下掉到地上，摔了个粉碎。你以为是盐，弯腰捡起一小片碎渣，放到嘴里尝了尝，下一秒就呸呸直吐。这玩意压根就不是盐，而是天然碱。弄清楚这东西不是盐后，你心里有点失落，转头就向那原谢顶部落的3人打听起来：“你们平常咋知道这下面有咸食？都是咋采的？”3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缓了缓才开口说道：“以前有小孩不小心掉进洞，我们用绳子把人拉上来的时候，就瞧见他带着这东西。自那以后，每年都是洞里水结冰之前采一回，冰化了之后再采一回。”听着这话，你心里暗暗琢磨，一定得想法子把这洞口拓宽好，大量开采盐矿。就在这时，牧童火急火燎地跑过来，手里那些灰狼都料理干净，一共78只，不过还有8只活着的小狼崽，要怎么处理？你一听有小狼崽，眼睛瞬间就亮了，二话不说就往那边走，想去看个究竟。到那一瞧，几只小狼崽可怜巴巴地偎在死去母狼的怀里，饿得嗷嗷直叫。顿时你有了怜悯之心，吩咐族人把狼崽子带回去好生养活。下一刻你脑子一转，越想越觉着不对劲，之前跑掉的狼少说也有100多只，这才78只，剩下那几10只跑哪去了？正疑惑的时候，西边方向猛地传来一声野兽的哀嚎，那声音听得人心里直发毛。你当下警觉起来，大手一挥，招呼族人们守好洞口，自己抄起弓箭和长矛就朝着声源方向摸过去，一路小跑赶到1公里外的向阳坡。眼前的场景顿时让你直冒冷汗，只见27头灰狼围成一团，正疯狂围攻一头身形庞大的雷兽。这雷兽长得像远古犀牛，浑身披着铠甲似的厚皮，个头也是大的吓人，估摸着得有好几吨。
这回他被狼群咬得浑身是伤，尾窝、腹部这些要害部位都见了血，鲜血鼓鼓的往外冒。他那死灰色的眼睛刚瞅见你，瞬间亮了起来，里头满是哀求的神色，像是在求你救救他。狼群这边有2只眼尖的立马窜了出来，龇牙咧嘴的，像是在警告你别多管闲事。可你根本不怂，抬手就是嗖嗖2剑，灰狼当场就浑身抽搐的倒在地上。没过一会就没了动静。见状，剩下的狼群立马就炸毛了，嗷呜一声全朝你扑了过来。那阵仗就好似潮水一般，你心里咯噔一下，直接把长弓砸向一头扑来的灰狼，顺势在地上打了个懒驴打滚，手忙脚乱的捡起旁边的金枪。有了金枪在手，你心里踏实多了，毕竟你前世是有习武的底子，一把金枪在你手里舞得虎虎生风，边打边往雷兽那靠拢。雷兽虽说身负重伤，但也知道知恩图报，挪动着庞大的身躯，拿后背给你挡住了偷袭。一番苦战下来，你身上挂了好几道口子，鲜血直往外渗，好在都是轻伤。再看狼群已经被你杀的只剩6头了，剩下的也都被吓破了胆，灰溜溜的就想跑。你这回杀红了眼，哪里还会放过他们？单手举起金枪，用力一掷，噗呲一声，狠狠地定进一头灰狼的身子，把它牢牢地定在雪地上。捡起地上的长弓，嗖嗖又是2箭，射死2头掉队的灰狼。正准备撒开腿接着追的时候，身后的雷兽突然发出一声虚弱的吼叫，像是在呼唤你。你赶忙转头看去，只见雷兽强撑着被咬得血肉淋漓的四肢，颤颤巍巍地立在那，但肚子内却奇迹般的没一道伤口。紧接着雷兽仰天大吼一声，像是用尽了浑身的力气，下一秒扑通一声闷响，他那鼓胀的肚子点了下去。再一看地上，一只小雷兽出生了。母兽顾不上自己身上的重伤，满眼慈爱地伸出舌头，温柔地舔舐着幼崽的胎衣，把小家伙身上的污浊擦得干干净净。做完这些，母兽抬头看向你，眼眶里满是血泪。他用鼻子前的大脚轻轻把幼崽往你面前推了推，前腿一弯，冲着你跪了下来，那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他这是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想让你以后帮忙照顾小家伙。你眼眶一热，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你放心，我一定把他好好养大。说罢，你脱下身上破烂不堪的兽皮袍子，小心翼翼地把小雷兽包起来，拖着疲惫又受伤的身子，摇摇晃晃地朝溶洞方向走去。没走多远，身后就传来母兽倒地的声音。他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等回到溶洞，族人们都举着长矛，满脸警惕地守在洞口。见你一身是伤的回来，全都围上来，七嘴八舌地表示关心。你有气无力地摆摆手，就是碰上剩下的那群灰狼了，跟他们干了一架，可惜让几只跑了。说着，你指了指怀里的小雷兽，你们俩把这个小家伙看好了，往后咱部落要养着他。这时候石头也一路小跑过来，指着不远处的3头灰狼说道：“首领，那些狼没跑远，刚跑回来就被咱弄死了。”你这才长舒一口气，这下狼群总算被消灭干净，往后族人们再也不用天天提心吊胆过日子。歇了会，你把和灰狼雷兽的事151讲给大家听。女人们听得眼眶泛红，直抹眼泪。男人们虽说面上没啥表情，但心里也都五味杂陈。当下你决定把那头母雷兽埋在山坡上，以后这地方就叫托孤岭。女人们一听纷纷点头表示赞同。接下来的事就简单多了，盐矿的位置算是摸了个大概，你装了一小袋天然碱晶体，又指挥着大伙用石头把溶洞口封得严严实实，省得再被傻野兽占了去。然后带着10个人去托孤岭，把地上的狼尸拖回，还捡了些树枝和石块，把母雷兽的尸体草草掩盖着，打算第2天带上铜铲再来好好给他挖个坑埋了。打这以后，雷兽托孤的事就在部落里传开了。女人们讲给孩子们听，小家伙们都围过来看小雷兽，眼里满是同情。食草动物大多生命力顽强，幼崽生下来没多久就能自己站起来找母兽吃奶，个把月就能啃青草。犀牛也差不多是这情况，可小雷兽早产了将近1个月，生下来半天却眼睛还没睁开。当天晚上天气冷得厉害，小雷兽和8只小狼崽都住进了山洞。你还特意找来2头哺乳期的母牛，想着让他们给小家伙们喂奶，可哪成想两边都不配合。狼崽子个头太小，够不着奶头，小雷兽除了睡觉啥也不干，母牛也不乐意喂。你一咬牙，招呼着10几个大老爷们一块上手，硬生生的挤起奶来。那母牛疼得在围墙里哞哞直叫，嚎了整整半宿。好在费了这么大劲没白费，几个小家伙喝到鲜奶，母牛也不乐意喂。你一咬牙，招呼着10几个大老爷们一块上手，硬生生的挤起奶来。那母牛疼得在围墙里哞哞直叫，嚎了整整半宿。好在费了这么大劲没白费，几个小家伙喝到鲜奶，都顽强的活了下来。尤其是小雷兽，你只能掰着他的嘴，并端着牛奶一点点灌进去。傍晚，小雷兽从安安静静睡觉变成了打着呼噜睡觉，这看得去病稀罕的不行。当晚就抱着他一块睡。第2天，你按计划带了20个人去托孤岭挖了个大坑，把母雷兽埋了进去，还在坟头上堆了一堆石头。打这起，这地方就成了托孤岭的地标。往后这冬季最后1个月，部落里虽说平淡，但人人都各司其职忙活着。1个星期过去，狼崽子们陆陆续续睁开了眼睛。2个星期过去，8只狼崽子能吃肉汤和熟食了，整天跟刚满月的小奶狗似的，在洞外的空地上溜达来溜达去。小雷兽身上的淡红色也慢慢褪去，变成了纯正的乳白色，鼻子上该长角的地方鼓起个小包，这回也能自己站起来，晃晃悠悠的找母牛吃奶。母牛一开始还不乐意，可一想起挤奶那遭罪的事，也只能乖乖听话，给小雷兽当起了奶妈。第3个星期的时候，木工那边有了大成果，70把制式长弓完工了，每把弓都经你亲手矫正测试，质量没得说，甚至因为有了新工具，做出来的弓比你自用的那把都要好。女人们也没闲着，都在忙着制作羽箭，不过这回只做了梅安箭头的箭杆，还提前粘好了尾羽。你打算等下次采矿回来再打造青铜箭头。眼下族人们训练用的箭矢还是你之前库存的那200多支。这星期的一天早晨，部落里所有成年人都集合起来，人手一把长弓，排成3排练射击。你站在前头扯着嗓子喊，目标100米外的干草捆，一时间嗖嗖嗖羽箭破空而出。
出。可这头一回训练场面有点乱，有的箭射中草，有的飞到天上没了影，还有人箭都没射出去，直接掉脚跟前。你有点哭笑不得，只能挨个进行纠正。眼瞅着冬季就要过完了，蜀大又来部落做交易，这次带来的是3个女人和6个男孩，全都是利部落的。之前被交易来的男孩瞧见族人又惊又喜，你心里却清楚得很，这交易往后怕是没几回了。陶锅又不是消耗品，总有够用的一天。看来要想部落接着壮大，还得另想法。接下来的时间里，造船工程也到了收尾的时候。瞧着这庞大的木船成品，族人们都乐开了花。虽说还没见他下水啥样，但人人都参与了建造，心里满是自豪。这时候，大力双手扳着船舷，憋足了劲往上抬。可木船纹丝未动，他挠挠头，疑惑地问道：“首领，这个木船那么大，我们怎么把它搬到河里？”你看着他轻轻一笑，指着不远处的人工河说：“咱们直接把船搬到那里就行了。”大力瞪大了眼睛，满脸不解：“那里又没有水。”你卖了个关子，不慌不忙地冲大伙一招手，拿上铲，再推上几个小推车和藤筐，跟着我。现在冬天快结束，天气也日渐暖和，正是饮水的好时候。你带着30来号人，浩浩荡荡地拿着工具来到人工河尽头，这动静可不小。许久没出过围墙的族人们都被吸引过来，跟看大戏似的。一群小孩子更是兴奋。赶着8只刚满月的小狼崽，嘻嘻哈哈的跑在最前头，去病也没闲着，跑去把刚吃完奶正犯懒的雷兽奔奔领过来。肉包和灰山也早跑得没影了，只能远远听见响鸣声。看来这俩家伙也趁着开春出来撒欢了。到了人工河尽头，眼前就剩下人工河和小河之间2米宽的土地没挖开，只要打通这一小节水流就能贯通。说干就干，大伙分工明确，几个人跳进沟里挥铲猛挖，几个人在地面负责把土装进藤筐，剩下的人就把装满土的筐运走。大伙干得热火朝天，一个上午过去，土就剩下薄薄的30厘米。这时候沟底开始往外渗水，你赶紧招呼沟里的人全都爬上来。等人都上岸，你迅速在腰上牢牢绑好一根绳子，让族人拽紧，拿着铲子再次下到沟底。最后一点，为了避免危险，只能自己来做。你握紧铲子，一下接一下狠狠刨着，连着猛刨10几次后，渗水越来越大。下一刻，一股强劲的水流跟发了疯似的，嗖的从豁口喷射而出，直接把你顶飞出去。族人们见状，立马齐声呐喊，拼了命的把你往上拉，眨眼间就把你拽上岸。而那喷涌而出的水流也是越来越猛，没一会就把缺口冲成一个直径1米的大洞。大伙都看呆了，站在岸边目不转睛的盯着汹涌的河水。只见河水打着湍急的漩涡，里面还裹挟着不少被水流冲猛的鱿鱼。小狼崽子们哪见过这场面，吓得嗷嗷直叫，四处乱窜。去病和奔奔也被吓得不轻，撒腿跑到你身后躲着。没多会，水流渐渐平稳下来，小河和饮水河成功连成一片。眼尖的女人们早已经拿出藤筐，等在一边开始高兴的捞鱼。刚才还在发愁咋抬木船的族人们，这会全瞪大了眼睛，满脸惊喜。你笑着跟大伙说：“怎么样？这下水离你们很近了，以后打水也不用再跑那么远。”大伙直呼开了眼界，也在这时才恍然大悟。起初你让大伙停工存粮，转头全员挖河造砖，大家刚开始还不理解。后来人工河意外捕获野兽，有人猜这是个陷阱，直到这会瞧见河水灌满长沟，才彻底明白挖河的真正用意。不过这只是第一步，沿着饮水河两岸挖渠耕地，种上粮食，部落衣食无忧才是你的终极目标。说干就干，春天到了，耕地计划单个不等。中午部落热闹非凡，大伙聚餐庆祝饮水河大功告成。酒足饭饱后，你拿着一捆细绳子，带着族人来到规划好的水稻田。种水稻可是个技术活，得保证稻田长期泡在水里，漫灌是少不了的，还得精打细算，把土地利用到极致。这又引出个关键问题，咱部落到底要种多少水稻？得画出多大面积的耕地呢？野生稻个头不小，比前世常见的大米粒大了近2倍。前世1斤大米大概26000粒，它倒好1斤也就12000粒左右。想着种子有限，你心里也泛起了嘀咕。前世自己也就种过几天青菜，对于种稻谷一窍不通，哪敢一股脑把种子撒下去？万一颗粒无收，那可就傻眼了。思来想去，你一咬牙，决定只用1半稻种，大概264000颗种子，可1亩地能种多少水稻？根据当时沼泽地野生水稻的个头来看，你简单一盘算，决定种64亩。这面积虽说不上一望无际，但也不小了。要是这块地长400米，那宽度有个107米就行，快赶上6个足球场大小了。规划好后，耕地沿着饮水河的南面一线整齐铺开，地块靠近围墙的这头，离小河边还有300米距离。紧接着就是挖水渠，一横一竖都有讲究，横向一口气挖20条水渠，每条水渠不到1米宽，深度也就半米左右，直向南方延长110米。挖掘人手也安排好了，每次出动50个成年人，部落里刚好有50把铲子，每人负责2米多一点，不到半个小时就能挖好20条水渠。大伙齐心协力，1天就拿下了。新年的第一天像是掐着点似的，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不期而至，憋了一冬天的大伙都松了口气，冬天总算过去了。与此同时，各个部落也都没闲着，趁着这会清点冬季损失，不看不知道，一看心里凉半截。情况一个比一个惨，那些100人以下的小部落减员10个人都算少的，走的大多是孩子和成年男性。这冬天实在太长，好多部落食物见底，撑不到春天，没办法，只能狠下心舍弃一部分孩子，眼睁睁看着他们饿死。男人们冒着风雪出去打猎，运气好的能碰上落单野兽踩到点坚果，运气差的要么一无所获冻死在外面，要么碰上兽群全军覆没，就算活着回来的也大多挂了彩，冻掉耳朵手指脚趾的不在少数，落下残疾的更是一抓一大把。和他们一比，汉部落简直是幸运儿，不仅没饿肚子，还发展的蒸蒸日上。
部落里食物充足，长老一合计，这么喜庆的事得搞个开春祭祀起，愿部落新的一年顺顺利利。你并没有反对。关于祭祀，你有自己的想法。首先，自己的部落不祭神明，而是祭拜祖先。另外，祭祀必须要有仪式感。你画好草图，亲自教木桶和木臀制作一个大杆，又让族里的女人用兽皮缝制一面旗帜，旗帜上绣一个大大的汉字。等到所有东西准备就绪，将所有族人聚在一起，汉部落开始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祭祀活动。随着大力敲响大鼓，所有族人不自觉地开始舞蹈起来。这其中有对如今幸福生活的欢喜，也有对未来的美好期待。此刻他们坚信，在你的带领下，部落一定会越来越强大。等到祭祀活动结束，大伙就按你的安排各自忙活起来。部落眼下材料有限，拢共就2架双头犁，你挑了2头这段时间格外老实的公牛，亲手给他们套上双头犁准备耕田。可这野牛野性未驯，根本不懂乖乖走直线，没办法，只能一人在前头拽着牛鼻子，耐心引导方向，一人在后头稳稳扶着犁架，保证耕地深度。就这样，双头犁的2个青铜犁头每次入土都能翻耕出半米宽的土地，深度直达30厘米，效率还算可观。照这速度，最多3天稻田就能耕完，到时候再把地细细整平，灌上水就等着播稻种。一行行土地在犁头的翻动下，彻底变了模样，从原先带着点淡绿的地皮，翻成棕褐色的松软碎土。一群冬季才进部落的少年，背着藤筐，沿着新耕的土地一字排开，认认真真捡着土里翻出来的草根杂物。施肥的事你思量再三，决定先放一放。一来手头没提前备下肥料，二来这地实打实是头一回耕种。花了整整3天，耕地整平的活都干完了。可你瞅着一早一晚那仍旧冷飕飕的天气，心里泛起了嘀咕。这时候把种子撒下去，怕是一晚上就全给冻死了。不过倒也不是没别的活能干，之前带回来的草籽这回正合适播种。那些麦草和苜蓿的种子，往后就是部落养殖牲畜的口粮担当。汉部落城址的西面，早前就规划好了是一片草场，大伙背着装满草籽的袋子，沿着草场边缘散开，边走边均匀的抛洒草籽，根本不用担心存活的问题。刚下过春雨的地面还带着点泥泞，桃子一落地就能迅速扎根，没几天就能冒出嫩绿的芽尖。水稻暂时种不了，部落又不愁吃穿，这闲下来的功夫干点啥呢？你一拍脑袋，决定先把大伙脚上的装备换换。编草鞋，你召集部落里的女人们亲手示范编草鞋。其实这活不难，横竖交叉着把草编成鞋底模样，再用几根细草绳往脚上一系就行了。草鞋一经问世，族人们纷纷效仿，顺带搞起了春季大扫除，成群结队的往小河边跑，洗澡的、刷皮鞋的、清洗兽皮的，几个不怕冷的男人更干脆，直接拿草编起裙子穿上。就在这时，长老火急火燎地跑过来，首领，我们的盐快没有了。这让你心头顿时一紧，刚放松没几天的神经再度紧绷起来。盐可是部落生存的关键物资，必须得尽快想法子。思来想去，你只能让大家先吃着腌肉，那里面放了很多盐，暂时也可以补充盐分。可长老却皱起了眉头，那我们不去采盐吗？我听说西山那个溶洞里有咸石。闻言，你摇了摇头，咸石在小洞下面，只有小孩子才能进去，但我不能让他们冒险。不过你们也别愁，我有办法做出开山的东西，只是现在还缺少材料，需要去八宝山挖一些矿回来，这样部落暂时靠着腌肉撑着。族人们齐心协力，抓紧把饮水河旁边20块的稻田耕了起来。一番劳作后，64亩稻田全都翻耕完成。采矿的事终于提上了日程，一群男人吭哧吭哧的合力把木船抬到了饮水河里。3米宽的木船放在4米宽的河道里，显得格外庞大。族人们在岸边看着飘在水面上的木船，嘴里不停地念叨：这船真的能坐人吗？不会一上去就掉水里了吧？闻言，你二话不说，抬腿一步就跨上了船。木船在水里晃悠了几下，就稳稳地飘在水面上。随即你扭头朝大伙喊道：谁还上来？不上来的一会可是要在岸上拉船的。众人一看，胆子也大了起来，扑通扑通，好几个人跟着上了船，一切准备就绪。一支26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这些人个个身强体壮，装备精良，人手一根长矛，一把长弓，一把铜铲，一个剑谱，每人还背着50支羽箭。大树4个人更是额外带上了一把短柄的铜斧。送行的场面那叫一个热闹，部落里男女老少都聚到了河边，女人们忙前忙后往木船上装肉干和陶锅，小孩子们牵着8只小狼崽，蹦蹦跳跳的在岸边看热闹。去病则是一脸不舍，拉着你的衣角，把一个蛇皮水袋递到你手上，你笑着揉了揉他的脑袋，我这次就是去挖些石头，很快就会回来。众人上了船，沿着饮水河逆流而上，虽说逆水行舟速度慢了些，可比走路那可快太多了，没几个小时就到了当初你出狱大树的地方。到了暗黑森林边缘，你迅速上岸安排做饭休息一下。大家累了一上午，等吃完饭，你们把工具和物资都装到牛背上，大家一起把船拖到树林里，留下熟悉地形的木屯和黑鼠部落的4个少年看守，剩下的20个人每人牵一头牛跟你去采矿。你转头又对木屯细细叮嘱：木屯，一会我给你们5个人留下一些食物，你们在这里大约要看守7个日落，要是发现了敌人，你们还打不过的话，就放弃木船往八宝山的方向跑，千万别把他们引回部落。午饭过后，大伙把木船藏好，采矿队伍接着赶路。可谁能想到夜里正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变故突生，树林中传来了一声怒吼，震得人耳朵发麻。众人惊得从地上弹起来，抬眼望去，只见一个浑身长着金红色长毛、肌肉发达到爆炸的动物巨人。心中传来了一声怒吼，震得人耳朵发麻。众人惊得从地上弹起来，抬眼望去，只见一个浑身长着金红色长毛、肌肉发达到爆炸的动物巨人。此时正张牙舞爪地直奔汉部落的宿营地而来。灰山和肉包2头孔象率先发出怒吼，朝着巨猿冲了过去。巨猿也不含糊，从树上猛扑而下，双臂一挥就轻松把灰山撞飞了出去。见状，你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急忙让大家赶紧拿武器，自己也哆哆嗦嗦地伸手
在地上摸索，抓到金枪后才稍稍有了些底气。众人也纷纷握紧木矛，却因为太过惊恐，腿肚子直打站，站都站不稳。那巨人落地后张开挂满粘稠唾液的大嘴，又是一声咆哮，震得众人脑袋嗡嗡响。你强忍着头痛，指挥大家举起木矛攻击，说着就拿着金枪率先朝着巨人的胸口刺了出去。巨人力气大的惊人，一把抓住长矛的木柄，胳膊一抡就把你甩飞了出去。眨眼间，巨人反手又抓住一个黑鼠部落的少年，咔嚓一声扭断脖子，尸体当成武器朝着人群砸了过来。人群瞬间乱作一团，你爬起来声嘶力竭的大喊：“赶紧都散开，跑远一点！”用头矛和弓箭，众人这才回过神，四散开来。独尔瞅准机会，握紧头矛朝着巨人胸口扎去，却只扎进去半个矛头，就被巨人一把抓住矛杆捏断。灰山此时也缓过劲来，再次怒吼着冲上去，从背后偷袭巨人，成功把他撞飞出去。巨人吃痛以后，顿时凶性大发，反手就掰断了灰山一颗象牙。就在局面陷入绝境之时，你瞅准巨人受伤行动不便的空档，一枪掷了出去。众人受到鼓舞，纷纷出手，7根长矛从四面八方扎进巨人的胸腔。巨人挣扎几下，喷出一口鲜血，轰然倒地，再也没了动静。这场恶战下来，汉部落损失惨重，死了2个少年，独尔胸口被抓出大口，大力被拍成脑震荡，掉了3颗大槽牙，还有不少人受了轻伤。众人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听见一阵嘈杂的呼喊声由远及近。你心头猛地一沉，暗叫不好，还有大批的敌人，大家准备战斗。刚才那只巨人可能是食人族的战兽。接着对大树喊道：“大树，你带5个少年，牵上所有的牛，带着伤员和尸体，马上向八宝山的方向跑。到了八宝山之后，先找地方驻扎下来，如果找不到吃的就杀牛。”大树满脸不情愿，眼眶通红的反驳：“首领，那你呢？你去哪里？”你急得直跺脚。我们留在这里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给你们争取逃跑的时间。大树还想再说些什么，可看你怒目圆睁的样子，只能带着人匆匆离开。接着你转头看向剩下的族人，压低声音安排：“拿着你们的弓箭跟我上，大家每人从篝火中抽一支火把扔到前面，一会敌人过来的时候好方便我们瞄准。”众人依言照做，火把扔出去照亮了一小块地方，大火躲在黑暗里绷紧了神经。大家不要发出声音，等一会敌人靠近了，听我的口令，放完一箭不要管射没射中马上就跑。我们的目的是把他们引到别的地方。敌人越来越近，借着微弱的火光能瞧见他们身上画着诡异图腾，脖子上挂着人骨饰品，看着就狰狞恐怖。食人族狩猎队的队长瞧见巨人尸体，顿时就吓得脸色惨白。大家快来，我们的主人被杀死了。你虽然听不懂，却也猜到情况不妙，瞅准时机高喊放箭，11支箭矢瞬间射出，纷纷命中目标，敌人立刻一阵慌乱。随后你扯着嗓子大喊：“大家快跑！”故意引着敌人朝南边跑去。这一追就追到了黑鼠部落附近。此时黑鼠部落的族人正安安稳稳地做着早饭，一个女人去溪边打水，冷不丁瞅见一群异族男人手持武器，鬼鬼祟祟地摸过来，吓得差点摔了手里的陶锅，连水都顾不上打，转身就往部落跑。边跑边喊有敌人。一听到呼喊，鼠大立刻指挥着男人们拿石矛备战，女人们搬石头守在后面。可食人族可不管这些，到了跟前抬手就是一轮石斧投掷。黑鼠部落没盾牌，所有人都慌忙躲避，一时间阵脚大乱。紧接着食人族投出骨矛，黑鼠部落这边顿时倒下好几人，鼠大急得红了眼，赶紧招呼族人反击投矛，可他们的石矛质量太差，射程也不够。一波投矛后收效甚微，食人族趁机冲到围墙边，合力推倒篱笆围墙，双方短兵相接，展开了惨烈的肉搏。就在黑鼠部落岌岌可危之时，你带着汉部落众人如同天降神兵般从敌人背后杀了出来。先是在远距离来了一轮箭雨，一支羽箭精准地射中一个推墙的敌人后背，他直接应声倒地。黑鼠部落的人都惊呆了，眼尖的鼠巫瞧见是你，立马激动地大喊：“是汉部落的首领来救我们了！”随后汉部落众人借着地势箭如雨下，打得食人族措手不及。几轮齐射过后，你高呼一声停止射击，拿着铜矛跟我冲上去。一时间众人如猛虎下山般冲入敌阵，局势瞬间逆转。没多会食人族就被打得全军覆没。眼看着战斗结束，鼠大感激地拉着你的手：“汉部落首领，谢谢你们帮我的部落打败敌人。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这里有危险的？”你心里顿时咯噔一下，面上却不动声色地编了个瞎话：“我们去很远的地方采集东西，路上经过了你们北边的暗黑森林，在那里我们遇到了食人部落，他们派了一只红毛的食人巨人来攻击我们，但是被我们杀掉。然后那些食人族又继续向你们的部落的方向过来，我们本来是想过来给你们报信的，但没想到敌人跑到了我们的前面，所以我们才会出现在这里。”鼠巫听闻有一只食人猿，顿时吓得脸色煞白，哆哆嗦嗦地说：“那是生活在黑山上的魔鬼，我们的祖先曾经见过他们，他将会给我们的部落带来灾难。”说着就把你拉到帐篷里，指着一块石画讲起了古老的传说。原来那巨猿会抓走部落里的人，再驯化成食人族，专门抓人回去当食物。黑鼠部落众人听得胆战心惊，鼠大急忙恳求你。闻言你苦笑着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打败那怪物，只能依靠结实的砖墙来防御。这一次我们打败巨猿，还是因为有灰山的帮忙。”鼠巫和鼠大对视一眼，立刻满脸愁容。接着鼠巫试探着问你：“我们黑鼠部落能不能也建造那样的城墙？”一听这话，你顺势发出邀请：“不行，即使是我们汉部落，想要造出那么高大坚固的城墙，也需要很多的时间和人口，还要很多的食物。但如果你们和我们一起建造那个城墙，那个城墙里足够我们住在一起生活，大家可以一起劳作，到时候都会有吃不完的食物和最好的武器。”鼠巫和鼠大当即就合计了一番，眼下加入汉部落的确是最好的选择，既安全又能有厉害的武器。于是两人找到你郑重表态：“汉部落首领，我们同意加入你的部落，希望你能对我们像对你的族人一样好。”闻言你顿时
时喜出望外。当然，欢迎你们加入汉部落，以后你们都是我的族人了。我对所有的族人都会一视同仁。接下来你安排好了黑鼠部落的搬家事宜，然后就带着族人和大树会合。所有的伤员都在慢慢恢复，大伙也没耽搁，马不停蹄的开工。八宝山矿产丰富，众人卯足了劲开采。同期雄黄挖了不少，还特意弄了些石灰和硫化铁，打算用硫化铁提炼硫酸，那样就可以弄开盐矿洞口。挖完矿后，你与留守木船的木屯等人碰头，接着将驮着矿石的牛弄上船。木船装上矿石，吃水很深，勉强载挤几个人，划船顺流而下，速度飞快。没一会就看见等候在岸边的族人，还有刚加入部落的黑鼠部落。大家看着你满载而归，全都在岸边高兴地欢呼着。男人们立刻围上来帮着卸下矿石，可是你却皱起了眉头。现在部落里的族人多了，要怎么安置成了个大问题。原先的山洞狭小拥挤，压根住不下这么多人。没办法，大伙只能在围墙里的空地上搭草屋。好在黑鼠部落的人没那么多讲究，本来就习惯住草屋，再加上来到汉部落瞧见这肉食兽皮堆成小山，活蹦乱跳的大型牲口也不少，心里那叫一个乐呵。二话不说，麻溜的就动手搭起草屋。接着你告诉大家，以后上厕所全都必须在统一的地方解决，那些可是天然的肥料，绝对不能浪费。把草屋的事安排妥了，你转头就对着瘸子吩咐道：“你这几天多烧制一些陶器，给新来的族人们用，另外多烧一些水缸。”瘸子听了心里有些不乐意：“首领，咱们弄回来那么多铜矿，难道现在不炼铜吗？”你像是哄小孩似的夸了他几句。炼铜的事先让大嘴他们干着，等最后提纯的时候你再上手。现在先去烧制陶器，你可是部落里烧制陶器的一把好手，别人做的我看不上。瘸子一听这话，心里那股子不乐意瞬间烟消云散，乐滋滋的保证一定把陶器烧好。众人齐心协力，忙忙碌碌。到了傍晚，一片简易的圆顶茅草屋就像变魔术似的搭起来。晚上，新老族人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吃了第一顿晚饭。期间大家有说有笑，族人之间的关系也在不知不觉间更近了一步。饭后，男人们聚在一块，兴致勃勃地研究着汉部落那些锋利的武器和精巧的工具。女人们也没闲着，围坐在一起交流着编制草鞋和藤筐的方法。新人们则在一旁虚心学习，顺带还慢慢渗透汉语里的词汇。就在大伙各司其职的时候，你却拎着铜铲推着小推车，在柱栏和厕所附近悄悄忙活起来。这一幕正巧被长老瞧见，长老满心疑惑地走上前：“首领，你挖茅坑干嘛？那里面的东西难道还有啥用？”你一听这话，气不打一处来，没好气地回道：“我挖的可不是大粪，而是茅坑旁边的土。”长老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首领要那些土有什么用吗？烧陶器又用不到，你还是赶紧想想办法采盐吧。这不是又来了那么多族人，咱们存的盐可快撑不住。你憋着一肚子火，你没瞧见我正在准备吗？挖这土就是为了开盐矿。行了，你别管了，我心里有数。”长老站在原地看着你忙碌的背影，满心怀疑这挖土还能开盐矿，怕不是首领在找借口。其实你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厕所附近的土里有硝，提取出来能制作炸药，有了炸药才能炸开盐矿。你指挥着几个女人提纯硝石，过程和提炼盐极为相似。第二天，白花花的硝石结晶就顺利弄出来。有了硝石后，还得想法子弄硝酸和甘油，再合成威力惊人的硝化甘油。甘油得从油脂里分离。好在之前冬季狼群来袭，部落收获了大量动物油，这原料不缺。硝酸则要靠硝石和硫酸反应制取，可眼下手头压根没硫酸，于是你把目光投向了黄铁矿。你在平日里烧炭的地方精心挑了块平地，有条不紊地忙活起来。先是堆起一堆木柴，再把片状的黄铁矿呈井字形堆砌在木柴周围，最后堆成个小山模样，把木柴埋得严严实实，只在最下面留几个点火的孔。紧接着往矿石堆外面严严实实地覆盖一层干草，最后糊上一层湿泥巴，不过得在下面和顶上留几个通气孔。一切准备就绪，你用一根细树枝加上火龙，小心翼翼地从下面通风口把木柴点燃。黄铁矿里含有碳和硫磺，眨眼间矿石就在泥巴壳里熊熊燃烧起来。这加热还原的反应耗时可不短，大概需要半个月呢。趁着这段空闲时间，你着手捏制蒸馏设备，准备提纯硫酸、硝酸和苏打设备，晾干烧制这类细致活你放心的交给瘸子，自己则抽空去查看养殖的牲口情况。眼瞅着天气越来越暖和，部落里的动物们像是约好了似的纷纷脱毛。你瞧见这一幕，一拍大腿，时机到了。赶忙着手准备播种，仓库里囤着野生水稻、花生、辣椒种，还有剑麻食人树。种花生得先剥壳浸泡。你带着几个手脚麻利的女孩找了块空地席地而坐，开始忙活起来。鼠屋路过瞧见这一幕，满脸疑惑地走上前问道：“首领，你们在做什么？这些坚果为啥不吃？”你笑着解释：“我们这会要种植这种坚果，你们记住了，这东西叫花生。”鼠小生念叨了几遍还是不解，那什么又叫做种植？你耐心地掰着手指头给他解释：种植就是春天的时候，把这种坚果埋进土里，再浇上些水，它就能长出一株植物。等到秋天埋进去的一颗花生，保准能长出几十颗甚至几百颗。咱们种这4筐，到时候起码能收获400筐甚至几千筐。鼠小生的下巴差点砸到脚面上，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你肯定的点点头，只要种的好纸多不少，而且咱们不光种花生，还要种水稻呢。那水稻更好，春天种下1粒，秋天最少也能翻上1万倍。这就是我之前说的靠这块土地养活6000人的方法。鼠大在一旁竖着耳朵听得真切，赶忙凑上来：“我觉得咱们得好好干，这个种植听起来可比打猎重要多了。”你赞许地点点头。鼠大到底是当过首领的，一点就透。鼠屋这时像是突然想起什么，激动地说：“首领，
里，我想起来我们搬家的时候还带了几袋花生，那个也可以种吗？咱们现在不缺食物，我觉得可以把那些也种起来。你一听面露惊喜之色，那太好了，你马上让人把那些花生分拣出来，记住一定要挑出完好无损的。鼠屋连连点头，拄着拐杖快步去找曾经的族人安排这事。一听立马兴冲冲的跑去叫人了。第二天一大早，鼠大跟着族人有模有样的学着把青铜犁套在牛身上，一个有经验的汉部落女人在前面牵牛，鼠大在后面扶着犁。瞧见地面土壤随着青铜犁的前行像波浪似的翻起来，鼠大又是惊讶又是兴起。2头牛4个犁头一块，工作进度相当快。你这边也没闲着，早早把22斤稻种泡在水缸里，这些种子得浸泡24个小时以上。趁着浸种的功夫，你选了水稻田最西边那块地，打开水渠开始放水灌溉，准备当做育苗的田。花生种子分拣好后也浸泡起来，花生能直接在大田里播种，不过前提是田得耕好。为了让水稻、花生、辣椒能同时播种，鼠大带着人鼓足了劲耕地。136亩地的工作量从天明干到天黑，大伙累得腰酸背痛，但热情不减。人累了换人，牛累了换牛。2架青铜犁在泥土里翻飞不停，总共用了不到2天，规划的地块全都翻了一遍，土壤变得疏松透气，杂草也清理得干干净净。浸泡过的种子捞出来，用茅草仔细覆盖好，淋上水，放在炭窑旁边催芽。第3天，大伙开始把发芽的稻种均匀撒播在田地里，再轻轻覆盖一层薄土，最后挖开水渠缺口，往田里放水，漫灌花生种子。播种时可有讲究，每一行距半米宽，每一株距离15厘米。播种的人左手端着一碗花生，右手拿个15厘米长的尖头木片铲子，先用木片铲子比量一下，挖个小坑，放上2粒花生，再用土埋上，接着种下1粒，如此循环，最后集中浇水。辣椒播种方法和花生差不多，半米一垄，每株距30厘米，挖坑撒种，覆土浇水，一气呵成。整个播种期间，汉部落将近200人全都下地忙活，就连你也不例外。人多力量大，140亩地的农活半天就干完了，大伙还都没觉着多累。播种完第2天，部落回归正常生活秩序，瘸子接着烧制陶器。你还从新族人里挑了几个大孩子给他帮忙。烧制的陶器不仅得满足新族人日常使用，还得留出存货，以备日后和别的部落交易。猴子大嘴还有大毛、二毛2兄弟一门心思练铜，你瞧着他们日渐熟练，打算给他们添些人手。狩猎队装备升级后，打猎跟砍瓜切菜似的轻松，猎物多的吃不完，可天气热了，食物不好保存，狩猎队只能暂停打猎。你哪能让他们闲着？一部分人被安排去后山采集食人树尖刺，这尖刺既能做羽箭，又是战略物资，得大量储备，还能顺便种些食人树。一部分人负责砍树，树干留着盖房子、打造物件，树枝晾干当柴烧。还有一部分人则去丛林里抓鸡。你一心想扩大养殖规模，禽类羽毛做箭羽再合适不过，总不能每次做箭都临时去抓野鸡吧？所以得搞可持续养殖。部落附近能养殖的鸟类不少，像松鸡、珍珠鸡跟赤尾乌鸡。你还在兔圈旁画块地，用砖块、木棍、茅草搭好鸡窝，围上1人高的篱笆，抓回来的鸡拔掉翎羽和尾羽就飞不起来。饲料就采集附近草场的野菜来，苜蓿草和黑麦草长得正旺，足够喂鸡。第3天一大早，鼠屋和长老2个老头就凑在一块，兴奋的小声嘀咕着啥。你刚出围墙就被他俩瞧见，长老扯着嗓子喊道：“首领，你快来看，你说的那个水稻长出来了。”你原本还有些迷糊，一听这话瞬间来了精神，撒腿就往稻田跑。到地一瞧，育苗田里密密麻麻钻出绿脑袋，你眼眶顿时一热，声音都有些哽咽。好啊，真的长出来了，我又能吃到大米了。长老瞧见你这副模样，纳闷地问：“首领，你怎么了？”你稳了稳情绪，转头吩咐道：“没事，我这是高兴的。对了，你们2个去告诉所有族人别从田里走路，谁要是踩坏了这些禾苗，就罚他1天不许吃饭，让小孩子们看好那些牲口和狼崽子，别到田里来，谁犯了就饿他1天，谁敢破坏这些食物，我就罚他的食物。”鼠屋在一旁出主意：“首领，要不然咱们用树枝围1圈篱笆。”你摆摆手说不用，太浪费人力和时间了，把禁令跟大伙说清楚就行。果不其然，吃早饭时大伙听到禁令，没一个人反对，都知道这些禾苗是日后的口粮。到了第7天，花生和辣椒也纷纷发芽破土，水稻长出第1片叶子，田地里绿油油一片，生机勃勃。鸡笼里的赤尾乌鸡数量也涨到30多只，兔子们也快下崽了。你看着畜栏里的牲口，又琢磨起还没造出来的4轮大车。金属产量可是制约部落发展的关键，之前铜储备少，好多计划都搁置了，如今矿石充足，像鞍具、4轮马车、木桶这些计划都可以重启。鞍具做起来不算难，给大角鹿用正合适。你做好鞍具，迫不及待牵来一匹壮年雄性大角鹿给它装上，然后翻身上路，在部落西面草地上转了1圈，感觉还挺不错。完了，你接着忙活木桶的事。部落缺便于运输的储水容器，陶器易碎，密封性又差，所以得做木桶。你规划好尺寸，选造船剩下的沙木新材，让木屯他们按照你指导的方法制作。就这样，各种规格的木桶在汉部落里陆续诞生了，运输型的、日常使用型的、带提手的应有尽有。长老瞅着这些木桶，忍不住问道：“首领，咱们做这么多木桶干啥呀？”你笑着解释：“当然是用啊，用不完还能拿去交易给别的部落。这木桶装水可比陶器实用多了，指定有人稀罕。但是这没有10个壮小伙来换，我可不答应。”木质水桶的事有了着落，你紧接着把心思全扑到4轮车上去。车最重要的部件当属车轮，制作工序繁琐载重又要求高，以往用的制作推车的法子肯定行不通。你琢磨一番，给了木屯2组精确的数据，郑重叮嘱他按照
照这个尺寸做4个车轮，2个大的2个小的，木头务必挑结实的。大车轮制作耗时久，你没工夫干等着，转身又去忙别的要紧事。眨眼间黄铁矿的泥巴已经烧了11天，眼瞅着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由于需要制作硝酸，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危险发生，你决定把自己合族人格离开，整整忙活了2天，终于得到2大坛子硫酸，还有110来斤氧化铁结晶。这结晶可是实打实的铁粉，往后打造铁器就靠它了。有了硫酸制取硝酸就简单多了，你拿出一套崭新的蒸馏设备，把女人们提纯好的硝酸和硫酸一股脑放进蒸馏锅，蒸馏没多久硝酸就到手了。眼瞅着硝酸和浓缩甘油都齐了，可你却不敢掉以轻心。这硝化甘油可是个暴脾气，稍微碰一碰，甚至温度高一点都能瞬间爆炸。为了稳妥起见，使用前临时混合才是上策。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你吩咐瘸子交出一批同系比例5:2的箭头，特意叮嘱其中1枚做成圆头的，到时候用弓箭远程引爆，相对安全可靠。第2天一大早，你站在部落中央，扯着嗓子高声宣布：女人们今天在部落里看家，所有的男人带上工具跟我走，咱们去采盐了。这一嗓子喊得大伙热血沸腾，个个摩拳擦掌。蜀吴一听，赶忙凑上前：我能不能跟着一起去？去病这小家伙更是机灵，跑过来抱住你的大腿，使劲摇晃的撒娇：首领，我也想去，我保证听话。你略一思量后点头答应：这样吧，你俩跟着去，长老留在部落里看家。长老没有二话，爽快应了下来。虽说心里好奇的很，可毕竟部落也得有人手。去病一听自己能去，乐得一蹦3尺高，急忙跑去牵他的奔奔。不一会，一支5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出发了。肉包和灰山在前面威风凛凛的带路，大伙扛着铜铲，背着弓箭，牵着牛，牛身上驮着大筐和木桶。去病骑着奔奔，小脑袋左顾右盼，满脸新奇。你双手稳稳拎着2个坛子，坛子里分别装着硝酸和甘油。队伍一直走到下午1、2点，终于抵达了原谢顶部落的那个神秘溶洞。你大手一挥，让大伙先歇口气，吃点东西。众人纷纷卸下装备，简单吃了顿午饭补充体力。半小时后，你起身拍拍手，招呼大家开工。几个壮汉立马围到溶洞口，嘿呦嘿呦喊着号子，把堵在洞口的大石块全部搬开。大力挠挠头，满脸疑惑地问：这个岩洞这么小，咋打开？这石头硬得很，以前咱们磨着眼打量一番洞口，沉声道：用我带来的这2个坛子，你们都先出去拿着自己的铜铲，一会准备挖坑。接着递给大树一个火把，指了指盐矿洞口，你拿这个火把就放在这个盐矿的洞口，我去外面找一下位置。大树接过火把，二话不说，快步走到洞口。你出了溶洞，四下张望，眼神锐利如鹰，在溶洞外面约莫80米的地找到一个绝佳的小土坡。这视野开阔，能清楚瞧见大树手里的火把，意味着正对着盐矿洞口有一条笔直的弹道，方便射箭。你折了根树枝，狠狠插进土里做标记，大声招呼众人过来挖坑。坑要挖半个人那么深，人站进去得没过腰，挖出来的土就堆在靠洞口的这一面，用铲子拍结实。众人得令扛起铲子迅速开挖。等到坑挖到差不多时，你叮嘱大家带上所有的牛，先到1公里外的托孤岭山坡下面等着。待会这里会发出巨响，大地都得颤抖。等没动静了，再到这个坑里来找我。族人们郑重地点了点头，随即牵着牛往远处撤去。你赶忙拎着2个坛子走进山洞，山洞里光线昏暗，篝火摇曳，气氛紧张的让人窒息。你深吸一口气，缓缓打开装着浓缩甘油的坛子，一点点往里面加入硝酸，再用一根纯木质的箭杆小心翼翼地搅拌均匀。这过程足足花了10几分钟，每一下都慎之又慎，生怕稍有差池引发爆炸。得到一坛子硝化甘油后，你将它放在了盐矿的洞口处，又在周围仔细码上石块固定，确保万无一失。紧接着就猫着腰走到更靠里的地方，点上一堆篝火照明，方便自己在山洞外也能看清目标。做完这一切，你快步来到掩体位置，心脏砰砰直跳。虽说心里紧张的要命，可眼神依旧坚定，紧紧盯着山洞里那片火光前的陶土坛子。掩体距离洞口80米左右，盐矿又在洞口里面35米左右的位置，爆破中心距离自己只有115米，这点距离平常射箭不在话下。可今天这一箭关乎成败，你强压紧张情绪，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看见大火撤得差不多了，才缓缓举起弓箭瞄准目标。随着嗖一声弓弦巨响，羽箭如流星般飞速射出，你不敢有丝毫耽搁，顺势一把扔开长弓，迅速下蹲，同时张大嘴巴紧紧捂住耳朵。下一刻，轰隆隆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响起，仿佛天崩地裂一般。爆炸产生的气浪如汹涌怒涛，呈环形向四周疯狂扩散。盐矿的入口处直接被炸成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原本藏在深处的大块矿岩直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洞口处喷出的气浪裹挟着泥土和石块，瞬间吹飞挡在掩体前的泥土，你躲避不及，直接被埋在下面。半径500米内的鸟雀瞬间爆裂，树枝被连根折断。1公里外的托孤岭上，汉部落众人正在焦急等待，突然一股强烈震感袭来，拄着木杖的蜀吴脚下一个踉跄，直接摔倒在地，无数岩石碎块如烟花般高高飞起，拳头大的小石块甚至砸到托孤岭这边。野牛们受惊过度，全都拼命挣扎，可惜被牢牢绑在树上，动弹不得。奔奔更是吓得腿一软，直接趴在地上。肉包和灰山也慌了神，撒腿往山坡下狂奔。大树扯着嗓子高喊：大家快趴下！众人如梦初醒，纷纷扑倒在地。蜀大直接呆立在原地，满脸震撼，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景象。几分钟后，远在汉部落的长老他们也听到一声巨响，紧接着瞧见远方惊起大片飞鸟。长老激动挥舞手杖，扯着嗓子大喊：是首领，他真的把山打开了！留守的女人孩子们听闻全都欢呼雀跃，太好了，咱们又有盐吃了。
与此同时，在小河东面的利部落，首领毛利正带着狩猎队专心打猎。突然，同样的惊天巨响传来，众人惊愕回望，只见西边天空尘土飞扬。毛利满脸疑惑的喃喃自语：“那边发生了什么？是天神发威吗？”一个族人战战兢兢地说：“好像是小河的那边。”毛利定了定神：“咱们还是回去问问乌吧，乌能沟通神灵，说不定知道发生了啥。”说罢，扛起猎物，带队匆匆返回部落。在溶洞南方10几公里外的森林里，一支50多人的队伍正在行进。这队伍正是游部落。游部落整日居无定所，穿梭在各个部落之间，负责传递消息、联络机会。领头的是个20岁左右的健壮小伙，名叫福，手里还攥着一张简易地图，上面标着水流走向和山势脉络。突然一声巨响传来，仿若天雷炸响，众人惊愕驻足，面面相觑。福脸色骤变，抬手示意队伍停下，警觉地竖起耳朵仔细听动静，同时目光锐利地扫视着四周。身旁一个族人惊慌失措地喊道：“福，这声响不对劲，莫不是有啥怪物在作祟？”福眉头紧皱：“别慌，听这动静像是从西北方向传来的，声势这般浩大，绝非寻常。”说罢，他将地图迅速摊开在地上，手指沿着山脉走势比划了几下，眼中闪过一丝揣测。西北边正是西山那一带，平日里除了些野兽并无异常，今日这阵仗难不成是哪个部落搞出的大动静？队伍里众人交头接耳，脸上皆是紧张与狐疑之色。福站起身来：“都别瞎嚷嚷了，咱们先过去瞧瞧。不过都把武器握紧了。”众人连忙点头，纷纷抽出腰间的10个木矛，小心翼翼地朝着爆炸声传来的方向前行。此刻被炸塌半边的西山溶洞中，已被埋在掩体坑里，只觉周身被厚重的泥土压得死死的，你胸腔憋闷得厉害，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拉扯着肺。你拼尽全力扭动身子，双手胡乱地扒拉着泥土，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得尽快出去。过了好一会，外面隐约传来焦急的呼喊声：“首领，首领，你在哪？”是鼠大他们的声音。你顿时精神一振，使出浑身解数，奋力向上顶去，双手如同疯狂挖掘的地鼠，将泥土不断向两边拨开。随着一声闷哼，你的脑袋终于破土而出，大口大口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我在这！”你扯着嗓子高喊，声音因为呛了尘土而显得沙哑粗粝。鼠大几人循声赶来，瞧见你狼狈不堪的模样，眼眶瞬间红了，二话不说扔下手中的铜铲，徒手拼命扒开你身上剩余的泥土，嘴里还念叨着：“首领啊，可算找到你了，可把我们吓坏了，刚才那声响差点震破咱的胆。”你缓了缓神，在众人搀扶下站起身来，掸了掸身上的尘土，笑着表示没事，接着赶紧带着大家去查看盐矿。众人簇拥着缓缓朝溶洞走去，只见原本狭小的洞口，如今已成了一个足有几间屋子大小的深坑，坑壁上层层叠叠裸露着白花花的矿岩，在日光映照下闪烁着诱人的光芒，宛如一座银山一般。众人被眼前的景象惊得呆立当场，半晌说不出话来。你没有耽搁时间，赶紧招呼大家抓紧时间采盐。众人这才纷纷起身，干劲十足地忙碌起来。有人牵着牛将木桶大筐搬运到盐坑旁，有人手持铜铲小心翼翼地从坑壁上敲下大块大块的矿岩，再轻轻放进容器里。还有几个机灵的族人在一旁用藤条编织着简易的绳索，方便调运盐块。就在大伙热火朝天的忙活时，你眼角余光瞥见洞里似乎有几具蜷缩的身影，顿时心头一紧。待走近看清后，脸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竟是几具小孩的干尸。这些孩子身形瘦小，衣衫褴褛，肢体扭曲的蜷缩在角落，像是在极度痛苦与绝望中离世。你眼眶泛红，心中一阵酸涩，转头轻声吩咐道：“去找些干柴来，咱们把这些孩子好生烧了，送他们一程。”几个族人默默点头，转身去搜集干柴。不多时，一堆篝火在洞内燃起，火焰。你眼眶泛红，心中一阵酸涩，转头轻声吩咐道：“去找些干柴来，咱们把这些孩子好生烧了，送他们一程。”几个族人默默点头，转身去搜集干柴。不多时，一堆篝火在洞内燃起，火焰熊熊跳跃，映照着众人肃穆的面庞。这是带着孩子们的冤魂缓缓散去。处理完这事，你深吸一口气，强打起精神，高声喊道：“大伙加把劲，采完盐咱就回部落。”众人齐声应和，手上动作愈发麻利，忙碌了好一阵子，木桶和大筐都装得满满当当的。见天色渐晚，你大手一挥：“行了，收工，今天收获颇丰，回部落好好庆祝一番。”众人闻言顿时欢呼雀跃，牵着牛驮着盐浩浩荡荡踏上返程之路。可还没走出多远，南边树林里突然传来一阵沙沙声响，动静越来越大，你瞬间警觉，抬手示意队伍停下，迅速抽出腰间的弓箭，低声喝道：“都别出声，戒备！”众人闻言纷纷握紧手中武器，摆出防御架势，目光齐刷刷地望向树林方向。眨眼间，一群身着兽皮、手持简陋武器的陌生人从树林里鱼贯而出。走在最前头的正是游部落的头领，他高举双手示意自己并无恶意：“我们是游部落的，路过这里，听到这边动静极大，就想着过来看看是啥情况。”你并未放松警惕，剑依旧搭在弦上，冷冷问道：“游部落，我怎从未听闻？你们来这到底想干啥？”福连忙解释道：“我们游部落平日里居无定所，专在各个部落间跑腿联络传递消息，召集集会啥的。这不刚巧碰上你们这闹出这么大动静，就是有点好奇。而且我瞧着你们这队伍装备精良，想必是个大部落，就寻思着结交一番。”你微微眯眼，上下打量着福，心中暗自思忖：这伙人来的蹊跷，虽说自称无恶意，但防人之心不可无。随即不动声色地问道：“那你说要结交，可有啥诚意？”福挠挠头：“诚意嘛，我们知晓不少部落间的新鲜事，还有各地资源分布的消息，这些都能跟你们分享。另外，若是你们往后有啥事需要跑腿帮忙，我们
们定当竭尽全力。你冷哼一声，光说可不行。福眼珠子一转，似是想起什么。对了，前些日子我们刚打听到一场盛大春会的消息，这场春会可是周边部落1年1度的大集，届10个部落齐聚一堂交换物资，比拼技艺。这消息想必对你们部落也大有用处。你闻言心头一动，深知部落若想长远发展，与外界交流获取更多资源必不可少。这春会无疑是个绝佳契机，但你面上依旧不露声色，不过是个春会消息罢了，谁知道真假？就算是真的，你平白无故为何要告知我？怕是另有所图吧？福尴尬一笑，搓着手说：“实不相瞒，我们一路奔波，干粮已然见底，眼下饿得前胸贴后背。若是你们能赏些吃食，这春会的事我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皱了皱眉头，转头看向身后满载盐块的牛群，面露为难之色。我们这会也没多少干粮了，自己还指望着这点吃食撑回部落了。福眼巴巴地望着，就一点就行，哪怕是几张干肉、几把野菜就救急。等回了部落，我保证让大伙加倍奉还。你略作思量，终究还是摇了摇头，这会实在不方便。要不这样，你们随我们一道回部落，到了那好酒好菜招待，春会消息也一并说清楚。福一听，眼睛顿时亮了起来，那感情好，多谢首领慷慨，我们跟定您了。于是两支队伍结伴而行，朝着汉部落缓缓进发。天色愈发暗沉，汉部落众人点亮手中火把，一时间蜿蜒的队伍仿若一条游动的火龙。由部落众人瞧着这明亮的火把，满脸新奇与羡慕，忍不住凑近你好奇问道：“首领，你们这火把可真亮堂，不知是咋做的？我们平日里抹黑赶路可吃了不少苦头。”你笑了笑，随手拿起一支火把。这做火把不难，找根粗壮木棍，一端裹上厚厚的布条干草，再浸满油脂点上火就行。福一边听一边不住点头，真是好办法，回去我也让大伙照着做。众人一路闲聊，不知不觉便到了汉部落。由部落众人刚踏入部落，便被眼前的景象惊得合不拢嘴。只见高大厚实的围墙环绕四周，部落里屋舍井然排列，人畜兴旺，处处透着勃勃生机。他不禁咂舌道：“你们部落规模这般大，设施还如此齐全，真是我见过最气派的部落。”你微微一笑，吩咐族人安排由部落中人歇息，又命人端来热气腾腾的饭菜。众人围坐在一起，大口吃肉，气氛热烈融洽。饭后，福开口说道：“首领，谢谢你的款待，我也该兑现承诺了。这春会定在半月之后，地点就在东边大河的交汇处，届时周边20-30个部落都会齐聚，热闹得很呢。”你微微颔首，将春会信息默默记下。这春会可有啥讲究？交易的规矩和比试的项目，你都细细说一说。讲究倒也不少，去参会得带上自家部落最拿得出手的物件，当做入场信物，不然可进不了会场。交易时大多是以物易物，双方商量好价值，公平交换。比试项目有狩猎比拼，还有手工技艺展示啥的，赢了的部落能得丰厚奖励，名声也能大涨。你听得津津有味，心中盘算着部落该准备些什么。这时福像是鼓起勇气试探着说：“首领，你们部落如此富足，瞧这牲口成群，不知道能不能允我们一头牛？往后我们一定报答，为部落跑腿办事绝不含糊。”闻言，你顿时脸色一变，牛可不行，部落发展离不开牲口，眼下正是用人用牲口的时候。若是你们缺粮，我可以给些吃食，要换东西咱也能商量商量，别的物件可以，唯独牛不能给。福面露失望之色，但很快又恢复笑容。那首领您看咱们能换点啥？你思忖片刻，说道：“部落里陶器剑矢啥的都有，若是你们需要，拿相应的物资来换便是，或者你们手头若有稀罕物件，我们也乐意交易。”福连连点头，明白明白。饭后众人各自歇息，福躺在床上却翻来覆去难以入眠。他越想越觉得汉部落潜力巨大，那头牛的事始终梗在心头。思量再三，他索性起身找到你住处，轻轻叩门：“首领您睡了吗？我有点事想跟您再商量商量。”你打开门，见到是福，顿时皱起了眉头。这么晚了，还有什么事？福满脸诚恳地说：“首领，我回去又琢磨了下，我们游部落虽说没多少家底，但跑腿办事绝对是把好手，找资源联络部落干杂活样样在行。您看能不能再考虑考虑那头牛的事？您开个条件，但凡我们能做到的，一定全力以赴。”你双手抱胸，目光审视地看着福，心中暗忖：这游部落四处游走，人脉资源定是不少，若能为我所用到，也是件好事。你沉吟片刻，缓缓开口：“既然你这么执着，那我也直说了。眼下部落最缺的便是衣物，天气渐暖，部落人口增多，现有的衣物远远不够。若是你们能帮着找到足够做衣服的兽皮和麻料，或是知晓哪里能采集交换到这些材料，那头牛便可以考虑给你们。”福眼睛一亮，拍着胸脯保证道：“首领放心，这是包在我们身上。我们整日穿梭在各个部落间，对周边兽皮麻料的产出地熟得很，最多3天我定给您寻来满意的材料。”你嘴角上扬，露出一丝笑意：“好，希望你别食言。若是办成了，牛立马牵走；若是办不成，往后可就别再提这事了。”福连连点头，满心欢喜地离去。望着他的背影，你心中满怀期许。你深知这或许是汉部落迈向更大舞台的一个契机。第3天的时候，福再次来到了汉部落，他已经找到有个地方生长了许多苎麻，可是那个地方路程太远，即使是自己这样脚程很快的，也需要整整1天才能赶到。但你却笑笑没有说话，转身牵出一头角鹿，只要骑上它，就能1天之内往返。这种鹿福之前倒是见过，可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东西也能乖乖听话，任人驱使。见状，你耐心地教他怎么控制角鹿行走，又怎么停下来。福只是骑了一拳，就喜欢上了这种神奇的交通工具，问你能不能在原来的交易基础上再加上这头角鹿。闻言，你果断拒绝，牛和鹿只能2选1，自己给的酬劳已经很高了。福倒是没有再过多的纠缠，只是在心里更加期待下次的合作。第2天天刚当亮的时候，你和福2人每人带着2头鹿出发。
临行前，你又让族人们沿着人工河的北岸开垦荒地，等你回来的时候，可以直接把采集的苎麻种植起来。两人骑着大角鹿，一路朝着西北方向前进。原本需要走1天的路程，到了太阳爬到头顶的时候就到了。福说的地方是一个被绿色覆盖的山坡，山坡上有很多的苎麻，看样子足有2000多亩，却根本看不到其他植物。你顿时皱起了眉头，这货怕不是个老六，这一大片明显就是有人种植，这要是被抓住了，怕是少不了一顿胖揍。汉首领，你要找的不是这种草吗？福指了指山坡上整片的苎麻，是我要的那种草没错，但这些草是有主人的吧？这附近是不是有什么部落？这里是有个边部落，不过他们不太欢迎外族人，所以我们以前也没怎么来过。我特么，你小子故意的吧？这不是坑劳资吗？不过现在既然已经来了，自然不可能空手回去，只能偷偷采一些就马上溜。一想到这里，你从大角鹿的背上取下一个大筐，开始疯狂收割。福见状也拿着自己的骨刀开始忙活起来。可就在你们收割的正嗨的时候，一阵敲击木棍的声音顿时从周围响起，你当时就是一惊，完犊子了，被人家抓住了！还不待你有进一步的动作，四面八方立刻围上来许多人，放眼望去，少说也有30-40号，还都是成年男性。你和尤福二话不说就爬到鹿背上，两人叫了一声，开始向山坡下突围。人群中突然拉起几道麻绳，将你们彻底拦了下来，紧接着就被2张麻绳编制的大网当头罩住，像是抓猪一样被抬着往山坡上走。4匹大角鹿也被人牵着紧跟在后面，你的心顿时就凉了。偷东西被抓现行，真特么丢死人了！打眼一看，前面领路的居然是一个女孩，那女孩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脑后披散着乌黑的长发，腰上围着一块麻布当做裙子。女孩的模样煞是好看，但是你却没心情欣赏，转头瞪了一眼同样被抬着的福，特么的都怨你！不多时，你们就被抬回了部落的居住地。边部落的首领也来到了两人的面前，让你惊讶的是，他们的首领居然是个女的，她浑身裹着和女孩同款的网眼麻布。刚才那个女孩也笑嘻嘻的来到你面前，对着那个女首领说道：“阿姆，这个男人刚到麻田我就发现了，你得把他奖励给我。”女孩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骑着高大的野兽奔跑，而且你打扮的也很精神。发现你的时候，她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把你留下来。边部落是一个类似母系氏族的部落，整个部落里女权最大，他们的首领是一个已经30多岁的女人，而眼前这个女孩正是长的女儿。小蝶今年也有12岁了，刚刚成年。这些天他们也得到了春会的消息，正想着自己要找个什么样的男人，没想到就有自己送上门的。常走到你面前，上下打量了一下你，的确很特别。你说他是骑着这角兽过来的？是啊，他们俩都是骑着这角兽来的。阿姆，你就把他讲给我当男人吧，我不想去春会，可我看他不像是一般人啊。长的目光敏锐的在你身上扫来扫去，尤其是你头上的铜冠，这种金灿灿会闪光的东西他还是第一次见，这样的奢华饰品绝不是普通人可以穿戴的。想来他不是个部落首领，也是部落首领的孩子，把这样一个人强行留下会很麻烦，甚至会挑起2个部落的争斗。接着一个男性族人把你的弓箭、长矛都交给长首领，这个也是他们的。常从族人手中接过你的青铜长枪，那金色的枪头尖锐又锋利，心里暗想，如果他们部落全是这样的武器，那就更不能把他留下。随后又拿过了你的弓箭，琢磨了半天却看不懂是干嘛用的。小蝶立刻从母亲手里接过了弓箭，嘣嘣的拉着弓弦，像是弹琴一样，似乎觉得这是一件乐器。见状你气得咬牙切齿，要知道放空弦可是会损伤弓体。长则是从箭壶里抽出一支羽箭，看着箭尾粘着的羽毛，还有同样尖锐锋利的青铜箭头，他可以很肯定这也是武器，但是他却不知道这么小的矛怎么使用。你虽然听不懂他们说的什么意思，但是看他们娘俩在那研究半天也没研究明白，不用想就知道他说的啥，急忙大喊着：“你放了我，我就告诉你怎么用。”常也听不懂你的意思，但是也知道你想出来。他转身从大筐里拿出一把马草，对你说道：“你为什么偷我们的马草？”就在这个时候，另一张网子里的符说话了：“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是你们的东西，不过你最好还是把我们放了。我们2个都是部落的首领。”周围边部落的人听到这话都是一愣：“你怎么会我们部落的话？”看着一旁这个害自己落网的家伙，居然和对方交流上了。你是又想抽他又佩服这家伙，怎么会那么多部落的语言？我是由部落的首领服，因为我们经常和外族做交易，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各个部落的语言。常想了一下，记起以前确实有个由部落来过，因此他确定了福的身份。可是对你的身份还有些疑惑。那他呢？你为什么说他也是首领？他的部落就更牛批了，他们的人口不比你们少，还有很多的厉害武器。你最好还是别把他留下，不然你们部落就完了。常听到这些，已经想要把你放走了。2个人数差不多的部落交战，最后很可能2败俱伤，这不是他希望看到的。可是小蝶一听，顿时就不干了。我们可不怕他，还能有什么比长矛厉害的武器吗？那个短矛根本扔不了。你在骗人，我就要把他留下。福看着小蝶刁蛮的样子，只是嗤笑一声，没有说话。事实上他也不知道怎么说，他并不知道那个东西是怎么使用的，只知道那个东西很厉害。小蝶看着福那不屑的嗤笑，顿时就受不了。你骗人，你骗人，我就要把他留下。常没有像小蝶那样胡闹，弓箭他。可是小蝶一听，顿时就不干了。我们可不怕他，还能有什么比长矛厉害的武器吗？那个短矛根本扔不了。你在骗人，我就要把他留下。福看着小蝶刁蛮的样子，只是嗤笑一声，没有说话。事实上他也不知道怎么说，他并不知道那个东西是怎么使用的，只知道那个东西很厉害。小蝶看着福那不屑的嗤笑，顿时就受不了。你骗人，你骗人，我就要把他留下。常没有像小蝶那样胡闹，弓箭他虽然不认识，但是仅从那根锋利的铜矛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厉害。武器好就不会缺食物，不缺食物那人口肯定就不会少，再加上你头上的铜冠，他十分肯定你就是一个大部落的首领。常把发脾气的小蝶拉住：“我可以放你们走，但是你们毁坏了我们部落的马草，我们今年就会少很多。你们准备怎么赔偿我们？”小蝶一听母亲要放人，马上就急眼了：“阿姆不能放他们走，我就要把他留下来当男人。”常作为一个部落的首领，自然知道事情的轻重，当即就拒绝了蝶。
这时福不耐烦了，你到底要什么赔偿啊？给完快放我们走。常想了一下，指着你的弓箭和金枪，还有那几头角兽说道，我们要留下这些武器，还有角兽。福连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不可能，那不是我的，他也不会给你。你看着常指着自己的武器和角鹿，就疑惑地问福他想干嘛。福解释道，他说我们毁了他们的马草，要留下武器和角鹿当补偿。闻言你顿时就炸了，这特么不是碰瓷吗？老子都是直接割的，又没给他连根拔，怎么就毁了他的马草？就算赔偿也不可能用这么多东西。可是你突然又感觉哪里不对，他刚才说我们毁了他们的马田，他们1年就采1次马草。福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只能帮你翻译。汉首领说你们是不是每年只采1次马草？常听了这问话也是一愣，难道苎麻不是1年收1次的吗？你只看常的表情就知道他们根本不懂苎麻的生长习性。于是胸有成竹的让福告诉他，武器和角鹿自己都不会给，而且马草我还要继续采，但是我可以告诉他们1年收5次马草的方法。边部落的人听了福的翻译，顿时就惊了，马草1年可以采5次，那不是直接翻了5番吗？这个方法确实值钱。要知道边部落种植这些苎麻不仅是供自己部落使用，而且他们还用编出来的麻布和麻绳跟别的部落做交易，有时候换食物，有时候换人口，所以马草的产量可以说是决定了边部落的发展。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那边部落根本就不会缺马草，这对他们来说太有诱惑力了。常的眼睛也顿时亮了，急忙摆摆手，让自己的族人把你放下来。几个男人得令后，7手8脚的就把你们2人放了出来。你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兽皮裙，伸手朝着常又指了指自己的那些武器，示意他先还自己的武器。常虽然有些犹豫，但看你的眼神坚定而又冰冷，隐隐透着一股子霸王之气，急忙就让小蝶将武器还给你。可是小蝶本就不同意将你放走，正赌气呢，哪里肯轻易归还。随即扭头哼了一声，还你也可以，你必须先教我怎么使用。闻言你点了点头，取过长弓，然后又抽出一支箭矢，四周看了一下，寻找合适的目标。突然看到不远处一只被网兜吊起来的小野猪还是活的，此时离你就差不多30米的距离。你当即举弓搭箭，几乎没怎么瞄准就松了手，随着嗖的一声，锋利的青铜箭头轻易地穿透了小野猪身侧的皮肉，箭矢直接从小野猪身体的另一面飞了出去，啵的一声定在后面的一根木柱子上。野猪顿时惨嚎了一声，然后就领了盒饭。边部落的族人们顿时就震惊了，身体忍不住打起了哆嗦，没想到这东西这么厉害，幸好首领答应放了他们，不然等汉部落打过来，自己的部落怕是分分钟就凉了。然而小蝶看到死猪却是一点都不害怕，反而惊呼了起来，原来是这么用，真是太厉害了。常同样很震惊，没想到这种武器这么厉害，要是把那头野猪换成人的话，他不敢再想下去。而且这还只是一根箭矢的威力，你的箭壶里还有好几十支呢，那看上去比自己部落男人的数量还要多。常开始害怕了，这是多么恐怖的武器，自己一定不能和那个汉部落交恶。你偷偷瞥了几人一眼，看到他们脸上的惊讶和恐惧，不由得心里一阵舒坦，看你们还敢不敢像抓猪那样抓牢子。随后你把那根箭矢拔了回来，又放回了箭壶里，然后转身牵着角鹿带着众人就往麻田的方向走去。等到所有人都到了身边，你才不慌不忙地指着地上的马草，教他们正确的收割方法。收马草不能直接拔，只要从你所指的地方割下，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再次长出来。结冰之前最少可以这样收5次或者6次。一旁的福自觉地给你当翻译，周围边部落的人则是很吃惊，他们以前都是直接拔的，哪里知道还有这种操作。常惊讶地问道，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你以前种过马草？你随口撒了一个谎，我小时候种过。那你来割我们的马草干嘛？拿回去种然后织布。小蝶听了你的话有些惊讶，你还会织布？那当然，我还可以织出更好的布，比你们这种更宽更密。说着你瞟了一眼他们身上的麻布，跟网眼的筛子差不多，根本不能遮住隐私。那你能不能教我们？常不怀疑你在骗他，你的武器已经可以证明你懂得更多生产技能。虽然你刚从网里放出来，也不忘趁机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不行，我只教自己的族人，除非你们加入我的部落，加入别的部落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一个男权的部落。常从来就没想过，你也没指望对方会直接同意，只不过是想引起他的兴趣而已。随即一摊手表示无所谓，接着便招呼福收割马草。常没有说什么，这毕竟是事先说好的。20分钟后，4个大筐都被装满，你把这些苎麻搬到路背上就准备离开。就在这时，站在一边的小蝶突然抓住了缰绳，满含深情的要让你留下来。你听了福的翻译后，顿时脸一红，但还是认真的摇了摇头。我有自己的族人，我不能留在这里。小蝶眼泪一下就冒了出来，憋着嘴委屈的问道：“那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你没有回答，两腿一夹角鹿就窜了出去，随后又抽出一支箭矢，射到小蝶身前2米远的地方。小蝶小跑2步，拔出那根羽箭，仔细的看了2遍，终于在箭尾的木杆上发现一个图腾和一个汉字阿姆。这个图腾和他头上那个一样，你收好吧。我们试一下能不能制作一样的武器出来。福和你2人侧路狂奔，终于在天黑前赶回了汉部落。这是人工河的北岸，由汉2个部落的族人已经开垦出了一小片耕地，大约5亩左右。你用铲子在地上画出垄具，让族人们把这些苎麻苗直接插到土里。鼠屋和长老来到了你的身边。首领，这次种植的是用来干什么的？做衣服用的，就是穿在身上的东西。用这种草做的衣服很薄，夏天的时候就可以穿。族人们纷纷点头。他们又学了一个新词，衣服，穿在身上的就是衣服。现在游部落的任务完成了，福过来找你索要报酬。虽然中间出了点变故，但你也没有食言，按他的要求将那批角鹿给他，另外还附赠了一个陶钵和10个陶碗。
至于两人被边部落活捉的事情，两人十分默契的连提都没提，毕竟两人都是一族之长，实在是太丢人。第二天一早，福带着族人向你辞行，与你约定到时候在孟春谷再见。你看着游部落的队伍消失在远方，目光有些出神，自己也很想像游部落一样出去冒险。这时长老走到你的身边，首领，接下来我们需要做什么？你回过神来看了看长老，想着之前遇的稻谷苗也已经过去了17天，也是时候插秧苗了。你让长老召集所有青壮族人，先让男人们去把水渠都挖开缺口，开始往大田里放水。长老虽然不懂什么是插秧苗，但还是照做，他知道听你的准没错。不多时，男人们用铜铲在每一条沟渠都挖开几个缺口，人工河的河水哗哗的涌入稻田。你则是带着女人们开始把禾苗拔出来，然后再分成一把一把的放在一边。木桶按你的要求结了一堆40厘米长的小棍，用来插秧的时候掌握行距。所有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大家集体来到你身边跟你学插秧，用2根手指夹住秧苗的根部，直接插到你里面，再用小棍量一下，再插下一个。大家纷纷表示明白。可是一个黑鼠部落的男人却提出了疑问：首领，这个草真的能吃吗？他的话刚一说完，大家纷纷看向你，显然这个问题大家都想知道，只是一直没人敢问。养殖和种花生大家都见过食物，但是你所说的这种农作物他们都没见过，都觉得把那么多时间浪费在种植水稻上很不值得。你也没生气，耐心的告诉大家这个草确实不能直接吃，我们要吃的是它的种。说着就让石头去把之前剩下的22斤稻种拿出来给大家看，这就是水稻秸的种子，名字叫稻，把这个皮去掉，就是我们吃的大米。这个大米很硬，必须要放在锅里煮熟了再吃。看着大家还是一副似懂非懂的样子，你决定现在回到部落，用剩下的这些稻种为大家煮一锅大米饭，让所有人都尝尝。长老和鼠屋年龄大，没办法弯下腰插秧，也跟着回到部落看你怎么做饭。你先找来一个比较厚的坛子，用一个木棍在坛子里捣米，没过一会就全部脱壳，里面的稻谷变成了糙米，然后把这些糙米放到陶锅里，用水淘洗干净，按照米和水1比2的比例放在火上煮。鼠屋看着紧紧盖住锅底的大米有些疑惑，首领，这里面的米那么少，能让人吃饱吗？闻言你微笑着告诉他，大米和水一起煮就会变大，到时候锅里就没水，只有变大变软的干米饭，米还会变大。长老和鼠屋异口同声地发出惊叹，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会变大的食物。部落里的一些孩子也围在旁边，陶锅里不一会就冒出一股浓郁的米香味，让周围的孩子们不停地咽口水。你也是很激动，多么熟悉的味道，好久都没吃过大米了。也就在你煮饭的时候，几百个族人已经把秧苗插完了，此时全都站在锅边，闻着锅里不断散发出的米香味。很快一锅颜色雪白香气扑鼻的大米饭就出现在大家面前。你让每一个族人拿着自己的碗筷在一边排好队，由于数量有限，只能每人吃一小口尝尝味道。走在前面的几个族人最先分到，迫不及待就放进了嘴里，一边吃着一边回味，这米饭真香啊，嚼几下还有一股甜味，太好吃了。后面没吃到的族人一听这话就更着急了，纷纷催促前面的快点。不一会整个部落就响起一片舔碗底的声音，他们吃惯了肉食，现在吃到这种软糯香甜的食物，又是新奇又是开心。现在整个部落再也没有一个人对你还有质疑，反而因为你找来了水稻，现在在族人们中的威望再一次升高。等到忙完这些，你又开始给大家安排工作，男人们全部去伐木、抓鸡、狩猎、炼铜做陶器干木工，女人们则是烧砖窑、捕鱼、放牧、提炼盐矿。提炼盐矿很简单，先把矿盐去掉杂质，然后用清水煮沸，最后蒸发结晶，做出的白盐不仅供自己部落使用，另外也可以用来和别人做交易。春会的事情你很重视，得多准备一些盐和陶器，这些都是每个部落的必需品，根本不愁卖不掉。另外需要准备的就是一辆大车，毕竟要把这么多的商品带到那么远的地方。随即你叫来木屯，询问木板车制造的进展。木屯也不废话，带着木工队的10几个族人将4轮大车推到了你的面前。当你看到的时候，顿时就惊住了，没想到老实的木屯还真有几把刷子。之前你只是让他做一辆2轮的平板推车，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居然已经有了马车的雏形，后面是一个很大的车厢，虽说没有车棚，但是到时候只需要搞一个兽皮帐篷搭在上面，那绝对不会比马车差多少。而且车的前方还有一个可以坐下2人的平板，到时候只要套上2头牛提供动力，人坐在座位上驱使就行。你将木屯狠狠地表扬了一番，又给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木屯很开心，带着木工队的族人又开始忙活了起来。这次有你的指挥和各方面协调，人类历史上的第一辆牛车用了3天的时间就做出来了。这辆大车不仅漂亮奢华，还很实用，100公里油耗就一捆草。一转眼的时间，春季的第1个月就要过去了，族人的日子也越来越好。唯一不足的是，你设计的城池眼下还是没有着落建成，需要太多的人力。汉部落现在满打满算才350多人，现在也是时候用陶器和白盐到春会上掳掠一番了。为了运输方便，你让瘸子赶制了一批小平底上面敞口的陶锅，用的是木头盖子，可以全部叠到一起，节省空间。盐直接装到大木桶里，盖子用绳子绑上。你不停地指挥着族人们装车。今天离春会开始还有6天，为了路上不那么赶，你打算提前出发。随后将大树叫到身边，叮嘱他这些天自己不在，就由他来管理部落，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族人和那些秧苗。大树感觉到你对他的信任，将胸膛拍得砰砰响，保证一定会保护好部落的每一个族人。你接着转身看向旁边的鼠大，将一个提前准备好的锡棺放到他手上。我走的这段时间，你要
负责带领狩猎队打猎，还要带领刚加入的族人每天练习弓箭和长矛。鼠大看见大树被委以重任，本来还有些心里不平衡，但是看到你给他准备了和大树一样的头饰，那点小情绪立马就烟消云散，爱不释手的把玩着那个西瓜。最后你叮嘱长老和鼠巫每天都去稻田看看，田里一定要保证一直有水，最少要能盖上一个手掌。两个老头虽说一把年纪，但也想为部落发光发热。现在两人也领到了任务，当即就高兴地应了下来。等到一切安排妥当，你立刻招呼队伍出发。这次去春会你只带了几？你叮嘱长老和鼠巫每天都去稻田看看，田里一定要保证一直有水，最少要能盖上一个手掌。两个老头虽说一把年纪，但也想为部落发光发热。现在两人也领到了任务，当即就高兴地应了下来。等到一切安排妥当，你立刻招呼队伍出发。这次去春会你只带了几个成年男人，有伤好复原的大力和独耳，还有兽牙、石头、羽毛、树桩。一路上都是稀树林和草地丘陵，队伍行进倒是非常顺利。到了晚上，大家找了一块空地宿营，一群人围着营地点了几堆篝火。你安排了族人轮值守夜，就准备休息。可刚眯了没一会，就听到兽牙叫自己：“首领，快醒醒！咱们后面又来了一队人，好像也是去春会的。”闻言，你揉了揉眼睛，坐起身来看向远处。这支队伍领头的竟是浑身裹满麻布的长，原来是边部落。长带的人比你要多，10个成年男人，20个女孩，以及20个男孩，加上他自己，足有51人。他们也背着自己的货物，有麻绳和麻网，还有麻布，甚至还有大骨头棒。此时的小蝶正在发脾气：“阿姆，我好渴呀，这路上连水都没有，我不想去孟谷找男人了。”常是他的母亲怎能不知道女儿的那点小心思，当即就戳穿了小蝶的想法。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那个人是别的部落的首领，他是不会来咱们部落的，你死心吧。这是一个成年男人匆忙的来到母女俩身前：“首领，前面有个部落的队伍在宿营，我们要不要过去？”小蝶一听前面有人，立刻就摇着长的手臂撒娇道：“阿姆，我们过去看看吧，太渴了。”长转头看了一圈队伍里的族人，大家也都已经半天没有喝水，现在都是渴得不行，随即点点头答应。小蝶一路向前，很快就看到汉部落那独有的发型，顿时就高兴了起来：“阿姆，你看是汉部落的人，我们快去要点水喝吧。”长看了他一眼，小声嘀咕一句：“他们部落比我们部落还要远，谁知道他们还有没有水？”你此时也走了过来，已经认出了来人是长和小蝶。“汉首领，你们还有水喝吗？我们已经没水了，能不能和你们换一些水？”长打着手势对你说道。你顿时就皱起了眉头，换水还是算了吧，就他们那些破东西，除了人口你啥都看不上。随即摆了摆手，示意不用换，让他们跟自己来。你把他们领到4轮牛车的后面，翻身爬到车上，从前面拿了一个大陶碗。边部落的人们都惊住了：“我操，这是啥？他们是怎么把房子带到这里的？还有那个首领拿的是湿盆吗？他们居然有一房子的湿盆，可是水呢？光有盆也没用。”然后他们就看到你来到牛车后面，把一个圆形的木桶放倒，从盖子上拔掉一个木头塞子，顿时就从木桶里涌出一股清水出来。一个少年顿时张大着嘴巴惊呼出声：“这是装水的吗？居然这么大，里面都能装下一个人了吧？”你没有理他，直接把装满水的陶碗递到长的手上：“快喝吧，不用换。”长右手放在胸前，对着你微微俯身表示感谢，然后就和小蝶交换着把一整碗水喝了个精光。看着后面那一群还等着喝水的人，你把陶碗递给大嘴，让他给大家放水喝。“汉首领，你们这也是去春会的吧？你看我们2个部落可以一起走吗？”你知道他不过是想跟着混口水喝，想了一下也没有拒绝。没猜错的话，那些男孩应该也是拿去交易的。随即边部落的人在你部落的旁边点起了篝火，他们有的在睡觉，也有的在好奇的看着你部落的人和各种东西，细细簌簌的小声嘀咕着。第二天天一亮，一股肉香味飘满了营地的上空。汉部落的早餐已经做好，那是昨天守夜的人用弓箭杀死的兔子和土拨鼠。边部落也都被这股香味勾引起来，然后拿出自己的熏肉干放在火上烤。你也坐在火堆前，拿树枝插着一个兔子的肝脏烤，一边撒盐一边撒辣椒。霎时间，一股奇异的香味就把小蝶引了过来。他目不转睛地看着你，摆弄着树枝上的食物，不住地吞咽着口水。你等熟透之后，用小刀分了一半给他，毕竟人家为了蹭口吃的都等半天了。小蝶笑眯眯地接过兔子肝，一口就咬下一口，刚嚼了几下，脸色就通红了起来，张着嘴巴不停地用手扇风，可还是舍不得吐出来。那模样让你看了就想笑，不过你不想再逗他，端了一碗凉水递到他手上，他猛灌了2口水才稍微好点。这什么味道？好难受，不过我好喜欢。你告诉他这是辣椒，那种味道就是辣味。小蝶又指着另一个装着白色颗粒的袋子问道：“那这个白色的呢？”你捏了一点盐放到小蝶手里，这是白盐，咸的，吃了会有力气，能走更远的路，干更多的活。小蝶舔了一下，眼睛一下就睁大了，立刻就激动地跑回去拿给自己的阿姆看。他知道这是自己部落急需的东西，常当想问一下是什么东西，小蝶就把那点白盐捂到了他的嘴里，咸咸的味道让他直皱眉，但还是强行咽了下去，连忙抓住小蝶问道：“这是哪来的？”“这是汉部落首领给我的，他还有很多呢。”说着，小蝶就拉着长来到你身边。此时没人注意到你嘴角的一丝坏笑，嘿嘿，鱼儿上钩了。汉部落首领，这白盐是从哪来的？可以换给我们一些吗？这是我们部落自己做的，能换1碗白盐换1个男人。长想了一下，那些男孩本来就是要换给别的部落，于是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只是他想一次性换20个男孩，他希望你能够多给一些盐。你假装犹豫，最终还是点了点头，随即将他带到牛车后面。当你将兽皮掀开的时候，边部落的族人顿时惊呆了。只见车上除了满满当当的陶器，还有好几个巨大的木桶，这么多东西居然全是容器，随便挑出一件最少也能换1个人。
然而在你故意打开几个木桶的盖子时，他们再也没办法淡定了。我的妈，这几个大木桶里居然全是白眼！常突然觉得有点不真实。要知道盐可是有价无市的东西，何况还是这种雪白的细盐。而汉部落居然有这么多。此时他不愿意加入其他部落的决心已经开始动摇。如果是汉部落这种富得流油的部落，其实也不是不可以考虑。你在盐桶里满满的舀了一碗，看样子足有3斤重的样子，用这么多换一个人，不能再多了，你们自己找袋子装。常从惊讶中回过神来，急忙让小蝶从族人手中拿来几个兽皮袋子，最后装了满满的2个袋子。边部落的20个少年，此时也变成了汉部落的人，队伍从原来的27人变成了47人，这让你颇为高兴。还没到春会就大赚了一笔，这是开门红的好兆头。很快队伍再次启程，不过这次的速度略有下降，主要是边部落里除了长和小蝶坐在了牛车上，其他人全都是步行，而那新加入的20个少年，则是和你自己带的20个少年轮流骑大角鹿。就这样又向西南方走了2天，你们又遇到了别的队伍，其中有同样骑着大角鹿的福，他的怀里还坐着他的2个3、4岁的儿子，身边跟随着他的族人，和他们一起同行的还有蛇部落，他们的队伍有31人，其中10个是早就成年的战士，剩下的是10个少年和10个少女。他们的领队是一个白发白胡子的老头，此时他正一脸惬意地把玩着一条大青蛇。福看见你很高兴，主动过来打了招呼。汉首领，没想到你们来得那么早，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蛇部落的蛇巫，他身上那条是他们部落的蛇神。他们的蛇神真的很神奇的，无论是被什么毒蛇咬伤，只要再让蛇神咬一口就能好。我小时候被毒蛇咬过，就是我阿爹带我去找蛇神治的伤。福骄傲地对你炫耀着，他说的这个蛇神你肯定是不相信，但是能治蛇毒就可能是真的。前世就曾经听说古代山野游医有人养药蛇，大多都是一些毒性霸道的毒蛇，从小加以训练用来给人医治蛇毒。面对这样一个原始时代的医者，应有的尊重还是要给。你右手放在胸前，微微朝着蛇巫点点头，蛇巫也点头回礼。但是这老家伙的目光却一直盯着你的牛车，他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级的交通工具，和自己的比起来，那就是奥迪和奥拓的区别。就这样，4支队伍再次启程，总人数接近160人。福看着你身后的大角鹿，非常的眼馋，要是自己的游部落都能这样骑鹿多好。于是他又向你询问起来：汉首领，你还有任务给我们做吗？我还想再得到一些角兽。说实话，你真的不想再拿牲口交易，毕竟汉部落自己也没多少。随即告诉他，暂时不会用角兽交易，以后再做任务只能用别的当做酬劳。听了这话，福很失望。不过这个大聪明很快又想到了主意，自己要的只是交通工具而已，为什么一定要是角鹿？弄一辆牛车也不错。汉首领，那你能给我一辆那样的牛车吗？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这家伙纯粹就是在想屁吃。这个牛车制作起来如此费劲，怎么可能用来交易？不过小推车倒是可以，但是要用50个成年人换。想要牛的话就再加10个人。你直接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他。闻言，福显得很有自信，我至少能给你弄来100个人，但是我要那种4个轮子的大车，还要2头拉车的牛。你没有立刻反驳，而是很好奇他哪来的自信。一个50来人的小部落首领说自己能弄来100多成年人，要是强抓的自己可不要。这自然不会，我找的都是一些野人。野人，听到这2个字你当时就惊了。特么，你们在我眼里就是野人好吗？难道还有更野的？看你一副不相信的样子，福告诉你，那些所谓的野人其实就是那些独自流浪的人，他们大部分都是被部落抛弃的残疾，也有犯了错被部落驱逐的。你想了一下，果断答应下来。残疾的跟着瘸子，调皮的就去干苦力，不怕他不听话。见状，福春会也不去了，立刻就带着族人往回走，毕竟要跑的地方实在太多。整个队伍又变成了100来人，向着西南方继续行进。走到傍晚，路过一个缓坡丘陵的时候，在前面探路的你和独尔突然发现了3只成年恐鸟和他们的鸟巢。你当即就让独尔回去再多叫些人来，自己在这好好守着。那3只恐鸟此时正在巢穴旁边分食着什么东西，似乎吃得正嗨，根本无心搭理你。过了一会，后面的大部队也跟上来了，除了汉部落的人，还有蛇部落和边部落的6个战士。这看得你嘴角一阵抽搐，总共也才3只猎物，来那么多人干嘛？首领，我说了，但是他们2个部落非要参加，说这一路上的猎物都被我们打光了，他们都快没吃的了。告诉他们这3只恐鸟分他们1只，但是鸟语归咱们，让他们都捡柴火去。咱们自己的人只要16个，其他的都去保护牛车。随后独尔和2个部落沟通好，下一刻你高喊一声，一路当先的冲了出去，剩下的15骑分成2个纵列也紧跟在你的身后。正在分食猎物的3只恐鸟顿时愣了一下，他们还没见过这个阵势，纷纷伸着脖子嘎嘎怪叫，试图把眼前这群人驱赶开。你立刻命令族人头毛封住恐鸟的退路。恐鸟见你们来势汹汹地向他们奔袭而来，也向着你这边迎头冲了上去。随着距离越来越近，你微俯着身子，长毛笔直地向前伸出，在与恐鸟对撞的那一刹，那一毛刺中了恐鸟的前胸，仅仅是一次冲锋，恐鸟就直接倒地阵亡，而另外2只也相继被斩于路下，其中1只2毛和大嘴合力刺中了脖子和后背。另一只最凶猛的和兽牙遭遇交锋的瞬间还张嘴要啄他，结果兽牙稍微抬了一下枪尖，直接给他来了个口入，死的不能再死了。小蝶见到眼前这一幕，高喊起来：阿姆，汉部落首领好厉害！长野不禁心中感叹，汉部落强大的可不只是首领，他们不光富有，还有强大的战士，这样的部落一定要紧紧抱住大腿才行。随即想了一下，问小蝶：汉部落的首领你喜欢吗？如果让你跟他走，你愿意吗？小蝶闻言先是一愣，然后赶快点头。但是咱们部落的女人不是从来都只招上门女婿吗？她虽然喜欢你，但却从没想过要嫁到汉部落，更舍不
不得自己的阿姆。长野表示很无奈，对方是一个首领，不可能会加入自己的部落，只能回去之后再好好想想。等你们一行人把3只恐鸟拉回来，大家决定就在这个地方扎营过夜。3只鸟的羽毛全都归汉部落所有，其他的肉食则是分给了大家。众人在一起烤着篝火吃东西的时候，小蝶不时的就会偷偷看上你几眼，这让你这个钢铁直男浑身不自在，只好来到营地旁边透透气。晴朗的夜空上挂着点点繁星，说不出的惬意。你转头向西南方孟谷的方向望去，那边似乎还有许多的萤火虫。就在这时，蛇巫走到你身边，看着你看的方向自言自语：孟谷是一个很美的地方，那里有会发光的虫子，还有会发光的植物，到了夜里连那湖水也是亮的，是你们小年轻谈情说爱的好地方。他碎碎念的说着，你是一句都没听懂，但是他身上丝丝的灵蛇吐信声，你倒是听得真切，自己得赶快离开这个怪老头。要知道那可是一条剧毒的毒蛇。第二天一早，队伍继续启程，在蛇巫的引路下，众人连续赶路，终于在下午2点左右进入到了孟谷的范围。孟谷是个盆地，山谷中间还有一个占地3、4千亩会喷水的淡水湖泊，周围遍地长满鲜花，巴掌大的蝴蝶在空中成群结队的翩翩起舞。山谷中最多的树是一种你从未见过的柳树，它的枝条是白色，柳叶是淡粉色，无数的枝条随风摇曳，像是少女舞动的长发，撩拨着无数